这个老六是青云峰最低调的亲传弟子，平日里不是在睡觉，就是逛青楼夜夜笙歌。出了事就让师兄师姐帮扛，因此外人只知道苍云宗有个废材弟子虾仁和一群天骄之子，却不知师姐的阵法奥义是和他学的，大师兄的剑道也是他传授的。小师妹在他的忽悠下，更是成为了宗门扛把子。铁一，多年未见，没想到你已经到了宁门6层，让师叔实在惊叹了。因过师叔谬赞了，我这境界算不得什么。哎，不用谦虚，我那些亲传和你相比，简直没眼看，真羡慕你师父收了你们这些弟子，青云峰千年无忧了。对了，师叔，10年前师父返回宗门时曾收过一个弟子，他说过我这位小师弟天资聪慧，寻常天才根本无法比拟，整个沧州100年都出不了一个。当真有师父说的那么惊艳吗？你说的应该是虾仁吧？天不天才我不知道，不过别说100年了，就算500年都出不了这样一个人。看来我这个小师弟不简单啊！他现在在宗门吗？就在那。只见一张躺椅上，一位青年悠然地躺在上面，手中折扇轻摇。贾师兄，苍云城这个月的分利零食送来了，您点点。不用看了，你们办事我放心。不过有件事你们得上心一下。什么？有几家铺子像是找到了新的靠山，已经2个月没把零食交上来了，这事交给你们了。他们真是活腻了，连师兄的零食都敢欠。王八蛋，明天我就去扫了他们的铺子。倒也不用，我这个人心软，不善武力，见不得血光，让他们3天之内把零食交上来就行。师叔，他真是我的那位师弟。放心，肯定是。说好的天资超群，100年难见，别人修炼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哪怕作为苍云标杆的大师兄也是如此。结果这位小师弟就像养老一样，睡觉闲逛喝茶，不看典籍术法，不想修行大事，修炼都是偶尔抽空，这也就算了，还唆使这群内门弟子为虎作伥，去苍云城给他收零食。师侄啊，你慢慢就习惯了。他平日里就只干这些勾当吗？当然，他偶尔也会干点其他事，譬如每个月外门弟子发临礼的时候，他必定准时到，然后扛上2麻袋；内门弟子发灵丹的时候也到得很早，背上1箩筐就走。亲传弟子发放零食，他也是代替你的师兄去领，而且每隔半个月，他肯定会去找长老说，师兄修炼到紧要时候需要零食。难道就没人阻止，师兄也不管？的确没见过管过，不过他作为亲传弟子，扛2袋灵礼算不了什么。外门长老不敢驳了你师父的面子，而且丹药什么的，宗门也不是供不起他那点。至于零食，或许真是你师兄要，也说不一定。叶天意确实有点红温了，他为人正直，心怀大义，自是门风严谨，结果自家山头出了这么个人才。天意，别放在心上，你师父不在，他们又忙于修炼，疏于管教才会这样。现在你回来了，以后慢慢教导就是了。虾仁啊，林师叔今天怎么有空来青云峰找我师兄有事？我只是回宗门的路上遇上了你二师兄，顺路和他聊聊。二师兄还不快儿见过你二师兄？叶天意背负双手，带着傲意，实在被气得不轻。二师兄你吃了吗？叶天意黑着一张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家人啊，你师兄跟随你师父云游10年，至今方归，你以后要多听你师兄的教导。放心吧，师叔。这时苍云宗钟声3响，虾仁二话不说，顺手捡起一个麻袋就往山下冲。师兄，我还有事，等会儿再给你接风。他是去干什么？宗门今天给内门弟子发灵草。天意呀，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有件事忘了和你说，以后晚上千万别自己一个人走夜路。为什么？难道有鬼不成？何止啊，比鬼还可怕！差不多8、9年前开始，宗门出现了一个黑夜狂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找一个人暴揍一顿。一开始只是找内门弟子，后来找上了亲传，最近几年越发的丧心病狂。就在不久前，他盯上了各峰之主。林破说完，发现天色渐晚，赶忙告辞离开。分利零食是什么意思？保护费？还是以亲传弟子的身份去欺压凡人？很快虾仁回来了，身后背着一个比他还高的麻袋，神念感知，全是灵草。内门弟子1个月也就能领1到2株，他居然扛来了1麻袋。刚想开口训斥，在青云峰后，一道倩影御剑而来，落在了2人面前。拜见师姐，半个月不见，师姐越发的美丽出尘了。就你嘴甜，叶师弟也回来了呀，外出10年辛苦了。不辛苦，师姐深夜来此是找大师兄有什么事吗？不，我是来找虾师弟的，想找他帮个忙。他能帮什么忙？阵法上出了点问题，让他看看。阵法问题让他看。柳青城没有理会，玉手轻抬，直接带着虾仁朝着后方而去。1分钟后，柳青城缓缓走来，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师姐，阵法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看来你也是听到了宗门里一些传言，对虾师弟生出了误会。他和你想的不一样，可
和他好好相处，以后慢慢就了解了，对他好点，不吃亏的。我去和他聊聊。改天吧，他修炼去了。结果这才几分钟的功夫，就见到虾人火急火燎地从山后冲了出来。这是修炼完了。师弟，跑慢点，别摔着。从师姐出来说她开始修炼到现在，也就几句话的功夫，这就修炼完了。虾人师弟发育的应该差不多了吧？这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虾人来到老松树下，脸上满是凝重，身体在不由得轻颤，似乎承受着极大的痛楚。这万劫仙体，我能不能不要啊？每次修炼突破就像要命一样，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体质？每次修炼都是一次折磨，突破更是要了老命。不仅如此，他修炼所需的灵气也比别人多上数倍，甚至10数倍。随着修为的不断提升，需要的越来越多。不过他的法力也比同境界的人多上数倍不止。如今我的修为已经到了结丹8层，据说宗主突破结丹8层以后，修炼就开始懈怠了，不知道我现在打不打得过？虾人思量着，换上一身黑衣，一步踏空便是纵天而去。这个老六是青云峰最低调的亲传弟子，平日里不是在睡觉，就是逛青楼夜夜笙歌，出了事就让师兄师姐帮扛。因此外人只知道苍云宗有个废材弟子虾人和一群天骄之子，却不知师姐的阵法奥义是和他学的，大师兄的剑道也是他传授的。小师妹在他的忽悠下，更是成为了宗门扛把。大胆狂徒，你欺人太甚！自己堂堂一宗之主，竟然被人大晚上的拖起来打了一架，而且还没打赢。我操！你们看那黑夜狂魔今晚也有出手了，而且这次的对象居然是宗主大人。各峰之主打不过他就算了，没想到宗主居然也不是他的对手。这家伙这些年愣是凭借一己之力，把整个宗门的人逼到闻鸡起舞，专心致志的修炼，生怕哪天就找上自己。许多人有着同样的经历，说起来全都痛哭流涕，直呼那家伙不是人。与此同时，青云峰上，叶天意听到动静，准备前去苍云峰查看。隐约中看见一道黑影溜进了青云峰，搜寻一圈并未发生异常，只有虾人碰巧从大师兄闭关的方向走来。二师兄这么晚还没睡？师弟，刚才看没看到有人进了青云峰？没有啊。真的没有？叶天意虽然狐疑，却没有多说，转身朝着苍云峰赶去。宗门真是让我操碎了心，不逼他们一下都不愿意去修炼。要是都这样，还怎么做大做强？谁来庇护我？不过今天修炼又引发了万劫仙体的折磨，还没恢复就去找宗主打了一架，现在浑身疼痛难忍。确定宗主并无大碍后，叶天意也原路返回。话说昨晚见到的黑影，追上去却只见到小师弟，难道昨晚出手的人是小师弟？不对，肯定是巧合。一片空旷之地，虾人正悠闲地躺在摇椅上，身边站着几名20来岁的女弟子，她们正在给他捏肩捶腿。家人一脸享受，时不时还发出几声轻哼。虾师兄，力度可以吗？可以再重一点，我比较吃力。这样吗？对，就是那里。等会儿你们把问题告诉我，我回头就帮你们问大师兄，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刚回来的叶天意就见得眼前一幕。你在干什么？按摩啊，师兄别这么古板嘛，按摩可以活血同筋，舒缓身体疲劳疼痛，是有好处的。你们是青云峰的内门弟子，不去修炼，却在这里供他消遣作乐，简直无法无天。师兄，我们是自愿的。自愿？对，我们修炼出了问题，峰主不在，长老时常闭关，虾师兄就经常帮我们请教大师兄。我们得知他时常机体疼痛，所以才帮他按摩舒缓，并非消遣作乐。对啊，师兄，你误会我们了。叶天意差点咳出老血。你们先回去吧。是，师兄。随后叶天意看着虾人，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和他好好聊聊，绝对不能有辱师门。大师兄，不好了，大师兄修炼出问题了。怎么又出问题了？这么不让人省心既然出了问题，怎么不去找长老宗主，跑来找虾师弟干嘛？师妹啊，你不是说师兄出问题了吗？那快把人送回来啊！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来告诉你。虾人皱眉，对于这个师妹总是故意找借口接近自己，他也是没办法，毕竟是宗主的女儿，总是这样太过引人注意，这和他低调的性格不符。很快大师兄周青宇被人抬了过来。师弟，我又出问题了。别急，先进屋。这是什么意思？让虾师兄给他找问题疗伤啊。他找问题疗伤，这不是胡闹吗？大师兄怕不是昏了头？每次都是虾师兄处理的，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啊。难不成小师弟看似闲散懒惰，实际上却是妙手神医？正这样想着，虾人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哎，总是让我操心，修炼这事能急吗？这山头要没我，迟早得散。叶天意赶忙去看，只见周青宇已经坐在了床上，脸色也缓和下来。
大师兄究竟怎么回事？没事，只是修炼剑意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自己，所以让小师弟看看，按照他说的做，已经调理的差不多了。他还懂剑道？他还是懂一些的，虽然不多。那你还敢让他治？他懂得不多，可看的点的确不少。每每出现问题，他总能从书籍中找出问题。很快，虾仁拿着一本书籍走来。大师兄，我就是在这书上见到的，和你遇到的问题很像。小师弟，你怎么知道这书上有？我闲着没事就看书，偶然见过。大师兄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周青宇也不多说，接过书籍翻看，发现自己的问题得到了完美的答复。后面的内容呢？我也不知道，见到的时候就这几页。这时周青宇发现了自己的手指黑了，似乎沾上了墨迹。最近天气潮湿，大概是反墨了。周青宇为青云峰的大师兄，天资超群，年纪轻轻还不到30岁就已经到了明元9层，距离结丹已经不远了。不仅如此，他修习剑道已经领悟到了6层剑意，被世人称为100年难得一见的剑道天才。小师弟，您家人已经来了，你去处理一下。好的，没问题。只不过看着周青宇说完又认真钻研的模样，他不禁感叹：剑道这玩意儿不是有手就行吗？真有这么难？夏师兄，你要去哪？等等我。洛师妹有事吗？我没事，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那等有空吧，我得去苍云城一趟。宁雨欣来了苍云城，我得去见一面。宁雨欣，沧州首富的女儿，她来干什么？不会是来说切事的吧？洛仙灵生出了危机感，刚想发问，结果虾仁已经没了踪影。不行，夏师兄，你不能去。别人进入青楼都是夜夜笙歌，这个老六却花钱到里面寻找秘境，还美其名曰是大师兄修炼需要，导致那名花魁娘子至今还是完璧之身。宁师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以后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拐弯抹角。虾师兄，我听说你是最了解青羽师兄的人，所以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虾仁自然知晓，这是宁家有意撮合大师兄和自家千金在一起。毕竟大师兄也就比我弱那么一点点，谁不觊觎？师弟啊，想问什么就问吧，我都明白。不知道大师兄平日里喜欢什么？零食，大把大把的零食，而且越多越好。这大师兄作为苍云小剑仙，不应该是喜欢宝剑吗？这种小秘密别人肯定不知道，当然如果是什么名剑、剑诀什么的也还凑合。多谢师兄指点。既然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醉月轩了。当地最有名的青楼。宁雨辰刚想再说什么，虾仁却已经没了踪迹。青云峰何等仙山，青羽师兄这般天才，怎么会培养出这么一个师弟？小姐是为了青羽公子而来，这家人即便是个纨绔，其实无伤大雅。夏公子倒是有些时日不见了，莫不是把我忘了？这也是没办法，最近沉迷修炼无法自拔，也是想着早日飞升得见大道。哼，夏公子在与我说什么玩笑？你这般逍遥洒脱之人，怎会沉迷修炼？还是你了解我啊！最近这不是没钱来吗？这一次来是替师兄来问一问，最近有没有什么秘境显化？你还真是无事不来。不过你师兄入秘境有些频繁了。谁不知道他是修炼狂魔，历练嘛必不可少。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有人闯进这里，打破了宁静。这位公子，沐月姑娘今天有事，你还是改日再来吧。你说的有事，就是在这儿陪这个小白脸。公子莫要胡言。我也是为了你们好，怕你们的花魁娘子被小白脸骗去。不知道这种人最会花言巧语吗？公子，你还是退去吧，这位惹不起的。我乃是玄天宗亲传弟子石峰，一个小白脸而已，有什么惹不得的？玄天宗乃是沧州3大宗门之一，地位上不亚于苍云宗。这位公子，今天我已经没有闲暇，是虾公子先来的，恕不能款待了。那就让他走，他不走，我把他扔出去。年轻人做人不要太嚣张，对自己不好。石峰手掌重重拍在桌上，身上威势涌现，有着巨灵6层的修为。苏沐月也不担忧，倒是有些好奇虾仁会怎么应对，毕竟认识了这么久，还从来没见过他出手。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虾仁，可又能怎么样？你虽然知道我，不过显然你现在还不明白什么叫地头蛇。怎么还想让你师兄来替你出头？对付你这种小角色，何必我师兄出手？只见周围已经不知何时被内门弟子包围。夏师兄好。不必多礼，他掀桌子恐吓我，还看不起我们苍云宗。什么？我看这家伙是相思了。如何？难道你们还敢打我不成？我是玄天宗亲传弟子，你们……话音未落，其他几个弟子全都围了上来，一个个原本温和平静，现在却变得凶神恶煞，而且他们竟然都有着巨灵6、7层的修为。虾仁，你欺人太甚！把嘴堵上，接着打，是时候扬一扬我苍云宗的风采了。
就在这时，虾人习惯性的神识探查，居然发现几位已经结丹的强者一直在监视这里的一举一动，随后立刻瞬移，悄无声息来到了那隐藏的结丹高手附近。一个结丹4层，2个结丹3层，这是想做什么？姑娘在想什么？我在想虾人。七郎，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个纨绔。你也这么觉得吗？先不提今日的事，整个苍云宗谁不知道？之前也觉得他有所隐藏，我也曾暗中跟踪过。可他除了喝茶睡觉，就是四处闲逛，几乎没干过正事。老人讲起这些，是他之前日夜窥探、长年累月发现的。而且就在面前的走廊上，那里有着特殊的法阵，走过之人会被感应，能显化修为。这虾人来了这么多次，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不过也就是从前几年炼气9层到巨灵1层、2层，最近一段时间终于到了巨灵3层。别说亲传弟子，就算比起苍云宗大部分内门弟子都有所不如。我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很有意思。姑娘感兴趣无妨，只要不忘了正事就好。苍云图势必要得手。这边虾人跟踪几人来到一处院落，将他抬下去养伤吧。这虾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啊！原本想着把虾人揍一顿，引出周青羽，试探一番深浅，没想到他今天叫人来群殴。倒也不奇怪，是我们欠考虑了。这虾人修为不过巨灵3层，不去和石峰动手，说明他不傻。而且他这种人能有什么气节？又怎么会自己动手？也罢，周青羽以后再去试探，眼下正事要紧。今天苍云城巡集的人更换，他们回到苍云之后才会有人来，我们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动手，差不多够了。这一次宁家只带了1名结丹，我去把人引开，你们伺机动手。感情这群人是冲着宁家来的，我被挑衅只是附带。机会只有一次，明日他们就要去青云峰，到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等会儿我把人引开之后，你们出手斩杀宁家2兄妹，他们在苍云城被杀，宁家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苍云必乱，有宁家的助力，我们有机会彻底将其铲除。心思这么歹毒吗？一旦宁家兄妹被杀，苍云大乱，苍云宗必定会受到牵连。要是没有宗门庇护，这还了得？虾人，我苍云宗如何得罪了诸位，竟想害我宗门至此？只有虾人，不用怕，如果你不出现，或许还能活命，可你偏要自己找死。与他废什么话？杀了！我明明是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然而在世人眼中却是个纨绔小师弟，只因每天不是躺平摆烂，就是不干人事，丢进宗门演练。以1敌2的确有点勉强，不过我可以试试。小小巨灵3层，你还想对付我们？结丹，这怎么可能？而且刚刚那道剑意居然是……也是到了这一刻，他才明白，苍云宗最可怕的不是宗门，也不是周青羽，而是眼前这个少年。今天是宁雨欣拜入宗门的第1天。虾师兄可以啊，现在才回来。你胡说什么？我今天是有事。我知道你有事，都懂。哼，虾师兄，这位就是宁师妹吧？师兄们都不在吗？一直没见大师兄，二师兄似乎在丹房炼丹，就没有打扰。这样啊，大师兄是修炼狂魔，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我去找他。小师妹，你先去休息吧。我们青云峰什么不多，就是空房子多。师兄，这些东西放在哪里？什么东西？大师兄喜欢的东西啊。先放在我房间吧，到时候我带给大师兄。师兄，那我姐姐就麻烦你们照顾，我先走了。回到房间的下人看着眼前整整5大箱，足足有着上万枚灵石，旁边的剑道鼎和1柄宝剑直接被他忽略，找个时间丢去师兄房间就行。亲传弟子1个月也就10块灵石，1万没够我攒100年了。宁家不愧是首富，这么有钱。大师兄要是嫁去宁家，这辈子岂不是有花不完的灵石？这时屋外大师兄御剑而来。夏师弟最近不太平，以后出门小心些。师兄这是刚修炼回来？林师妹不远万里来到青云宗修行，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找夏师弟，他会给你安排妥当的。虾人也是一阵头疼，师兄是真傻，还是玩欲擒故纵？人家沧州首富的女儿去哪修炼不行，非得要来这里，说白了就是冲着他来的。结果大师兄话都不愿意多说2句。师妹啊，大师兄就是这样，痴迷修行，醉心剑道。我刚上山那2年，都是把我散养，你慢慢就习惯了。唉，可大师兄他……师妹啊，你这样是不行的，你清楚该怎么抓住一个男人吗？
抓住他的胃。我们修行之人抓什么胃啊？他有空吃饭吗？那要抓什么？就非得抓点什么才行？当然是投其所好了。他最新剑道，你就修剑道，这样不就有共同话题了？可剑道难修，但是入门就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时间，而且如果没有天赋，就算是穷极一生也未必能行。那是你没找对方法，其实入门没这么难。当年你大师兄就是在……大师兄怎么了？那要怎么做？找我就对了。可是你行吗？气氛突然安静下来。什么叫行吗？年轻人，你听过剑心通明丹吗？没听过。她作为沧州首富的女儿，什么稀罕的东西不是手到擒来？可虾仁说的这玩意儿还真没听过。没听过就对了，那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2位师兄都没教，就传给了我。只要服下一枚，保你3天之内感悟剑道，踏入剑道一层。我操，真的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现在特价只需要1万0食1枚。我买1枚。这就买了，不考虑一下？虽然你名声不太好，人品好像也不怎么行，大家都让我离你远点，可我觉得你心性不坏，而且才1万0食1枚。什么叫财？虾仁有些懊悔，还是低估了宁雨欣的财力。什么时候给我？明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而宁雨欣刚离开没多久，叶天意的房间就传来爆炸声。看见呆坐在那里的叶天意以及2个炸开的丹炉，虾仁瞬间明白，师兄，你这是在练炸天雷？什么炸天雷？我在为大师兄炼制明心丹，助他修炼剑道。那丹炉怎么炸了？不知道是炼制步骤错了，还是药材的问题。都有问题。明心草是最为关键的药材，需要在凝丹的瞬间加入，不然会与丹火碰撞，丹炉自然会炸。而且你的火候显然大了。你怎么知道？难道你也会炼丹？我就是略懂，我以前经常去丹云峰散步，偶然听峰主说的。很快，虾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身上搓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丸子。随后，他手中捏诀，房间中涌起浩荡剑气。在刻意压制的情况下，他将自己的本源剑意抽出了一缕，封在了丹丸中。差不多了，哪有什么剑心通明丹，名字都是我现编的。不过丹丸中蕴含我的一缕本源剑意，进入宁雨欣的身体之后，经过酝养，会扎根其中。这样一来，小师妹就能领悟剑道，踏入一层剑意。明明是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却只能依靠坑蒙拐骗的临时修炼。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丝剑意放在伸腿瞪眼丸中，并以1万0食的天价卖给了小师妹。虾师兄，你这是用什么炼的？为什么看起来黑不溜秋的？确定能吃吗？不用担心，吃下去保证炼出剑意，而且都是极其名贵的灵药，我积攒了很久才炼出这么一颗。要不是看在我们的交情上，我都不舍得拿出来。就这一颗，我都没赚你0食了，甚至还亏了一点。宁雨欣有些动容，越发觉得这位师兄和外界传闻有所不同。师兄，谢谢你，我现在就去服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都不表示，就这么走了。现在的小姑娘不好骗啊，0食也越来越难赚了。就在这时，丹房突然惊现异象。二师兄，这是练成了。按照虾师弟的提示，果然成。那就好，师兄你先忙。师弟，我想和你聊聊。经过这2天来看，你或许心性有所缺失，却很有天赋，能看出大师兄的剑道问题，只听一遍就能记下丹药炼制，说明你很有天赋。师兄，我不用说，我意已决。再过不久，苍云秘境就要开启，到时候你随我一同进去。要不等师傅回来，让他亲自督促我吧，就不劳烦师兄了。师弟，有些事原本想找机会告诉你，既然你提到了师傅，那便现在与你说了吧。什么事？难道师傅快不行了？原本我是陪着师傅外出游历，可就在2年前，师傅突然不见了。我找了2年，没有任何音信，不得已只能返回宗门。不过这件事不能向外人提，还会招来麻烦。现如今也只有宗门高层知道。这让虾仁的思绪一下子回到10年前，一个老头从天而降，非说自己根骨绝佳，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奇才，好说歹说要收自己为徒，最后直接把他绑上了青云峰。我究竟是上了一条什么贼船？可惜了我偌大的家产，不知道被谁继承了。我听宗门说过，师傅是100多年前来到的苍云宗，来的时候似乎失忆了，10多年前突然想起了什么，要外出游历，宗门不放心让我跟着，结果我却把师傅看丢了。分明就是师傅，这个老登把他丢了，自己跑路去哪逍遥都不知道。随后叶天意将虾仁带到了附近修炼的地方。师兄，这不是外门弟子试炼的地方吗？师弟，你有所不知，这里已经被宗门升级了难度，和以往不同了，而且几乎没人知道这里蕴藏大地灵脉，就连大师兄都来这里修炼了。我前几年就知道这里有灵脉，都快被我抽干了，现在才来有毛用啊！不过虾仁还是找了处安静之地修炼，顺便将之前的2万0食吞噬掉。
结丹9层就要这么多，元婴得要多少？真要逼我去打家劫舍，看来还得去薅小师妹的羊毛了。宁师妹，你这是没成功，不应该啊。成功是成功了，那你还郁闷？大师兄还是没理你吗？不是，我凝出剑意之后，大师兄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还贴心的给我讲解剑道，将自己的修行感悟手札全送给我，每天都来给我讲解。可是接连看了几天，我都看不懂。如果时间一长，他发现我没有寸进的话，会不会？确实有些复杂，没个剑到5、6层的水准，的确看不明白。不过问题不大，只要你的剑意不断提升，在他看来，你就是听懂了、明白了，接触自然会多，最后日久生情。剑意提升谈何容易？我又不是剑道天才，怎么可能短时间内提升？其实也不是特别难，有钱就行。需要多少？20003块零食。宁雨欣几乎没有一丝犹豫，果断掏出了一个袋子，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零食，足足2万之多。你们宁家究竟有多少钱？2万零食，眼都不眨一下。花钱就能提升剑道，2万算什么？行吧，这些书就不用看了。你要是喜欢，可以收起来做个纪念，然后回去睡一觉，明早来找我就行。多谢师兄。是我谢谢你。不过宁师妹，有件事你得保证，我和你的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主要是提升剑意，需要找我师傅的一个老朋友帮忙，他不喜欢被人知晓。当然你也不能供出我，不然师兄不喜欢你，我也会受到牵连。放心吧，师兄。随后虾仁来到了苍云城，走进了一家药材铺，买了药材花了3块，剩下的2万那就是手工费了。要不要给宁雨欣来个全方位提升的套餐？剑道4层加宁元9层，收他10万不过分吧？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来者正是玄天宗的石峰，身边跟着一名25、26岁的青年，还有一名老者跟随。原来是师兄，几日不见，别来无恙啊？怎么满脸的怨气？原来小友便是小剑仙的师弟，果然仪表堂堂，师出名门啊！这位老人家谬赞了，几位来我苍云宗有事？苍云背靠深山，每隔几十年便会有兽潮来袭，路过这里顺便出一点力，也借着机会顺便来瞻仰一番苍云的风采。这样啊，那就不打扰几位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巨灵3层，资质倒是一般，和传闻相差不大。长老莫要被他给骗了，这人无耻得很。别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耿耿于怀，坏了大事。多谢师兄。以后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师妹，这次用法有所不同，需要配合宗门的剑窟使用，我带你去。这里就是剑窟。两人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旁边却传来一阵阵不合时宜的声音，全都带着惊骇，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仿佛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我明明是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然而10年来却只进过一次宗门剑窟，外界只当我是被剑窟吓破了胆，却不知我的剑意早已突破剑窟极限。你们觉得虾师兄这次能在里面待多久？你没看见虾师兄是带着宗门的小师妹吗？而且这个小师妹可不一般，据说是沧州首富的女儿。怪不得虾师兄赶来剑窟，合着是幽会来了，顺便修习剑道。切，你不懂可别乱说，谁不知道那苍家是觊觎宗门的周青羽师兄？他们就是喜欢凑热闹，不用理会。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修炼。首先，你每天进来剑窟之前吃1枚丹药，然后进去修炼2个半时辰，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差不多就能突破到剑道第2层。师兄，我感觉你对这些似乎很熟悉，为什么你会是现在这样？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师妹啊，人嘛，总有自己的活法，总不能奢求每个人都像大师兄一样一心求道吧。不说了，师妹你也抓紧修炼吧。接连2天，虾人都会来这里陪着宁雨欣锤炼剑意。宁雨欣也很惊喜，在别人看来难如登天的剑道，竟然这么顺畅，2天时间就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剑意的增长。随后，虾人又开启了躺平的日子。虾师兄这2天真忙啊，都没时间来找我了。我有找过你吗？虾人，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就因为那个女人来了以后，你开始对我冷淡了，现在竟然对我置之不理。说到这里，眼里逐渐湿润，看样子是收到风声了。师妹，你这样我会被误会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今天不说清楚，我就回去告诉我爹，你欺负我。哼！虾人，你个负心汉，负心汉！虾人本以为自己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谁知叶天意不知从哪窜了出来。师弟，说
说好的一起修炼，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夏然，你给我站住！今天不说清楚，我真回去告诉我爹。师妹，怎么回事？没事。洛仙灵怕虾仁被责罚，虾仁也怕自己师兄再抓他去修炼，于是索性道：师兄，其实我是突破了，所以才提前回来，准备休整2天再去修炼。随即心念一动，展露自己的气息，巨灵4层。好，你这个年纪到这个境界，不说很惊艳，却也不算差。以后继续努力，未来可期。正好再有几天兽潮来袭，按照惯例，巨灵3层以上就有资格去抗击兽潮，对你是一次历练。你好好准备，你先别着急拒绝，因为我已经帮你报名了。你还没说清楚你和那女人的关系，不然我真会告诉我爹的。我和她没有关系。那你还天天和她待在一起？说到这里，虾仁像是做出了某种重大决定。师妹，看样子有些事不得不告诉你了。啊，什么事？我还没做好准备。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师父失踪了。我知道，前几天我爹告诉我了。其实对外说失踪，实际上是被绑架，只不过这件事不能告诉其他人，宗主也不能说。我帮宁雨欣修炼剑道，一来是为了撮合他和大师兄，二来是为了从他身上赚点灵石，好拿去给赎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师父受苦啊！不对外说，也是为了维护宗门面子。你知道的，宗门是我家。还差多少灵石？很多，总之一言难尽。这样啊，那你等等，我去给你拿灵石。师妹需要很多灵石，你那点没什么用，还是算了吧。别担心，我爹的灵石有很多，我知道藏在哪，我去偷给你。啥玩意儿？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打斗的声音，虾仁感到实战斗俨然结束。周兄果然非凡，我甘拜下风。李兄又在了，李兄已是同辈翘楚，我不过占了剑道的便宜罢了。是我不敌，周兄之姿，沧州无人能比。苍云小剑仙果然名不虚传，受教了。只有虾仁知道玄天宗那帮家伙摆明了来试探，他倒是一点不藏拙。不过师兄还真是越来越有剑仙风范了，但师兄太耿直，实在让人不放心，得把他送进那些大宗门，以他的天赋，肯定能有更好的庇护。我不敌周星宇，请长老责罚。周星宇的经验超出了预知，整个沧州很难有人与他相比，这不怪你。那现在怎么办？他的剑道恐怕快临近西层了，这样的人太恐怖，哪怕那些大宗门内也是顶尖。若他只是寻常天才也就罢了，可现在这种情况，留他不得。你们照常替苍云抵御妖兽，剩下的事不用理会。夜晚我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大师兄在和妖兽作战时，这个老六却化身职业检视人，大发战争横财，讨伐兽潮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周青宇带着叶天意站在队列前。师妹，你怎么来了？灵石我给你拿来了。神识探查，里面竟然有着1万灵石。一个宗主一个月100多块灵石，宗主200，可这里1万，这得攒多少年？这么多，你放心，我爹不知道，反正他说过这是给我攒的嫁妆，早晚都是我的，我只是提前拿来而已。虾仁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宗主的方向，却发现宗主正死死盯着自己，那眼神比凶兽还要吓人。师妹，宗主真的不知道？小虾仁得罪宗主了？没有。那宗主这是？自己闺女都快被人拐走了，他哪里笑得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看到这小子我就来气，身体就莫名生出一种抽死他的冲动，有那么几次都快忍不住了。宗主不至于，虾仁虽然平日里懒了一些，人却是不错的，而且听说天意开始督促他，已经突破巨灵4层了。所以3层和4层有很大区别吗？千钧峰主还是有眼光的，虾仁天资不弱，只是缺少教导历练。真是个禽兽！我女儿才16、17岁，她都下得去手，简直禽兽不如。这些话尽数落入虾仁耳畔，还以为师妹偷他灵石被发现了。以后如果灵石不够就告诉我。爹，虾师兄第一次参加抵御兽潮，没有经验，不会有问题吧？有什么问题？在场的弟子谁不是第一次？我不管，你得护着他。有周青宇护着他，还有青云峰的长老在，他不会有问题的。灵儿，你就真这么喜欢他？不行吗？你始终会离开宗门，也会和他分开，很多时候不是你能选择的。我怕到时候乱你道心，奔前程，他注定追不上你的步伐的。那就等我修炼有成，我来庇护他。我不明白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终究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子。他长得好看。在这世界，看天赋、看背景、看努力也不是不行，可看脸的确少见。一切整装待发，随着洛天开口，无数身影踏上虚空，御剑而去。所有人踏过3000里，停在了一片山脉前。
前方便是关隘，远处已然有滔天的戾气涌现，兽潮已经汇聚，正在朝这里奔袭。各封弟子兵分七路，玄天宗的那3人跟随丹云峰的人一同离去，青云峰的众人则留在原地。原以为他们会找理由留在大师兄这边，结果这么干脆的就走了，这是在憋什么大招吗？就在这时，却见到洛仙灵火急火燎地朝着这里赶来。夏师兄，刚才忘了跟你说，如果你遇到危险喊救命的时候一定要大声，不然我怕我听不到，来不及让爹来救你。一个没注意，不知多少人忍不住笑喷了。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以虾人的心性，还是忍不住老脸一红。多谢师妹，我喊的时候一定会大声的。师妹的等。这是什么？一张符纸，保平安的。少女脸颊一红，捂着脸转身跑开了。众人还在憋笑，就连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叶天意，嘴角也勾起了一缕细不可察的红。很快，兽潮开始了。一道剑气纵横而起，周青羽抬手斩落，斩下了一头身长数丈的妖兽。很快，所有人都投入了战斗之中。可后虾人这个老六却拿着空间法器，不断捡那些掉落的妖兽尸体。一头宁元境的妖兽尸体能卖上百灵石，至于结丹境的，已经孕育出妖丹，价值更是不菲。直到时间来到第7天，居然同时出现了多个结丹妖兽，虾人总感觉不对劲，在后退的过程中，闻到那股异香。幻神花来时根本没有这些花，这种花需要以鲜血浇灌才会生长绽放，从而产生一股异香，对元婴下灵智未开的妖兽有着致命的诱惑。玄天宗这些狗东西还真毒啊！如此手段，借刀杀人，拿不住他们任何的把柄。神识扫过，除了这里并没有幻神花，显然是冲着周青羽来了。随后就见虾人手中捏起火诀，顿时点燃山林，火焰在大地蔓延，妖兽危机很快因此骤降。突然，火海中一道黑影掠过，显然他的目标就是周青羽。而且居然有着结丹3层的修为，旋即他的身上出现法力波动，一座7层宝塔赫然出现在上空，朝着周青羽而来。灵级法器在这沧州，灵级法器都颇为稀少。面对等级的压制，周青羽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那座塔要击穿他时，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却喜欢苟着当个舔包的老六。直到有一天，众人才发现这个家伙究竟有多强。眼看大师兄就要在自己面前生死道消，这个老六终于出手了。只见一片金色的灵力席卷而来，轻松将塔禁锢封印，一切锋芒尽数收敛。千罗塔，千罗门的镇宗法器，当初也曾是一件灵级上品的法器，可惜后来大战出现损伤，现在只算灵级下品。黑影人转身想要逃离，可虾人根本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一具结丹傀儡，真是好大的手笔！为了杀大师兄，玄天宗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如今即便他们的计划失败，但千罗塔落在苍云，势必会引起千罗门的猜忌。究竟什么仇什么怨，让他们这么处心积虑的针对苍云？听说玄天宗的宗主好像是个女的，难不成宗主做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还是上一次大师兄去参加沧州的升仙大会的时候干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一时间，他突然想起了上次大师兄去参加升仙大会，当时听说玄天宗主对周青羽大为赞赏，当天晚上就找不到他了。难道大师兄他？战场这边，很多人知道这里的变故，也都回到了战船上。好在火焰出现的及时，焚尽了所有幻神花，化解了兽潮危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师兄，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出手之日实力强悍无比，只不过那人戴了个面具，轻松便将那座塔收回，随后和那结丹3层的强者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等一下，你说那人戴着面具？不知怎么的，说到戴面具，宗主身上有些隐隐作痛。就在这时，虾人正好出现，洛仙灵早就闻讯赶来，却迟迟没找到虾人。哼，虾师兄，你跑哪儿去了？听说这里出了问题，都快吓死我了。有师兄长老们在，我哪会有什么问题？太让人担心了，以后这种地方你不要来了。玄天宗的人也赶到了这里，那名老者看了一眼，却没有任何变化。李长风也一言不发，甚至在抵御妖兽的时候还受了一些伤。唯有石峰看着所有人安然无恙，忍不住皱了皱眉。接下来3天，苍云宗彻底击退了兽潮，开始折返。虾人依旧悠闲，返回到苍云，马不停蹄的就去把那些妖兽卖了干净，足足卖了将近1万灵石。随后他来到醉月轩，这里明面上是青楼，实际上开展着各种生意，诸多买卖都能在这里完成。千罗塔现在这东西完全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不过这座塔虽然有损，却卖出了将近4万灵石的高价，差点让他暴富。这一次收获巨大，加上之前种种，手上有着近8万枚灵石，差不多足够突破结丹9层。
究竟发生了什么？难不成被识破了？怎么会一点成效都没有？幻神花被烧，千罗塔消失，就连傀儡也联系不上了。难不成有人暗中出手，打乱了这一切？家人肯定知道，我去把他抓来，直接搜他神魂。不可，他虽然不被重视，可青云峰上下对他极好，一旦动他，恐怕会惹出乱子。事已至此，只能作罢。哪怕有人坏了计划，千罗塔被收走，可那是千罗门祭炼上1000年的法器，烙印短时间无法抹除，再有一些时间就会找来。到时候只要千罗塔在苍云地界，他们很难解释清楚，于我们而言依旧有利。只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千罗塔在被卖出去以后，已经被人带出了苍云城，去了诗和远方。能够不动声色收走这件法器的，整个苍云寥寥无几。难道是苍云宗的那个老家伙？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已经把消息传回去，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千罗门自然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苍云秘境很快就要开启，只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就好。那苍云秘境只允许30岁以下的人进入，那周青羽谁还能制衡他？到时候对付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莫说他还没结丹，就算真结丹了，也未必会是对手。这一次出手的可不只是我玄天宗。经过几天的修炼，虾人已经正式突破结丹9层，原因已经迫在眉睫。虾师兄，你现在有空吗？有事儿，是剑意没增长，还是大师兄没注意到你？没有，剑意一直在增长，而且很快。周师兄也一直注意着我，经常来与我探讨剑道问题。那你这是？自从修炼剑道开始，我就感觉出现了问题，特别是身体方面的变化。不调还是停了？亦或是大师兄和你已经有了？师兄，你在胡说什么？我只是……原来是不好开口啊！要不我给你搭个麦看看？你还会搭麦？略懂。原来是胸口郁闷，伴随疼痛，有膨胀的撕裂感。师兄，你怎么就水灵灵的说出来了？问题不大，具体来说，就是你修成的剑意太霸道，所以身体承受不住，有些地方被撕开，所以肿胀起来。剑意霸道？也是之前没提醒你，这种剑意不同。难怪大师兄惊叹我的剑道天赋，说我的剑意非凡。那要怎么办？我感觉我快要突破第2层剑道了，可是疼痛感不断加剧。师妹啊，这事情可以解决，不过就是有点费钱。这种剑意霸道需要强劲的肉身承载，而且你的修为低了一些，也需要突破一下。可是我并非体修，而且修为提升也不是朝夕之事。我感觉剑意已经快到第2层，每日都在自主增长。所以说比较费钱，需要灵石购买灵药材料，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师兄需要多少？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得去苍云城里具体看。有些东西价格始终有浮动，你也知道，我是不赚你钱的。好，那明天麻烦师兄陪我去一趟苍云城。我操！难道他发现我黑他钱了，所以才要自己去买？不应该啊！毕竟上一次给他炼丹就花了3块，这可是棵摇钱树，可不能放跑了。是时候展现一下真正的技术了。师妹，你要不要来个宁元套餐？什么套餐？这是那位前辈的看家手段，3年之内保你修炼到宁元9层，还能淬炼肉身。虽然比不上体修，同境界却也差不了太多，其中包含3年的丹药，并且让你3年之内突破到4层剑意。这未免太逆天了吧！他现在才聚灵9层，3年之内达到宁元9层，跨越一整个境界。更重要的是，3年修炼到4层剑意。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不过绝对真实，无效可以退款。现在骨折价只需10万灵石。我买，不过可能得等上一段时间。我出门就带了几万灵石，快花光了，需要缠线让父亲给我送来。不过他也有着疑惑，虾人要是有这么好的办法，怎么才聚灵4层？还是说眼前这人有所隐藏？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却喜欢苟着当个舔包的老六。直到有一天，众人才发现这个家伙究竟有多强。苍云城竟然有这种好物！虾仙师好眼光，这株赤灵草可是稀罕物，整个苍云城只此一株，哪怕沧州都很难找出第2株。的确稀罕，我找了好几年了。你我都是老交情了，既然虾仙师想要，1000灵石拿走便是。我出2000灵石。朋友先来后到，你不懂规矩啊！价高者得，你没钱就滚到一边去。你很嚣张啊！虾人感应了一番，果然就在远处，一名老儒的身边跟着数名弟子。
家人，我知道你是个地头蛇，仗着苍云宗和周青羽在这里没人敢招惹你。小爷我今天就是想打一打你苍云宗的脸，你不是周青羽的小师弟吗？顺便挫一挫他的锐气。忘了告诉你，我出自神霄宗。在苍云宗地盘上这么狂，就连宁雨欣也不理解了。神霄宗立于越国之外，那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宗门，是一处真正的大宗门。神霄宗又怎么样？你们还敢随手打杀我不成？你倒是清楚，既然知道，那就隐忍一下，免得将你整个宗门葬送了。这株灵药是我的了，倒也未必是你的。我出3000，光是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4000。虾仁看了一眼掌柜，泛起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继续出价6000。最终两人将价格抬到1万。片刻，虾仁向宁雨欣传话：师妹，这株草我们一定要带回去，这可不是普通的赤灵草，而是传说中的赤黄草。老祖亲自让我来买的，老板不识货，对方也没看出来，这东西的价值无法估量。你把灵石准备好。青年脸上却露出了笑意，目光再一次落在灵草上，仔细探查，发现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波动。这位朋友既然不出价，那这灵草是我的了，老板。等等，我出18000。呵，看来你还是要失望了。2万。12000。虾仁脸色彻底沉了下来，过了半晌也没有开口。怎么不继续加了？没钱了？不过也是，你苍云宗一年也不过2-3万灵石，22000已经是天价了。你以为你的传音能瞒得过我？不过区区聚灵4层，算得了什么？你真卑鄙，这次算你狠。我们走。什么东西也配和我斗？虾师兄，其实我身上还有灵石的，如果你想要，应该可以买下来。花几万买1000的东西，脑残吗？可你不是说是赤黄草吗？而且是老祖要的，要是带不回去，老祖就我这身份还能搭得上老祖？可你明明很想要赤黄草，不要了。与此同时，王明满心欢喜地拿着赤黄草交差。老卢看向那株灵草的瞬间，他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长老，怎么了？灵草有问题？这根本不是赤黄草，只是一株赤灵草。你花了2万多灵石买了一株赤灵草，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听到他说，我们都被他耍了。他方才的确感受到了刚才灵草上传来非凡的波动，这才默许。混蛋，我宰了他！回来，你敢动他，神霄宗也护不住你。别忘了我们为什么而来。走，先去苍云宗。虾仁，我不会放过你。现在回宗门吗？不急，先陪我去个地方。虾仙师，多亏了你这灵草才卖上了价钱，这12000是你的，下次有这种好事再来啊。没问题。师兄，这是什么情况？提成啊！原来早在给宁雨欣传音前，他就传音给老板2人合作。可你怎么确定他会花这么多灵石买？就不怕他发现你骗人？这就是老板的手段了。他们可是神霄宗的人，一旦知道这事，你有宗门护着，那老板岂不是？这是天机阁的产业，他们要是敢动，都走不出苍云城。天机阁可不比神霄宗弱。虾师兄，你真黑。还好吧？幸好我是自己人，他没有坑我。已然来到苍云宗大门的老卢身体猛然一滞，脸色变得铁青。长老，怎么了？蠢货，都是因为你。虾仁回到店铺发生的种种全被他感知，一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堂堂神霄宗长老带着一群弟子来此，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坑得体无完肤。虾仁，我要你死！隔天，虾仁带着宁雨欣来到剑窟修炼。与此同时，剑窟的外面，王明兄，这里便是我苍云剑窟。原来此处便是剑窟，平日里周青羽就是在这修行。周师兄经常来的，那便去看看。家人，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吧？你好歹是神霄宗的弟子，前天故意针对我，抢我灵草，现在来这还想干什么？来嘲讽我一下？王明兄，我们走吧，就不影响虾师兄修炼了。等了2天，终于等到机会，你让我走到哪儿？苍云弟子赶紧撤退回去报信。你这是想在这里对我出手？这里的确不错，能够屏蔽四方感知。我就算在这里杀了你，他们也不会知道发生什么，大不了就说剑窟暴动，你们死在了这里，想来也不会为了你而得罪神霄宗吧？是啊，我也没想到今天剑窟竟然会暴动。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却是连老祖都要出手保护的存在。只因这个老六不干人事，专坑大宗门的人。剑道8层，这怎么可能？剑道难修，莫说8层，哪怕只是7层之境，便已经让无数天才境折腰。整个人在剑气洪流下瞬间蒸发，只剩一枚戒指和那赤灵草。
仅是略微出手，无数剑气便倒灌长空，崩散了云霄天阙。诸天剑气动荡不休，整个苍云宗都被这恐怖的力量惊扰。原本想要回去报信的弟子在剑窟外吓得瘫坐在地。洛天第一时间赶到，眼看着剑窟心头颤动，一旁老儒也闻讯而来，被剑道力量所惊，甚至不少峰主长老也纷纷赶来。李，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负责陪王明小友参观苍云宗的吗？王明要去剑窟，我陪着他去，结果他怎么了？结果他要杀虾师兄。一瞬间，众人纷纷投出惊讶的目光，不明白平日里游手好闲的虾人怎么可能来剑窟。这要是让周师兄知道还得了？都知道他平日里就十分袒护夏师弟。在苍云宗内杀苍云的弟子，这是完全没把我们宗门放在眼里啊！老儒的脸色有些阴沉，他之前就知道王明去了那里，却并没有阻止。就当洛天要上前查看时，一个脑袋从剑窟里探了出来，来人正是虾人，还有一脸懵逼的宁雨欣。虾人，你还活着，太好了！差点就见不到大家了。夏惹，究竟怎么回事？宗主，神霄宗王明闯入剑窟，扬言要杀我，幸亏我命大，不然真就死了。那王明呢？已经死了，他要杀我，结果引起了剑窟暴动，被剑气乱流轰杀了。我和宁师妹也是死里逃生，险些殒命，还请宗门为我做主。毕竟宁雨欣是沧州首富的女儿，有点护体手段很合理。虾人跟他待在一起逃过一劫，这也不过分。赵晋长老，还请给我苍云宗一个解释。对，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之前王明当街羞辱戏耍于我已经忍了，可今天必须还我一个公道。小贼不过一面之词罢了，谁知他是不是在诬陷？难不成还是虾人动手杀了王明，来这里哭诉喊冤不成？切，谁又知道呢？不如我搜他神魂，看看事实究竟如何。你要辱我苍云？宗主这是要对我动手？说话间，他的气息显化，结丹8层修为根本不弱于洛天。是非对错自有定论，难道赵敬长老要以势压人？洛宗主咄咄逼人，属实威风。不过我神霄宗倒也不怕事。虾人眯着眼凝视着他，突然生出了杀心。结果不等他们做出反应，无形中一股力量顿时落下，压在了赵敬身上。贼婆娘，看清楚，这里是我苍云，不是你神霄，轮得到你在这嚣张耍横？老祖平日不显，一出现就如此强势，而且还很护短，不用多说，这人能处。混账！我乃是神霄宗长老，尔等怎敢辱我？神霄宗又如何？神霄宗就不用讲道理，神霄宗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天不说出个1、2、3来，老子打死你！洛天灵魄等人也在错愕，他们已经记不得老祖上次什么时候出手了。与此同时，老祖的身影终于现身，然而并非白须白发的世外高人，而是一个身形壮硕，如同铁塔一般的男人。老祖竟是个体修，你苍云是要反吗？反你大爷！老东西狂什么？别忘了，现在是你神霄宗囚到这里，你再敢叫唤一句，信不信老子不给人了？把他给老子丢进地牢！神霄宗不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子宰了他！神霄宗的人片刻不敢停留，赶紧滚回去报信了。没想到老祖都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果然老祖才是宗门里真正的狠人。你就是那个虾人？是的，老祖。放心，今天这事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我苍云宗的弟子不受这种鸟气。老祖霸气。众人面面相觑，很多人心头生出了担忧。神霄宗强大，是这片地域之上绝对的霸主，他们怕会有大问题。老祖今日之事是不是？哪来这么多废话？他骑到我苍云头上，还能忍着贼婆娘不成？可他始终是神霄宗的人，怕什么？他们看上了仙宁那丫头，太上长老主动求上门来，想要万灵体，还这么嚣张，不得给他们点教训。再说了，难道那群臭鱼烂虾还敢叫bản太上长老？倒也是，不过就算他们不敢对苍云宗怎样，会不会针对虾人？还有青羽要去参加王朝大战，会不会因为虾人而被针对？瞻前顾后，你怕个什么劲？30岁不到的宁远9层，见到6层的天才，谁不抢着要？你还怕他没去处？再者说，他们师傅还在，针对他们就是找死。那家伙找到了，他压根就没丢了。别问了，他的事全当不知道，你也不用担心。现在没人敢动苍云，给仙灵那丫头准备准备吧。对了，王朝大战的名额，你分出一个给虾人那小家伙。什么？老祖，我们就有30个名额，给虾人岂不是？让你给，你给就是了。洛天也不敢违逆老祖，不过却很心疼。苍云宗比他强的弟子比比皆是，那些人都未必能成功拜入神霄宗，给虾人不就是闹着玩吗？
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却喜欢苟着当个舔包的老六。直到有一天，众人才发现这个家伙究竟有多强。宁师妹，最近你怎么不找大师兄了？他很忙吗？也不是，只不过不想打扰他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才几天时间就变心了，玩得这么花吗？夏师兄，我来了这么久，好像还没有和你谈论过修炼的问题。之前都是你在教导我修炼。那都是我师傅还有那位前辈的经验，我可教导不了你。那师兄对修炼有什么见解吗？随心随性，想修炼就修炼，不想修炼就不修。有目标就朝着目标前进，没有目标那就看心情。盲无目的的修炼效果不大，世人皆说执念误认，可有些时候执念反而能暂时坚定道心。所以师兄现在是没有心情，还是没有目标？这个嘛，师妹啊，真羡慕你，我要是能生在宁家就好了。宁雨心一愣，脸颊上竟莫名生出一抹红晕。这时林破带着洛仙灵和一名陌生男子来到这里。林破师叔，你们这是来找大师兄？有人找你，我只是负责带路。想来这位便是虾仁小友了。是我，你是？在下孟浪，神霄宗之。这次来是专门为之前的事来向小友道歉的，因为我神霄宗之人的莽撞，险些害了小友，为此我深感抱歉。没了，就只有抱歉。招惹谁不好，偏招惹他虾仁，不出点血，这事能解决。这是神霄宗给小友的赔偿，还请小友见谅。神霄宗有心了。不对，怎么就2010？小友对这赔偿不满意。这个前辈，我不是嫌少，只不过当时王明害的不止我，还有我这师妹，我俩差点就死那了。你看，孟浪顿时明白，再次递出一个布袋，装着1000灵石，还请小友原谅。也罢，只能这样了。多谢小友见谅。那就还有个事，贾师兄，有什么你就说，今天怎么都要让你满意，不能让你白受苦。这位前辈，你看，虽然我们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为了活下来，也是付出很多代价。损坏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赔偿一下？神霄宗家大业大，对你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我们来说，可是身家性命啊！应该的。毕竟他也听过当日的动静有多大，他们能活下来，肯定不只是运气好，想必是有什么手段护身。林破笑而不语，他已经猜到了，要是能轻易罢休，就不是虾仁了。损失了什么？你说。其实也没多少东西，就一枚空间戒指。这个小问题。然后空间戒指里有一件玄级的法器，那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唯一一样东西，还有一块玄晶石头，是我大师兄参加升仙大会赢来的，10几株冰灵草，几10瓶丹药等等。终究还是低估了这个小家伙。不过之前青云峰的账的确是他管着，还有这些年多吃多占的，好像真有这么多东西。还有我师妹，她爹可是沧州首富，身上的东西比我值钱。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前辈给3万灵石，多的也就算了。孟浪觉得自己被坑了，却找不到证据。家师兄辛辛苦苦操持青云峰这么多年，就这么被你们毁了。要是不赔，我自己找师傅赔去。小师叔别急，不用惊动师叔祖，我能解决。什么小师叔，连神霄宗的人都能支持，难不成洛师妹是什么隐藏大佬？虾仁还在出神，一袋灵石已经递到了他的手上。孟浪转身告辞，不敢再待下去，生怕又出现什么意外。贾师兄，要是不够，你再等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送。你小子狗黑！师叔，刚才他说小师叔是什么意思？有件事你还不知道，神霄宗太上长老看上了仙林那丫头。什么？太上长老看上了她？都多大年纪了，这么龌龊，竟然是女的。之前神霄宗来人就是为了接洛仙林走，孟浪就是那太上长老一脉的后辈弟子。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他走上歧途了呢。想什么呢？他有了好去处，宗门也将会因他迎来辉煌，我们都将受益于那丫头。对了，苍云秘境快要开启了，这一次来了这多人，不知道苍云图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希望被我们的人得到。林师叔，苍云图是什么？听起来似乎很珍贵。那是宗门遗失许久的一件法器，据说苍云宗在很久以前也是一方大宗门，只不过逐渐没落，而苍云图曾是宗门的镇宗之宝，只不过遗失了很久，似乎就在苍云秘境中，只不过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不会是一件神级法器吧？不过这么多年都没见，大概是真的丢了。
传闻苍云图一直都在，可是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令它显化。如果没有，那只说明进去的人不够天才。这次听说神霄宗的赵阳和玄天宗首席大弟子玄成也过来了，不知道这苍云图是否能现实。这个老六只是在修炼，就被宗门失传许久的神级法器砸中。碍于平时废材师弟的身份，竟没人怀疑苍云图早已被他得手。诸位，秘境开启，各凭本事。不过有一点提醒一番，此处唯有30岁以下方能踏足，否则会被抹杀。这一次来的人属实不少，其中不乏沧州之上有名的天骄，玄天宗玄成、神霄宗赵阳、苍云宗大师兄周青羽，无不是宁远9层的高手。还有一些宁远7、8层的人，一个个都非弱者。让虾人感到意外的是，连那名青楼的女子竟也来此。她怎么来了？也是为了苍云图。这个女子很非凡，却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来苍云这种偏僻之地。这个家伙应该有着不小的来头。夏师弟，要是遇到危险，可以来找师姐，师姐保护你啊。谢谢师姐。你人缘倒是不错，你带上这符纸，它能感应到我和大师兄的位置。如果遇上危险，点燃它，我们会来找你。随着众人踏足，虾人也动身了。很快四处一片空旷，只剩那些封主长老。显然对于苍云图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然也不会允许外人进去。玄天宗来了数名长老，看向那里，嘴角泛起了笑意，似乎胜券在握一般。一名老者也看向了那里，正是醉月轩的那名老人。秘境中是一个真正的小世界，谁也不知道苍云图究竟在哪里，很多都是来试一试。虾人脸上却笑开了花。这么浓郁的灵气最适合修炼，不知道能节省多少灵石。就在虾人席地而坐开始吸收灵气之时，一卷卷轴正在上空缓缓靠近他，旋即以急速下落，根本容不得他反应，径直砸在了他的头上。随着一声巨响，他撞塌了大地，一道裂痕蔓延开来，生生砸出了一个深坑，整个脑袋插入了地下，坑里只剩半个身子。哪个王八蛋偷袭我？没人，我是被这东西砸下来的。如果不是万劫仙体修炼时的折磨淬炼，只怕这一击足以让我饮恨西北。再说这卷轴是一幅绝美的画卷，无数山峰描绘在侧，一片片流云穿梭在云间。虽说画卷，却如同真实存在。这是苍云图，就这么砸我头上了？不会是假的吧？一时间法力轻涌，抬手一抛，浩荡威势席卷天地。图中的画卷像是活了过来，催动图卷消耗的法力何其恐怖，饶以他的法力也维持不了多久，最多1刻钟。看来绝对是真的无疑了。苍云图这么多年都没人得到，恐怕不是没出现，而是出现了。那些人没能扛住被砸死，然后原地飞升了吧？毕竟我结丹9层万劫仙体，这都差点被砸死，更何况其他人。这玩意儿不得卖个几10万灵石。与此同时，苍云图的威势很快让秘境中的人沸腾。苍云图是苍云图，天啊！苍云图出现了，真的在这秘境中，快去找！然而就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瞬间，外界一片哗然，哪怕是苍云宗众人也没想到，反复确认之后，依旧没有料到苍云图竟然出现了。以往多少年多少次都没有踪迹，却在这一次显化。祖训记载，苍云图唯有遇见不是天骄，方才会显化。难道这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若非天骄，苍云图又怎会出现？那会是谁？玄天宗玄成、神霄宗赵阳，还是我们苍云宗的周青羽？就在不久前，周青羽进入了秘境没多久，紧接着就有人传来苍云图现世，希望真是他。随后洛天离开，去将这件事告知老祖。然而哪怕是在苍云大殿，老祖几次出手想要探查，却没有找到苍云图丝毫的踪迹。老祖如何？还是感应不到？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他们看错了？不会，我感应不到苍云图的气息，却可以肯定它出现过，就在不久前。那是怎么回事？苍云图有灵，一旦出现，必然是有惊世之才将它引了出来。可现在消失，恐怕已经被人得到了。那可是许久以前有着无尽威名的法器，若是苍云得到，或许能够重振宗门荣光；如果是别人得到，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若是玄成、玄天宗蛰伏数千年，势必崛起，莫说越国，恐怕神霄宗也得退让。如果是赵阳，神霄宗将会更加的可怕强大。秘境内时间一晃便是7天，7天时间，虾人一直忙于修炼汇聚灵气，其他的事情好像和他没有关系。就在这时，一道赤色的光辉涌上天际，交缠在云霄之上，似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出世一般，漫天神光流淌而过，久久不散。莫非秘境中还有什么好东西？然而就当虾人准备起身离开之时，石峰拦住了去路。虾人，别来无恙了。怎么有事？没什么，只是想让你跟我走一趟，去见一见你的大师兄。你们想干什么？
哪来这么多废话？乖乖跟着走，做什么是你能决定的。何必跟他废话，直接打断手脚带去就行了。我既开口问，你们就乖乖回答，别给自己找刺激。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真是不知死活。当别人还在为了神器火拼的时候，这个老六不仅提前得到了神器船长，还苟在最后一关守株待兔，专门挑那些家财万贯的天命之子下手。路边一条来到这里都得夹着尾巴。我给你个机会，好好说。虾仁，你……他不珍惜机会，你呢？秘境中出现了苍云宗的传承地，大家想要进入传承地，可周青羽挡在那里，不让人进去。他们想抓你和叶天一威胁周青羽，换取进入里面的名额。传承之地之前倒是真的没听过，不过既然宗门曾是一方巨情，连苍云图都能留下，有些传承也说不一定。再说这传承之地，周青羽持剑而立，对面则是玄城和那苏沐月。周青羽，按照约定，我等可以进入此处寻求机缘，你拦在这里算什么？想要毁约？机缘各凭本事，胜过我便是你的。周兄，如此机缘，你一人无法尽得，何必如此？让我进去，我不动你苍云宗传承可好？看来你是打算和我们所有人为敌。不过你如此一意孤行，就不怕为你苍云带来灾祸？你的那些师弟可没有你这般强势。叶天意并不弱，他也没有担心，可是念及小师弟却多了忧虑。看来只能一战了。三道身影打上了苍羽之下，剑气纵横，伴着诸般术法显化而来。虽说是以一敌二，不过年轻人总得历练，更何况大师兄也未必会败。哪怕真的不敌，我先前在大师兄的身体里留下一记杀招，也足以自保。就在虾仁准备前去探查一下那座殿宇之时，就感应到那神霄宗的赵阳，他绕开了所有人，以特殊的手段捷足先登，任凭周青羽和苏沐月玄城交手，自己来捡漏。神霄宗的人都这么不要脸，我都还没轮到，他倒是先动手了。旋即召唤出之前那具傀儡。师兄，如果被周青羽发现怎么办？玄城和那女子在，周青羽一时半会也抽不出身，而且就算他察觉又如何？我岂会怕他？说得对，就凭他怎么会是师兄的对手？如果不出意外，苍云图恐怕就在这里，不然周青羽不会死守。若是得到苍云图，师兄日后必定能掌控整个神霄宗。你们是懂吹捧的，不过谁家的一方霸主能有他这么猥琐来绕后？阁下这是什么意思？明人不说暗话。听不懂人话吗？你这是想和我神霄宗为敌？最看不惯的就是神霄宗。结丹境，这怎么可能？苍云秘境限制30岁以下才能进入，可眼前这人既有结丹修为，而且不止结丹1层，怎么之前没听过此号人物？赵阳依旧心有不甘，在他的眉心符文一闪而过，一种惊人的力量显化。手段挺多，还有没有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身上的东西已经被搜刮了一遍，空间戒指、腰间布袋、随身武器等等全都被找出来。身上就这么点玩意儿，神霄宗活不起了吗？要不是王明那废物，我身上怎会只有这点东西？眼看自己身上没有了东西，虾仁已经显出了杀机。我操！你敢？我是神霄宗的弟子，赵晋长老的后辈，你敢动我，宗门势必不会放过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真是俗套的话术，不过按照你的意思，神霄宗还是很看重你的。没错，我乃宗门核心弟子。你要是这么说，看来神霄宗应该会拿灵石来赎你了。你说什么？此时一道倩影悄然临近，正是苏沐月。禁忌这东西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价格昂贵，炼制极难，而且是一次性的，和我留在周青羽身体里的剑意差不多。这娘们真败家！苏沐月也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有一名结丹强者，手中一柄长剑显化，顿时爆发出惊人的剑意，无数剑气纵横，足以斩杀结丹5层之人。又是禁忌，这么多手段护身，而且造价皆是不菲，动辄便是上万甚至数万灵石。小妮子藏得够深啊，看得出来她身上好东西必然不少，把她拿捏之后还能拿出去换一批灵石，原因可期啊。苏沐月脸上尽是骇然，他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诸般术法，成片的功法，始终奈何不了对方。如今没有了法力，他只是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抗衡，就这么被禁锢在了地上。
你藏的倒是挺深。你究竟是谁？那是一件空间法器探查石，其中有着上万灵石，还有2件玄级法器。只有这点吗？一时间，他伸手腰间探去，苏沐月当即发出惊呼：“混蛋，你想要干什么？”虾仁自是没有理会，紧接着又摘下发簪查看，却发现真的只是发簪。苏沐月失声发出尖叫，就这么一会儿，自己身上几乎被摸了个遍。你这流仙轻纱不错，应该能值点钱吧？你敢？行了，别瞪了，小姑娘咋咋呼呼的，你觊觎别人的传承法宝，就不允许别人觊觎你一下。很快，虾仁将赵阳和苏沐月绑在了一起，朝着秘境入口而去。至于那玄城，等会儿再去收拾，一个都不留。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却将沧州一众势力耍得团团转，不仅手擒各种天骄，还以此来威胁各大势力给钱。你们看，有人要出来了。莫非是谁得到了苍云图不成？神霄宗之人何在？寻我神霄宗何事？我想卖点东西给你们，你们要不要？那人嘴里的东西竟然是赵阳，被绳子困住，看得出来一身骨头不知道被打碎了多少，瘫在那里难以动弹。混账，你怎敢！贼婆娘，安静些！你买还是不买？这位朋友，他是我神霄宗弟子，你如此行径，不怕触怒宗门？小子，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态度，管你什么狗屁宗门，我来卖东西，你们要就掏零食，不要我就宰了他。你敢？你可以试试。众人也从来没见过有谁敢和神霄宗叫板的，这多半是几千年来第一人了。等等，你想要多少？收你2万灵石，不过分吧？神霄宗之人虽然脸色难看，但还是应了。这么多人看着不能放任不管，最终掏出2万灵石。虾仁如约把人扔了下去，他们无可奈何，根本无法出手，因为移动对方完全可以推入秘境，追无可追。切，真是愚蠢，就不怕有命拿没命花吗？那个老头，你说什么？我道你愚蠢，如何？你家主子，我原本只打算卖2万的，既然你看不起我，那就收你5万吧。你说什么？下一刻，一道倩影映入眼帘。刚来此处，他们已经知道女子不凡，却没想到她竟然也被擒了。不对了，那姑娘怎么披头散发的，衣服都被脱了？你们看，脸还红着，难道说……混蛋，你真该死！老头，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5万灵石，你买是不买？你胆大包天，可知他是谁，竟敢如此？既然你不买，在场诸位谁想要3万灵石，我卖给你们。众人看得出来此人来历不凡，哪怕是心动想买回去，却不敢招惹。我明白你们的顾忌，传音与我密谈，我悄悄给你们送去，不让外人知道。你敢？我没耐心和你啰嗦，再说一句废话，后果自负。行，我给你，立刻放人。不急，这里只有3万，还差2万。你说的3万，现在要食言。3万是卖给别人的价钱，你买得收5万，你说我蠢，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不得证明一下我不蠢。最终祁连给出了2万，人也如约扔了下去。玄天宗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样的事倒是喜闻乐见。笑，有你玄天宗哭的时候。阁下何意？等下我就去宰了玄城。你是想得罪所有人？你们玄天宗的账是该好好算算了。那玄城也没几个钱，索性直接镇杀。在场谁也笑不出来了，唯有苍云宗之人莫名松了一口气。苍云道友，这是什么意思？之前宗主就提醒过你们，使你们自己不屑一顾。他就是扰我苍云近10年的黑夜狂魔，10年来无恶不作，得罪了他，没有好果子吃。赵阳被救治之后，选择重新杀进了秘境。不管是赵阳还是苏沐月，都有手段没能施展。之前或许是意料之外，没有来得及。赵阳很快寻得那黑夜狂魔的位置，他的出现让虾仁不禁笑了起来。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好事，这不是妥妥给我送钱吗？与此同时，赵阳身边突然分出了一道人影。分魂之术，古籍中提及过一种秘法，可以把自己的神魂分出一道，并且伴随着自身一部分修为寄存在另一人身上。赵阳竟然以这种方法把一名强者的神魂带入了秘境中，以此规避了苍云秘境不允许30岁以上的人进入的规则。赵阳，此时变换我出来，可是有了苍云图踪迹。长老，苍云图已经显化过，却寻不到了踪迹，而且出了意外，不得不请长老出手。此人异常，我等无法匹敌，请长老出手。为了进来这里，你神霄宗倒是煞费苦心，连分神之法都用上了。倒不如你戴个面具装模作样的。在他看来，30岁以下就算经验又会有多强？尤其是在苍云这种荒野之地，一切算不得什么。
赵阳脸上浮现惊恐，伴着惨叫传来，身体轰然炸开。老头暴怒，敢当着他的面杀赵阳，这是要和他斗法不成？老头根本来不及抵抗便被震杀。眼前之人并不是普通的结丹9层，恐怕元婴至此也未必能拿下他。8层建议，而且距离9层都不远了。正愁去哪找你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完事之后，虾仁找到了大师兄、二师兄回合。师弟，你没事吗？我进来就找了个地方修炼，这才刚出来。师兄可曾追上那座大殿？我进去过了，却什么都没有。苍云图不在吗？没有，刚才我感到一股近乎恐怖的介意，似乎有极强之人来到这里，我担心已经被人得到了。走吧，先离开这里，让宗门定夺。然而就在外界，所有人却全都炸了。秘境中那黑夜狂魔已是结丹9层的强者，一群人立刻堵在传送阵前，准备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将那个善于伪装的家伙找出来。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各大势力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如今他的真实身份即将被揭晓，为了探查出黑夜狂魔的真实身份，所有秘境幸存之人都要接受盘查。祁连为此献出王级下品的法器，映照之时能够显化修士修为。虾仁却不慌，自己有手段能够隐藏，实在不行直接杀人灭口，全都干掉。你走吧。什么？我说你可以走了。在见到虾仁的时候，老头完全没有想要查他的念头。每催动一次都需要耗费不菲的法力，而且这些年祁连不知道跟踪了虾仁多少次，已经知根知底了。就这么让我走都不查一下，合着我刚才想了半天，对策都白想了，人家压根就看不上我。虾师弟啊，别气馁，不行我们就好好修炼，争取下一次让他们也查查你。师姐啊，你要是不会安慰人，就别安慰了。最后终究没有找到黑夜狂魔，他们还在讨论各种可能性。这时洛天带着老祖来此。诸位既然探查完了，那有些账我们该算一算了。洛宗主这是何意？秘境中有人对我苍云弟子出手，此事如何了结？争夺机缘，免不了刀锋所向。的确如此，可你们的人却想抓我宗门弟子，逼迫我等就范，让出路来，这样是否过了？诸位，弟子行事总有欠缺，更何况他们已经死了，还要如何？道友，许多事我等也未料到。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想如何？真当我神霄宗可欺？贼婆娘，看来上一次的教训你是一点没记住。老祖出手，赵静的身体瞬间崩碎，他也懒得废话。回去告诉玄天宗主，7天之内让人来给老子一个满意解释，否则老子便打上玄天宗，平了你们所有人。众人逃似的离开了这里，生怕苍云老祖反悔，把他们全给拍死。虾仁，你先回去吧，其他人留一下。虾仁还在考虑苍云图的事，他们可倒好，直接把自己忽略了。这小家伙还不乐意了，你就让他一个人走，换谁能乐意？他留着有什么用？哪次出去不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直待到结束？留他下来能知道什么？这小子倒是有趣，很对我的脾气。言归正传，之前出现的那大殿的确是存放苍云图的地方。难不成被人得了？赵阳还是那名女子，亦或玄成？恐怕都不是。如果是他们得手，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多半和黑夜狂魔有关。被他得了，也不是最差的结果，起码他对宗门没有恶意。现在最担心的是其他人，以为被我们苍云宗内部人得到了。苍云宗之后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虾仁此刻站在青云峰上，眺望着这座生活了10年的宗门，心中感慨：这10年庇护终究不假，全心护他。他能感受到风雨飘摇，有他的原因，可更多的还是苍云图这件法器牵动了太多势力的心思，足以引得无数人为之疯狂，一切将会不可控。一时间，他的目光看向了宗门宝库的方向。要不我……敢问阁下可是虾仁小友，在下宁苍，是雨欣的叔叔。原来是宁家前辈，失敬。小友不必客气。听闻小友说10万灵石可助雨欣3年破入宁元9层，踏入剑道4层，不知可有此事？确有其事，那是我师父一位老友，他精通此道。这是10万灵石，家主命我送来，倒是劳烦小友了。10万灵石加上虾仁身上那些，元婴已经稳了。不知小友需要多长时间准备？如果可以，这2、3日我便要带雨欣回去。苍叔，我不想走。雨欣，此时与以往不同，此地不宜久留。当初你们送我来，想撮合我与青羽师兄，苍云宗默许。可现在苍云有难，便立马离他们而去，不怕被人诟病吗？
现在的局势对苍云极为不利，玄天宗不会善罢甘休，已经在联合千罗门，而且整个沧州的势力都在虎视眈眈，以后还会有沧州之外的势力，你知道那是什么后果吗？苍叔，如果苍云宗真的得到了苍云图呢？如果真的重获苍云图，熬过了此次劫难，苍云宗势必会崛起。当初本就是一方巨情，或许以后能媲美此时的神霄宗。之后，洛仙灵来到了青云峰，虾仁却不在，茫茫一地不见人影，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小师叔，该动身了。让我再看一眼吧，不知道下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也不知是否还能见他。与此同时，虾仁找到了一处僻静之地，加上宁苍送来的10万灵石，他手里已经有着将近33万，差不多足够他踏入元婴。当最后一道雷霆砸落，雷云散开，天地之间一片清明，四周安静下来。成了。在这沧州，甚至越国，他已经是老祖级别的存在，说话底气都足了。虾师弟，你怎么还在外面闲逛？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师姐，要不你就去流云峰上吧，那里有诸多阵法，更安全一些。虾仁没有回绝，告辞之后回到了青云峰。师弟，宗门安排一批弟子明天离开，等事情过了以后再回来，你明天跟着去吧。他也不等虾仁回应，已经为他安排好。虾仁蹙眉，师兄师姐从来没有因为他弱而嫌弃他，反而处处保护自己。这一刻，虾仁的选择已然明了。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然而在宗门生死存亡之际，这个老六却成为了最后的底牌。苍云之人何在？玄妹，你来做什么？贵宗还真是见我，不是你们让我来给苍云一个交代吗？无声而至，这便是你们的交代。那你们还想如何？真把自己当成了霸主不成？还需要我玄天宗把你们端着敬着？死到临头，今日我要让你们为玄城偿命。你已经突破了结丹9层。洛天却面无表情，他之前每晚都被黑夜狂魔暴揍，实在太过丢脸，此后便发愤图强，艰苦修炼，踏入了9层，距离元婴只差一步。看来留你苍云不得了。玄天老祖，玄天老鬼，就凭你也想凭我苍云，老子今天就送你去往生。所见时，2名元婴杀向了苍穹，爆发出的力量让所有人的脸色巨变。熟睡的虾仁被吵醒，看向那里挑起了眉。来的人还真不少啊！他的神识早在黑夜中感知到了，还有强者蛰伏，并非玄天一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加入战斗，青云峰上周青羽和叶天一也动身去御敌。此时夜色中，一名老者出现在了苍云宗上。屡屡以下犯上，苍云宗当真是不想活了。又一个元婴强者，神霄宗这是何意？要回我宗门？作茧自缚，自不足惜。今日我要让你们陈宗门为我师妹赵倩陪葬。如此行径，不怕神霄宗追责，真当我苍云无人？我知道洛仙灵拜入了太上长老门下，可那又如何？杀尽你们所有人，谁会知道？神霄宗根本不会在乎这个弹丸之地。苍云老祖脸色沉了下来，周身气血暴动，要摆脱玄天老祖去阻止来人。这人其实也是为了苍云图而来，如同外界所想，有很大的可能落入了苍云宗手上，为师妹报仇只是顺手罢了。随即他来到了青云峰上。你小子就是之前坑我师妹的那个家伙吧？本座要你整个宗门陪葬，就从你这个躲在后面的家伙开始。宁雨欣抬头看去，想走已然来不及。就在大手落在青云峰上时，我操！无数灵光自大地喷薄，无数纹路显化，在眼前交织，化作一片光幕护在了青云峰上。与此同时，一座大阵赫然升腾，生出了无数杀伐，落向了天空。其散发的威势绝非他们能够抗衡，足以轻易抹杀结丹9层。没想到苍云宗竟还有这般手段，倒是小看你们了。我当宗主这么多年了，怎么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大阵？莫非是还没传到我手上？就连苍云老祖也挑起了眉，显然他也完全不知情。洛天显然没有这么大的能耐，有这本事的只剩青云峰主了，多半也只有他这个老家伙才有这样的手段。难怪敢挑衅我神霄宗，也是有些本事。不过就凭这一点就想困住我？然而任凭内斯如何出手，大阵依旧微丝未动，四面八方竟然没有一丝薄弱处。苍云宗竟有如此惊人的阵势！这大阵可是我多年结晶，为了这条小命，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布置出来，10年来不断加固改进，才有了今天的威势。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按照现在的局势发展，玄天宗必然会败。果然，那玄妹和那玄天老祖很快落了下风。
哼，玄天老鬼，你们敢踏我山门，来日老子必定平了你整个宗门。苍云还没生，大话说早了吧？千楼，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你竟突破了元婴，侥幸而已。千罗，你也要与我苍云为敌？道友莫要误会，我教至宝千罗塔丢失，在下循着印记来到这里，只想拿回东西，对贵教没有任何敌意。满口胡言。洛宗主莫急，我自己探寻一番，找不到就会退走。随着2位元婴强者的联手，大阵很快便被彻底瓦解。千罗脸上也露出了阴森的笑意，刚准备去洗劫苍云的藏宝阁，一道剑光突如其来，旋即直接斩下那千罗的一只手臂。就在苍云之上，一道人影站在那里，黑袍笼罩周身，见不到容貌，却让所有人的脸色一沉。黑夜狂魔！洛天发出惊呼，化成灰，他也认得眼前之人。不过洛天没想到，苍云危难时他竟然会出手。更让人震惊的是，对方已经踏入了元婴。阁下是谁？要插手此事，与我神霄宗为敌？你代表得了神霄宗吗？我乃神霄宗，代表不了就闭嘴！你们吵到我了。你好生狂妄，难道真不把神霄宗放在眼里？这一击惊艳四方，蕴含着剑道9层之力。然而虾仁还是有所隐藏，并未动用全力，仅仅是展现了9层剑道。千罗之前的傲气荡然无存，单是一手剑道就足以杀他这个元婴100遍不止。前辈，我并无恶意，只是……周青羽此刻也回头看向那里，眼中布满了神采。这般剑道便是他一直追求的境界。剩下的自己解决吧。多谢前辈。虾仁也不再多言，抬手卷起了那2名元婴的尸体，一步踏出，消失在夜色中。反正事情都做了，倒不如做得彻底，杀上玄天千罗，掀了这2座道统，彻底绝了后患，震慑那些心怀叵测之人的同时，顺便接收2座宗门的财产，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老祖能感应到大阵从青云峰起，而且那名元婴的气息出现，一开始也是青云峰那个山头上，总共就有他们师兄弟3个。周青与叶天意征战，只剩虾仁和宁雨欣。如果宁雨欣有这本事，也不会来这里，那就只剩他了。总不会是虾仁那个小家伙吧？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没想到居然一直被老祖看在眼里。于是这个老六准备硬刚老祖。一夜之间，2大宗门彻底从版图上消失，所有资源武器全部被洗劫一空，甚至有几座山被掀翻，大地灵脉被吃干抹净。加上2名元婴老祖身上搜刮的灵石，虾仁一瞬间血赚80几万灵石。等到苍云宗的人赶来时，硕大的玄天宗只剩个茅厕。这黑夜狂魔当真不是人呐！你不觉得这茅厕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吗？师弟，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我前段时间吓着了，正在平复道心。师兄有事吗？王朝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你还不去准备？我准备什么？当然是参战。宗门给了你1个名额，还是老祖钦点的，你不知道？老祖没毛病吧？整个宗门就30个名额，他给我1个，他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是已经疯了？让我去干嘛？这名额给别人不好吗？不行，我去找他说道去。我知道你有压力，毕竟以你的修为去参加太勉强，可是对你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历练？这也是宗门对你的看重，你说对吗？虾仁失神良久，忍不住想去揍那老祖一顿，转眼便来到了苍云峰下。修行10年，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像苍云宗这种宁静和谐的世外桃源不多了。今天就算把老祖镇压了，我也不去参战。碰巧撞见黑着一张脸的洛天。你小子究竟给老祖灌了什么迷魂汤？本就稀少的名额，非要给你1个。宗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可是诬陷啊！你当我想去？你不想去，那自己去找老祖说。嘿，这小老头，你给我等着，我以后定要好好加倍帮你修炼。虾仁，上来吧。老祖，你也别怪洛天，他倒不是针对你，而是为了你好，不想你去冒险。毕竟你要是出了事，他不好向仙灵那丫头交代。我没怪他，我是想说，你想知道为什么让你去参战？因为我看好你，如果是你，必定能入神霄宗。我操！难道被发现了？不可能啊！我隐藏了10年都没人知道，这老头才看过几眼，怎么就发现了？老祖，玩笑可不能这么开，以我的修为，去那里不是送死吗？要不换个人去送？换个人去也难通过，除非能有青羽的天赋资质，而你不需要有。你不想去，是清楚自己选不上，不想浪费时间。既然这样，我也不瞒你了，其实你已经被内定了。内定？走后门？没错，在神霄宗，你有1个大靠山，只要你去，不管战绩如何，就算在那里躺到最后，你都没问题。关系这么硬？
就是这么硬。之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少，怕你张扬过头。老夫一把年纪，不至于骗你这么一个少年人。这可不好说，老祖说的这么认真，难道神霄宗的靠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差不多，我意已决，你不去也得去。你看天上有飞机。当虾仁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上已经出现了一道烙印，持有印记才有资格参加王朝大战，而且这印记一旦落下就不能抹除。老祖，你不能这样啊！现在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好好准备吧，老祖看好你。接下来的1个月，虾仁依旧在不停吸收灵气，所过之处灵气不断消失，不知道多少妖兽被迫迁徙。师弟，你没事真是太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你没事最好不要外出了。你可能还不知道，沧州最近出了一头大凶，传闻生性暴力，残害了无数生灵，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还有这事？就在不久前，有长老发现宗门以南10万大山灵气干涸，无数妖兽纷纷远走避难，此去上万里都不见一头妖兽，恐怕他来到了宗门附近。宗门以南不就是我之前修炼的地方吗？他们说的大凶不会是我吧？此后一次偶然修炼途中，虾仁发现有一股力量在和他争夺灵气。哪来的家伙？穷疯了吗？这点灵气都要和我抢！神识探查之下，一头3丈大小的异兽趴在了那里，一身灵语倒是罕见。元婴，乖乖，他不会就是师兄说的那玩意儿吧？大凶竟然不是我！要是抓了一头元婴妖兽，不知道得值多少灵石。虾仁刚准备动身前往，小友且慢，不知小友在这山中作甚？闲逛呗，还能干啥？小子，你的态度我不喜欢。问你什么？我劝你好好回答。自作多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最好端正你的态度，否则……赵欢，休得无礼！小小年纪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怕不知道你面对的是谁，敢如此说话？道友，我们也是初来此地，对这里并不了解，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说来也奇怪，我们来此是为寻妖兽，走了许久却一头不见。寻妖兽做什么？实不相瞒，我这师弟从未出过宗门，我等来此是想为他寻头妖兽，历练一番。给他机会的答话是恩赐，说这么多废话做甚？你这么厉害，那别找我问啊！混账，一个小辈胆敢对我无礼，你活腻了不成？以少凌下算什么本事？这般姿态是要表达什么？道友实在对不住，我向他们为你道歉。你们从哪来的？我等出自神霄宗，道友可知那妖兽去了何处？我刚才还见到一头，只不过很厉害，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了，你们不行的。你说谁不行？一个山野村夫，怎知神霄宗的非凡？一头妖兽罢了，能有多强？在我等面前，和土鸡瓦狗、草芥蝼蚁有什么区别？既然你们执意要去，那也随你们。不过你们真的不行的。小子，今天有他在算你命好。不过你已经惹怒了我，你最好现在就逃命，等解救完妖兽会回来找你。你要是跑得够快，那就算你命大。你要是能活着来到我面前，也算你命大。这年轻人不简单啊！看来在神霄宗地位不低，连这种人都来捕捉这头妖兽，里面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虾仁故意激怒几人，准备之后坐收渔翁之利。那2个挑衅之人自然命不久矣。夜晚他是暴揍宗主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为了防止别人欠钱不还，居然布下了18层禁制。混账，给我滚开！丧家之犬还不忘叫唤2声！你是故意引我们来此的，好生卑鄙！别和我说有的没的，你和赵静是什么关系？他是我赵家之人，得罪了我神霄赵家，你不得好死！神霄4尊之一赵公明便是我赵家之人。原来是赵家之人，既然如此，那杀起来就没心理负担了。小子，你找死！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元婴男子找准了机会，转身就要摆脱这里，逃出升天。此时一道剑气迎面而来，生生斩断了他的路。你什么你？莫要分心，好好对敌。你可是神霄宗的人，如此高贵，怎能临阵脱逃？你找死！黑鸟在前，后路断了，只要他退，虾仁就出手斩断他的退路，这是要把他逼死在这。既然如此，那便都在这陪葬好了。好在虾仁有苍云图护身，而且在那爆炸的能量之下，他隐约有突破元婴2层的迹象。那妖兽看着，知道虾仁对他没有恶意，悄然退走。到了这个境界，那灵智早就不弱于人类。方才那3人只剩下1名青年奄奄一息。这年轻人身份看起来就不简单，而且此前对我并没有恶意，救他一命，权当以后给大师兄铺条路。
可就在下一刻，虾仁感知妖兽的气息距离他越来越近，在后方的2名黑衣人紧追不舍。王八蛋，这是要祸水东移，让我给他挡祸。道友，救我一命，必有后报。这黑鸟看起来就不简单，我想走，那2人也拦不住。富贵险中求了，他要是反悔，直接把他卖了，绝对血赚，怎么都不会亏。随即施展手段，和那妖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呢？该死，又让他跑了。现在该如何？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带回去，绝不能让他再逃。随后，虾仁回到了宗门，将青年带到了青云峰，查看了一番伤势之后，虽然有些重，却还有得救。然而就在救治阿坤的时候，发现竟有一只灵羽插在他身上，一股惊人的剑意流淌，不断磨灭着他的生机。剑意竟到了9层，这是惹了什么对手？当即斩灭那剑意，9层剑意对他来说却不算什么，随手便能斩灭。犹豫再三，拿出一枚丹药，这可是要还的。是你救了我，不明显吗？多谢道友救命大恩，此般大恩必定铭记。我名叶清晨，不知道友名讳。虾仁，虾仁，说来也巧，我之前听过虾兄的名字。对了，虾兄，其余2人呢？坟头估计都长草了。你也知道那凶兽有多可怕，我能把你救回来已经是侥幸，就这还差点把我搭进去。道友可以暂且在我青云峰找出空房休养。叶清晨感慨，这一切着实不易。道友，你人还怪好嘞，明明是你杀的，却还在那里感慨惋惜。你什么时候醒的？从你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既然醒了，那就履行约定，道友该支付报酬了。道友如此经验，还在乎这一点报酬？你想赖账？阿坤蹦跶起来，要飞向桌子上，却在跃起的过程直接摔了下去。你在我身上种下禁制，就随便种了一点，这不是怕你赖账吗？18道禁制，这叫一点。以防万一，就多种了一点。道友，你不会真的要赖账吧？救你，我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不到20岁的元婴，这是何等天骄！这样的人不应该会如此，什么都不问，上来就盯着报酬。按照他的认知，眼前之人哪怕不是出自上古圣地，也应该出自那些传承大教。是我冒昧了，敢问道友需要什么样的报酬？不用特意准备什么，直接给我零食就好。道友想要多少？这就看道友觉得自己的命值多少了。经历了宁雨欣的事，他也学精了，生怕自己目光短浅又要少了。这是10万灵石，还请道友收下。你觉得你的命就值10万？我这一次出来就剩这么多了，道友觉得不够，那以后再补偿。别以后了，就现在吧，什么法器、灵药之类的都可以，我不挑的。我一路至此，身上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以后必定会报答道友。又是个穷鬼，罢了，你走吧。不过走前发个誓，关于我的一切不能向任何生灵以任何方式透露分毫，否则天打雷劈，道心破碎，断子绝孙，不得好死。你说的我都答应，也会发下毒誓，而且以后也定然会为你送上灵石还你人情。哟，还挺倔强。阿坤只好以道心血脉向大道发誓，一旦立下，谁也破不了誓言，除非能够踏临万道之上。与此同时，苍云宗之上惊现数名元婴强者。诸位道友，所来何事？我等在找一头生灵，若是发现点燃这炷香，一旦抓住赏100万灵金，若敢窝草，尔等宗门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却因为参加天才大会遭到冷眼。殊不知这个老六背景硬到不行。你竟然值100万灵晶！我现在伤势太重，你护我一段时间，我必有厚报，不会比那100万灵晶少。之前的账还没结清，又想给我画饼，而且我怎么知道那些人从哪冒出来？没有准备，我可掩盖不了你的气息。此时阿坤掏出了一尊赤红的炉子，王级法器。我在炉子里休养，他们感应不到，你只要随身带着炉子就好。你到底什么来头？又是一群元婴追杀，又是价值100万灵晶的。此时不方便多说，日后会告诉你的。你只需要知道，我叫叶弥天。太难记了，就叫你阿坤吧。距离王朝大战时间不多了，每到夜幕降临，虾仁就披着黑袍找上老祖，主动帮他推进一下停滞不前的修为。虾兄，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是来辞行的。辞行回神霄宗啊？不，回宗门前还有一些事。这段时间多谢虾兄了，以后如果有事，尽可来神霄宗寻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3日之后，苍云宗正式启程前往参加王朝大战。难怪你要我发这么毒的誓，扮猪吃老虎。朋友，你挺黑啊！这要是谁遇上你，算他倒了8辈子血霉。什么叫倒了8辈子血霉？你要不会说话就别说。你就存着这心思，还不让说？我心思可不少，还想拿你去换灵石呢。阿坤当即闭嘴了，他已经发现这人完全没有节操，这事还真像他能干出来的。
宁师妹，你们去王都做什么？王都也有宁家的产业，并且这一次家族也有人参加王朝大战，许多长辈都去了那里。虾仁也是无趣，大师兄结丹之后一路闲暇，可是宁雨欣却一次都没有去找，反倒是周青雨时不时的来找他，想查一下他的剑道。女人果然都善变。骆宗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宁家主风采依旧。看来星儿在苍云受益匪浅，有劳诸位费心了。想来这位便是青羽小友了，的确如传闻一般卓尔不凡，果真有剑仙之姿啊！前辈谬赞了，这景致还是和当年一般无二。二师兄来过，几年前跟着师傅来过这里做客。一想起自己那便宜的师傅，虾仁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这辈子摊上这么个玩意儿。正想着，两人便各自收到一份请柬。叶天意这边是越国王室送来的请柬，邀请周青雨和叶天意参加。虾仁这边的则是叶清晨，这次天才大会事实上就是为叶清晨准备的。我操！没想到传闻中岳尊的亲传弟子就是叶清晨，难怪之前赵欢如此跋扈，还有那名元婴都唯命是从，原来是个有后台背景帮硬的天才。对了，二师兄、大师兄呢？大师兄出城了，就在刚刚，宁家拿出了一卷图卷，传闻是一位剑道9层高手留下的剑意图。大师兄见过之后心有所感，似乎要突破了，所以出城去了。随后两人来到了城外，周青雨只身盘坐，身体外一缕淡淡的剑意游走在虚无中。看来大师兄真的来了，感觉要突破7层剑道了。看这样子，想要突破7层还差一点。这种时候助你一臂之力也不算拔苗助长。虾仁轻声自语，垂下的五指捏诀，一道剑意悄然而去。周青雨顿感诧异，他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剑意，并非害他，而是在为他指引。师弟，天才交流大会你去吧，我在这守着大师兄。很快，虾仁和宁雨欣来到了大会现场。宁雨欣送上一个锦盒。等等，你的拜礼呢？什么拜礼？也是可笑，这点规矩都不懂，苍云宗没教过。忘记和你说了，师兄，此次是王室组织的聚会，邀请到了神霄宗亲传弟子叶清晨，这些拜礼就是给他的。见他还要给钱？一名青年此时从一旁走出，是无量剑宗的大师兄吴剑。不见周青雨，却让你这样一个人来，苍云宗这是什么意思？你又是什么意思？人不能来，就你能来？你苍云宗还真是一点礼数都没有，倒是叫人觉得可笑。所以像你一样送礼跪舔，才不觉得可笑。四方瞬间陷入了沉寂，虾仁一句话几乎得罪了所有人。牙尖嘴利。苍云道友倒是一点下风不落啊！虾师兄，这位是越国三王子岳明。虾兄怎是这般眼神？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不等两人说什么，远处却传来冷哼，来人正是大王子岳灵。苍云宗倒是咄咄逼人，是不把我等放在眼里，还是岳明给你们撑腰，才这么肆无忌惮？怎么回事？虾兄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他这是把苍云宗和我一起针对，并非因我而起。他之前听说苍云宗得了苍云图，去借过，可你们说没有，他又试图拉拢你们，结果你们没答应，这才仇视，跟我关系的确不大。拉拢？对啊，他想夺权谋反，当然得拉拢越国各方势力，而他多少有点忌惮我，所以一并被敌视了。话音落下，四方惊愕。这种事是可以当众说出来的吗？他做的，别人说不得。倒是这个道理，你这性子我喜欢。够了，岳明，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他不携拜礼，还口出狂言，就不怕得罪神霄宗那位？我的名单中可没有他，看这样子是你邀请来的，只怕你。他不是我邀请的。岳灵冷笑，吴剑也露出了玩味。少年，看样子你今天要倒霉了。说话的是王都林家之人，其势力不亚于苍云宗，有元婴老祖坐镇。另外一名女子也扫了一眼宁雨欣。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宁雨欣她不会是你带来的吧？看样子宁家也要被你牵连了。不用谁带，我自己来的。没有请柬也敢至此？两位王子都不曾邀请你，你哪来的请柬？周青雨的吗？自己的不行吗？简直可笑！你以为你是谁？算个什么东西，也能拿到请柬？来来，让我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混账东西，这么大胆，敢伪造请柬！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却在大师兄突破最虚弱时，偷偷召集了他的所有仇人，还扬言这群人捆在一起都不是师兄的对手。岳兄，我也觉得有必要查验一番，务必惩治一下给他请柬的人。夏兄，用不用我给你一份请柬？倒也不用。劳烦出示一下请柬，我要查验。这是怎么了？谁给他的请柬？是叶清晨，请柬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请柬上还有叶兄留下的印记。
叶兄怎会给他请柬？整个越国，谁敢招惹叶倾城，就算自家元婴老祖见了，都得客客气气。怎么都不说话了？是不认识这个混账东西，还是说你们已经在思考怎么惩治这个不开眼的混账东西了？你还真是能说会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叶倾城是混账东西，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不错，王兄与诸位这是不敢承认。不会吧？不会有人这么没胆量吧？够了，你们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就算有请柬又如何？叶公子抬举你，你就真以为自己算本人物了？不错，脱离了社公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什么身份？也配站在这里？依我看，也只是沾了你师兄的光。没错，我就是仗着我师兄，如何？有我师兄在，你们拿我没办法，在他面前，你们只能靠边站。月明惊了，见过啃老的、啃师兄的还是第一次见。倒也未必，周青羽的确不凡，却还不是无敌。无不无敌，我不知道，可就你这样的，也就能给他提血。你倒是狂妄，真以为？你也别在这废话，你比他也没好到哪去。像你这样的，我师兄不知道打过多少，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兄气度倒是越来越小了，那可是苍云小剑仙，你不如他也不是丢脸的。闭嘴，倒是小看你了，却不知道是你的嘴厉害，还是周青羽的剑厉害。夏师兄这么做，不是纯纯给大师兄来仇恨吗？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这群人捆起来都进不了他的身，能扛住他附近的剑气，算我输。短短一句话，所有人彻底沸腾了。好一个周青羽，我今天倒是想见识一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敢让你这么吹捧。我师兄就在城外，不服现在就走，你看他能不能把你们打成狗就完了。没有任何犹豫，所有人义愤填膺，这就要去和周青羽拼了。夏兄，这事你师兄知道吗？要不要去给他报个戏，让他准备一下？不用，算时间也差不多了。看来你对你师兄很有信心啊。不过你这样的举动，真不怕得罪了这些人？他们可是代表了越国近一半的势力。这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和他们站在了对立面，我苍云不就等同和你站在了一起？月明惊愕，眼前的少年不凡，似乎把一切看得通透。夏兄这是打算助我？也不算，就是他们过于嚣张了，我看不惯。不怕报复吗？你我心知肚明，说句不客气的话，王是感动苍云吗？在虾人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周青羽闭关的山峰外。我师兄就在那坐着，你们是打算一个个去送死，还是一群人一起去送死？叶天意直接愣在了原地，万万没想到，怎么谁都不动，被我师兄吓怂了。不过是个周青羽，真当自己是剑仙不成？别过来！然而就在林家之人临近中央，却只见一道剑气凭空出现，再见时林家之人横飞出去，一条手臂齐肩斩断，身体重重砸落。传闻中周青羽已经看破剑道6重，可刚才那剑气却何其恐怖！莫说剑道6层，就算7层也没有这等威势。什么玩意儿，一招都挡不下来，就这还敢叫嚣？我都说了，我师兄天下无敌，就凭你们这些货色，也配跟他交手？虾人，你不要太嚣张，今天便看他究竟有没有你说的那般惊绝。剑影再起，无剑踏空，挥剑落下时剑气交错，周青羽却坐在那里始终不动，甚至到现在都没有睁开看一眼。小子看见没？就你这样的，我师兄都懒得看你一眼。听我一句劝，认输吧，别把脸丢大了。也是随着无剑踏一道剑气扬起，朝他斩落。接着第二道剑气再次浮现，自虚无而来，如神剑显化锋芒。即便此时他感觉不对，想要退走，却进退不得。那周青羽当真如此强横？自己还没动，却已经让无剑进退不得，难不成真如虾人说的一样？胡说八道！谁知道他借用了什么手段？真当他是什么圣地天骄？你一个人就能扫平我等全部？年轻人们怕了就说，我让我师兄放你一马，别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对啊，为了一点可怜的颜面，把命都丢了，不值得呀。家人，你别为自己的话后悔。岳灵手上出现了一枚方印，抛向虚空，撼动四方，要把无剑拯救出来。可这时整片虚空都翻腾起来，无数剑气瞬间涌现，不知道从何而起。众人还在出神，却发现虾人他们已经退出了100丈之外。不对，这不是周青羽的功法，这是剑劫。周青羽在突破剑道。月明震惊，看向虾人，他根本不是让这群人来比试，完全是让这群人来给周青羽挡劫的。夏兄弟还真是出人意表啊！虾人没有说什么，而是看向了远处。跟他来到这里的可不只是那些人，还有神霄宗元婴强者以及越国各方势力的老祖。在那强力的攻势下，岳灵祭出了无数法器，却也只是堪堪护住自身。无剑身上有着几个血洞，看样子伤势不轻。之前阴阳怪气的女子已是将死之人。
混账！这个虾仁摆明了知道周青宇要渡间谍，这才故意挑衅，把人骗来这里。这是想借间谍提前杀尽对手，简直混账！这少年倒是有意思，如此聪慧也是少见。吕轩道友，这是何意？有感而发罢了。这孽障如此行径，留他不得，今日必杀他。事情起因你自己清楚，是你们那些后辈嘲讽挑衅在先，怪不得旁人。你要是想动他或者动苍云宗，我劝你想清楚。吕轩道友这是要保他，我不会出手干预，只是提醒你们一句，他的靠山你们惹不起，动了他，你们身后的所有势力，甚至整个越国将荡然无存。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如今这个老六终于向师兄坦白实力，却没想到连秘境考官都是自己人。虾仁，你真该死！上前一步者死。可恶，这家伙已经突破剑道7层啊！随着周青宇出手，震慑了所有人，哪怕那些观望的元婴也在心惊。我就说你们捆一起都不是我师兄的对手，你们偏不信，非得要来被暗地上摩擦。岳灵等人再不甘，也只能偃旗息鼓。正当这时，叶清晨匆匆赶来。周青宇再惊艳又如何？叶清晨可是月尊亲传，只要拉拢他，哪怕他和虾仁相识又怎么样，依旧可以压制。叶清晨却直接无视了他们，反倒是来到虾仁身边。虾兄，你没事吧？幸亏命大还活着，你邀请我，给我发请柬，他们说你是混账东西，要教训你。虾仁，你不要胡说八道。叶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不知道是你给他发的请柬，所以才会出言冒犯。如果知道，定然不会。如果知道，他们的确不会，只会让我给拜礼，不给就不让进。叶兄，不是我说，你这毛病得改改，怎么能见你一面都要给钱呢？再穷也得有骨气，不能这样仗着自己月尊亲传弟子的身份巧取豪夺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收拜礼？不是你让他们收的，那他们这是借着你的名义给自己敛财啊！钱自己收，锅让你背，这招属实高明啊！叶兄也不能怪我王兄，他也只是想要结交你，借你的势掌控越国罢了，真的没什么坏心思。岳灵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他这兄弟逮着机会就把他往死里踩。不必再说了，今日之事我就当不知道，不想听到再有下次。夏兄实在抱歉，实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人心叵测，不是谁都如我这般心性纯良，这不怪你。今天的事我须得向师尊禀报，稍后再来拜会。虾仁，你够黑的，把人骗来给你师兄挡劫也就算了，还这么坑人。怪我了，是我招惹他们的吗？你好歹是个元婴强者，这么蹂躏晚辈，一点节操都不要了。还是有一点的，要是没有，现在我面对的就不是你，而是一件王级法器以及100万灵晶了。不过看样子是时候向大师兄展示一下真正的实力了。洗心革面，不害人了。你猜？2天半之后，王朝大战拉开了帷幕，各方势力齐聚，争夺可怜的30个名额。虾兄，你参加大战，想来也是要拜入神霄宗，而我欠你恩情，本来应该帮你达成所愿的。可是宗门择选，为的是传承不衰，我身为月尊弟子，该以身作则，不能坏了宗门规矩，所以还请原谅。叶兄，若你真的这么做了，倒是让我看不起你了。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自该鹏程万里，心若凌霄。如果以这种方式进入神霄宗，那不去也罢。是我肤浅了。倒是有一件事想麻烦叶兄，我大师兄周青宇看样子应该能进神霄宗，我还有个师妹也在神霄宗，你也听说过，以后劳烦你照顾一下他们，别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一定尽心护持。叶清晨离开，虾仁2个师兄来到他面前。周青宇一直有很多问题想问这个小师弟。2位师兄，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我也不瞒你们了。其实我一直有所隐瞒，你们看到的并非我的真实修为。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小师弟不仅仅是眼前看到的这样，就连叶弥天都惊讶了。这家伙终于良心发现，不再当老六了。其实我已经修炼到巨灵9层，还修成了3层剑道，再有2年就4层了。叶弥天哑然，他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这家伙的腹黑程度。师弟，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故意要做出那些假象，让人误会？师兄，这你就不懂了。大师兄天生剑仙，2师兄天资无限。我要是再有什么动静，实在招人妒恨，怕给青云峰引来不必要的灾祸。2师兄不在宗门倒还好，要是牵连大师兄怎么办？没想到师弟竟然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大师兄别说了，这一次你肯定能进神霄宗，以后全看你了。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简直了！连自己的师兄都被骗，要是什么时候老天看不下去，他被雷劈的时候牵连我怎么办？想想都觉得危险。紧接着，灵光自天而落，化作一条路径通往那一道门之后，自此王朝大战正式开始。
我都有点同情他们了，要在这遇上你这么一个怪物。怪我喽。也是，不过我不太理解，神霄宗何德何能，竟然可以让你来参加择选？比他强大的势力不计其数，哪怕是圣地古教你也入的，来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有屁快放！虾仁，看你的样子，对许多事都不了解，不如告诉你一些事情，帮你挣一份机缘，帮我一个忙。阿坤，你又想利用我干什么？不是利用，而是交易。我告诉你隐秘，替你挣机缘，你给我找一些疗伤的灵药，如何？莫非你想和我合作，假装把你卖了，拿到灵晶以后再把人干掉，黑吃黑？与此同时，在这片空间之中，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那里，他仿佛能感知整片空间，他是这片空间的掌舵人。九姑娘，白江执事，我奉命前来询问事情进展。让师叔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交代的事情我定会办妥。苍云宗的3人我会盯住，不会出问题的。那就好，有劳白江执事了。虽说此事违反规则，冒着风险，哪怕被其他3尊发现，会保下你的。随着少女离开，他当即开始查探，神识扫过周青羽、叶天意，在他们周遭留下了烙印，唯独检测不到虾人的存在。不是还有一个吗？人呢？难道已经被淘汰了？可这才多大一会儿？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当别人在秘境举步维艰的时候，这个老六不仅偷袭了执法者，还名正言顺当上了秘境考官。只要是自己人，全部无伤通关。这里恐怕要淘汰超过1半的人。神霄宗的考验还真邪门，我以为王朝大战是打打杀杀，提着刀进来乱砍就行，结果却是这种无聊的考验。夏兄，这么巧，我进来以后就一直在找你，也是运气才碰上。找我什么事？还是因为之前那件事，我那位王兄以及吴健等人心怀怨恨，不惜代价也要在这里杀你。为此暗中请动了很多人，只要杀了你，就能得到10万灵晶。我这么不值钱，才10万，不过还是有劳岳兄挂心了。都是朋友，客气。而且他想杀你，我们已经算是盟友了。既然是盟友，要不我们联手？你给我10万灵晶，我帮你掌控越国，以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你照拂一下我苍云宗如何？我操！你帮我掌控越国，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这是10万灵晶。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先去参赛吧。月明苦笑，原本想着结伴而行，对方却收了灵晶就让他走，怎么看怎么像诈骗。这年轻人很干脆，能成大事。这钱都赚，你很缺零食吗？不缺，我能救你。还是之前那句话，我帮你寻一场机缘，事后你帮我找些疗伤的灵药。什么机缘？你知道圆珠吗？你要灵石多半是为了修炼，而圆珠蕴含着大量的天地灵气，可以让你修行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如果卖出，亦是一笔不菲的灵石。你有这种好东西？我没有，可这里有。圆珠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它很难炼制，且价值不菲，能够储存大量的灵气。正如你所在的这片空间，一切运转都是圆珠在供给力量。这里与那些秘境不同，这里的空间是创造出来没多久，还没有诞生规则秩序，需要力量供应来维持运转，因此需要圆珠。你能找到圆珠在哪？这个不难，我习过空间之道，能够找出大致位置，而且大概率拿到圆珠不会有多难。他们不会设下过多的阵法护持，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你这种人来到这里。什么叫我这种人？我哪种人？这还用人明说？在出发之前，有件事你得清楚：神霄宗则图，每个空间都有一个掌舵人，往往是元婴以上的强者。我们需要快，尽量不被他发现，否则有大麻烦。一般情况，他在圆珠附近，也只有在附近才能掌控事物变化。随即按照叶弥天的指引，虾人如同满级大佬进入新手村，在别人看来重如山岳的压力，却像是不存在一般。白江执事此刻正在感知所有人的进度。这个周青羽还真是不简单，竟然已经越过了第4重考验，难怪会被上面盯上，倒是出人意料。还有那叶天意，虽然只是宁元7层的修为，却也坚韧不拔，天资也是不同寻常。就是那个虾人，可能真的刚开始就被淘汰了吧？不过留下的人还是太多了，看来得增加一些难度了。什么玩意？嗖一下过去了，感应错了吧？虾人这边已然来到圆珠附近，刚想靠近，发现掌舵者已经有所察觉。怎么回事？方才明明感觉到了气息，然而几乎同时，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出现在身后，随之巨大的力量袭来，当即两眼一黑，直接把他给震晕过去。他就是掌舵者。要论心狠手辣，还得是你虾人。神霄宗负责甄选的人说拍就拍，不过元婴2层的执事，结果愣是没扛住你的一击。要不直接斩草除根，干掉他吧。他和你什么仇什么怨？此时眼前之人周身光辉缭绕，下一刻直接消失在跟前。
此处空间有着庇护，他出了问题，和之前被淘汰的人一样，主动传送离开。糟糕，他要是出去，回到神霄宗喊着人来，那还了得？不用担心，他们想要进入这里，路径和你们不同，需要从宗门才能踏足。这里距离神霄宗很远，等他回去也得一段时间。那就好。不对啊，阿坤，你怎么对神霄宗这么了解？难道你是宗门的守山神兽？我配！区区神霄宗也配让我去守杀？随着掌舵者的消失，虾仁轻而易举便取得圆珠。行了，得赶紧走了。你夺了圆珠，没有了力量供应，所有的考验很快就会消散。神霄宗的人一来，肯定会清查。不急你说，还有时间，我先让甄选结束再走也来得及。就你这样的，舍得消耗圆珠里的灵气？你说掌舵人能操控这里的变化，你知道怎么操作吗？你疯了！少废话，告诉我怎么做。这种地方会有一处阵法，只要踏入阵中便能操纵，成为掌舵人。可是如果你想加快进度，消耗的灵气会更多，你舍得圆珠被抽嘎？没事，我用法力。用法力供应去操控这一切，我从来没听过，恐怕几名元婴联手都未必供得起这方空间。原本因为圆珠移位失去了力量供给，众人前行的阻力减少了很多。结果还没高兴多久，那些阻力却再次涌现，而且比起刚才更加狂暴。整片空间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一切都处在了虾仁的掌控。只要心念一动，自己人完全不受到影响，甚至比起之前的难度还要更低一些。很快，他找到了月明，之前可是收了他的钱。抬手间，月明身体动了，身边所有的阻力考验瞬间消散，整个人直接被掀飞起来，一瞬间跨越重重山岭，飞到了最终那片区域的边缘。我这是通过考验了。叶弥天在一旁感受着他身上源源不断涌现的法力，竟真的撑起了这片空间的运转，没有丝毫衰竭的迹象。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与此同时，被传送离开空间的白江在月国中猛然惊醒，大事不妙，得赶紧向师叔汇报。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和师傅的首次见面，竟是差点将对面揍成了粽子。空间之中，虾仁搅弄风云，一切随心所欲，整个比赛被他增加到了地狱级的难度。大哥，你悠着点，你就不怕天下大乱吗？人又不会死，怕什么？再说哪乱了？不管怎么变能扛下来的，到底还是那几个人。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你苍云宗剩下的3个人都到那片区域了？肯定是因为他们天资卓越呗。你是真不要脸！除了周青羽外，不管是叶天意还是柳倾城，几乎没费什么劲。都是自己人，帮一下怎么了？这不是应该的吗？对了，阿坤，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法器？我怕神霄宗突然来人，我们也得有个准备不是，不然会显得很被动。不用担心，照刚才的情况来看，你在这里基本上无敌了。这空间酝养出的时间不长，最多承受元婴2层，不会有太强的人来。就算来了，也只能压制修为，否则空间崩开，谁也没好果子吃。而且照刚才看，元婴2层压根不是你的对手。与此同时，神霄宗内一座秀丽的山峰之上，一名中年男子坐在那里，在他身后有一名少女站在一边，正是之前进入空间的九姑娘。师叔，大事不好了！白江，发生了什么？我被人砸晕，扔出了空间，而且对方出手很快，我当时根本来不及反应。那苍云宗的人呢？应该都还在。好，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尊上在笑什么？此番也是天助我也，事情还是自己办才最放心。男子说完，抬手结印，一股空间波动显化，眼里满是金芒，似乎因为白江被扔出了空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去探查。碎了他的印，一条空间通道浮现，男子敛去了身上气息，将修为压制，自信从容地迈进了那条通道，朝着那片空间而去。有人来了，我能感受到这次来的人很强，哪怕压制修为也让人压抑。我也察觉到了。思索了片刻，虾仁旋即黑袍加身，再次隐匿起来。不对，圆珠呢？他来不及多想，当即抬手注入法力。没有圆珠，那些重重考验将会失效，就算片刻也耽搁不起。也就在这时，只见一片阴影朝着他袭，男子抬手便挡下了功法。不知道为什么，虾仁在见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缕细微的熟悉感。看来白江也是这样着了你的道，可惜你遇上了我。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又是一拳，男子竟然被一拳打飞出去了。紧接着不断的剑气落下，即便男子法力充盈，肉身也强横，还是被死死压制。老小子，你还挺抗揍。大胆狂徒，我乃是。闭嘴！混账！今天你会付出代价。声音那么大干嘛？想用声音吼死我？就当虾仁想要靠近的时候，一道流光横过，落在了男子身上，随后彻底消失不见。这就跑了吗？应该是被你打晕，被送走了。
不过该说不说，这老小子还挺抗揍，竟然挨了这么多下才晕。你是真的凶残。别怕，我刚才试过了，在这里他们好像真的打不过我。刚才那人的修为必然元婴之上，是一名实打实的强者，你就不怕惹上大麻烦？都把人打成那样了，谁能罢休？你觉得我去告诉他是我干的，他信吗？原以为一切就此平息，结果虾仁却始终不安分。就在此时，他划过长空，来到了一处空间之上。刚才操控阵法，我对这空间大致有了了解，这里应该就是界壁了吧？你这家伙又想干什么？我想砸穿界壁，你看啊，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下次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除了这里，还有很多的空间，我想多带点土特产回去。随着虾仁出手，一种令人窒息的力量蔓延开来，就在界壁上，生生被他砸出了一道裂痕，并且裂痕在一点点蔓延，朝着四面八方扩散。我也不贪心，我就取走3枚圆珠，拿到3枚圆珠就收手。毕竟这一次36国一同甄选，整整36个空间，我取3枚应该不过分，多了也不太好。不过就在这时，虾仁的胸前一道印记显化出现，印记一旦被点亮，符文显化，便意味着他通过了考验，成为了最终的30人，通过了神霄宗的甄选。我操！不对啊，掌舵人被我拍翻，来人也被送走，莫非被人发现，又来了一个掌舵人？我想起来了，你将法力注入了祭台，加快了进度，本来是够了，可那人来到之后又注入了法力，那些人没能扛住，被送走了，所以你成为了最后的第30人。与此同时，越国之中，男子被送了出去，想要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自己竟然被人打成这样，连手都没能还一下。师叔，您这是？你敢说出去，别怪老子不客气。师叔。白江不敢多想，退到一边，男子则纵身离开，他要赶回宗门，重新进入空间。不管是谁，你都给老子等着，不扒了你皮，我跟你姓。不过他也的确心惊，刚才对他出手的人很不简单。秘境中此刻生出了变化，一道苍老的声音响彻四方。甄选结束，尔等自此便是我神霄门下弟子。虾仁挣扎着要击穿界壁，去到另一处空间夺取圆珠。那是神霄宗的法令所化，你一旦违背，会被察觉，你做的事就全都暴露了。我的圆珠啊！随后他的身体被流光包裹，所有通过的人纷纷朝着一处汇聚，去到了外界。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不被所有人看好的虾仁却入选神霄宗，瞬间引起了各大势力的不满。殊不知这个老六脚踢秘境考官，甚至自己的师傅也被他揍成了粽子。神霄宗王朝大战正式结束，一共30人入选，苍云宗4人竟全部入选。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虾仁这个混子居然压哨进了。自然，苍云宗这一次出了4个，整个越国前所未有。难道这就是老祖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一个名额的原因？可这是为什么？洛天本以为自己女儿入神霄宗就能逃离虾仁的魔爪，如今弄巧成拙，真怕下一次再见自己直接喜当外公。怎么回事？里面发生了状况，有贼人扰乱了秩序。听到这话，四方哗然，神霄宗也没有任何避讳。虾仁挑眉看了一眼，还以为又要一个个排查，结果只是盯着空间。毕竟没有谁会觉得他达到了元婴境，还能把白江以及那名男子打一顿。不过也因此，吴剑、岳灵等人提出质疑：凭什么他虾仁能通过，还请神霄宗给出一个答复？莫不是他动用了什么手段？我不服，还请详查。他能有什么手段可以瞒过神霄？洛宗主，你自己应该清楚，他虾仁算什么东西，也配通过甄选？还是说你苍云宗用了什么手段，怕被人查出来？他算什么？不是你说的算。无论如何，现在的结果是他通过了，而你没有，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技不如人，怪得了谁？又或者虾熊运气好呢？你不服？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莫不是因为你不成？如此维护，难不成真有什么？岳灵，今时不同往日，你要是还想活下去，就注意你的说话态度。至于无界，你无量剑宗是要与我为敌。随着岳明成为神霄宗弟子开始，似乎已经有了定论。装都不装一下，有性格，我喜欢。不过这种时候明知道有问题，宗主还是义无反顾的替我说话。看来以后晚上下手可以轻一点了。正当众人出神，叶清晨出来主持公道。诸位，事情已经查明，空间之中出了状况，难度增长，出现了混乱，与在场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此事就此作罢。既是出现了状况，那便该给我们一个公平。就因为运气好，让一些人鱼目混珠，我等不服。对，还望神霄宗给我们一个交代，岂能让一些鱼目混珠之人如此猖魔？一些乌合之众纷纷响应。闭嘴！尔等这是何意？是要声讨我神霄不成？你们以为自己是谁？为了你们再在场，真当自己有着地资，我神霄非得将你收入麾下不成？目光下，王都彻底沉寂，谁也不敢再多说，生怕触怒了眼前之人。而且就在某个瞬间，虾仁察觉到白江看了自己一眼，竟然暗中松了一口气，就感觉他是因为留下了自己而感到庆幸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尔等准备3日之后动身前往神霄宗。恭喜夏兄，至此我们便是同门了。以后如果有事，尽可来寻我。他不能违背宗门规矩，帮虾人通过考验。可是既然他通过了，自当不让他遭受纷扰，这是他的原则。同时，他的话也在警告着许多人，震慑那些背地里使阴招的家伙。夏兄，恭喜！虾人不知道怎么回应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说实在的，他还真不想当选。宗主，你能不能和神霄宗说一下，把我逐出宗门？我还是想回咱们苍云。你当神霄宗是菜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初逼我来，现在不让走，这不是欺负人吗？你即使有这般运气，便好生的去，于你而言也未必是坏事。如果半年后你没能通过考核，那就回来。什么考核？新建弟子半年后会有一次考核，不过关便会被遣回。看你这样多半也是通过不了，你就当出去历练半年吧。那就好，宗主，我们半年后见。你个混账，还没去就已经打好退堂鼓，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可洛天打心底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前途，至少比待在宗门要好。若是有什么奇遇，虾人也不是不能龙腾九霄。其实神霄宗对你而言才是更好的选择。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不朽圣地引荐你，必然有更广阔的天地，何必要留在这小小的越国？天地越大，危险越多。从古至今出现过的天骄无数，多少妖孽死在了修行路上，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风头太盛，圣地也未必能护住。可换句话说，若是畏首畏尾，修行为何不去一路挥洒，怎借先路辉煌？我求的是长生，并非辉煌。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那就如你所想。不过按照约定，我帮你得到圆珠，你该给我寻一些疗伤丹药。去买太贵了，我给你练，省钱又安全，不过得记账。随着甄选结束，白江拿出了传音符，将事情告知那名男子。师叔，越国甄选结束了。这么快？宗门已经进去核查过，里面出了大问题，事态很严重，圆珠丢失，甄选混乱，而且有一处戒壁出现裂痕，险些破开。不出意外，应该是那个人做的。他要砸穿戒壁做什么？暂时未知。师叔，还有一件事，苍云宗有4人通过了考核，青云峰的那3个全都通过了。那就好。师叔，您为何如此看重？那周青羽的确非凡，以后成就难以估量。叶天意资质也不错，可宗门内并非没有。至于那虾人，你无需多问，而且我进入过空间的事不能向任何人提及。我现在就往宗门赶，有什么事等见到我再说。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没想到老六的师傅居然是神霄高层。本以为会上演师徒相认的感人戏码，可虾人却想着再将这杀千刀师傅胖揍一顿。神霄宗的收徒大会几日后开启，若是能被传说中的神霄4尊看中，那就真正脱离泥潭一飞冲天。虾人对此毫不关心。虾兄，这位是末影长老。长老有事。虾兄，长老此来是为了收徒的事，有些事想与你商量。收徒商量，这长老是瞎了吗？竟然看上了我！小友，不妨与你直说，月尊看中了你师兄周青羽，想要收他为徒，你看可好？这是好事，长老应该去问他，找我是为何？虾兄，不瞒你说，我们已经问过了，青羽兄不愿意拜师，在神霄宗拜师则徒是双向的。青羽兄不想拜师，除非把你们师兄弟3人一并收归门下，否则他不愿意。没想到这种时候了，大师兄竟然还想着我。虾兄，宗门有规定，每个人收徒数量有限，所以我能理解。我现在就去劝劝他。末影意外，原以为他会以此要挟拜入月尊门下，不曾想这少年竟然如此深明大义。不急，你师兄来此之后关键有感，闭关了，先别去打扰他。末影2人告辞之后，随即洞府之前又出现了个陌生男子，神识感知那是一名40来岁的中年男子。等一下，这不是之前空间中被我暴打的家伙？难道我的身份被他发现，来上门寻仇？不对啊，我记得当时挺丑的，又黑又小又瘦，怎么现在？这老家伙在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你是虾人，周青羽小师弟的那个虾人。是，你是哪位？又是找我师兄的吧？果真是你，跟我走吧。你是谁？要带我去哪？男人感受到了虾人的警惕，当即上前来到身边，抬手间朝着肩头落下，一股力量涌入身躯，在他的眉心处，印记化作的符文再度生出变化，一抹赤色随之显化。虾人暗叫不好，这是要探查他的身体。一念及此，他当即挣脱。就在下一刻，虾人一道声嘶力竭的呼喊刺破黑夜：“来人呐！救命啊！杀人了！”附近的人都被惊扰，许多长老一直蹲守在这里，就等虾人去劝说周青羽，怕被别人捷足先登。大胆！何人敢在我神霄宗放肆？
对我宗门弟子出手，活腻了不成？神，站出来，老夫灭了你！想要收周青羽的人不少，全守在附近。听到这一嗓子，直接窜出来7、8个。可当见到那名中年男子时，众人震惊。眼见情况不对，虾仁下意识又往后退了2个山头。参见战尊，神霄4尊之一的战尊。难道说我之前是把战尊揍了一顿？诸位免礼。不知这少年如何得罪了战尊，竟让您对他出手？我几时说过他得罪了我？再之，我若出手，他还能活。也对，那战尊深夜至此事，收徒。就是这一句话，所有人却纷纷露出了诧异。战尊竟然要收徒，而且还是收这少年。战尊，此举是否不妥？收徒大典还未开始，您这……战尊，一切都该按规矩来。月尊已经……少废话，让月尊来与我一战，胜过我便让给他。莫影脸色也生出变化，世人皆知4尊之中，战尊的战力恐怖，哪怕是最强大的神尊也不愿意和他交手。既然如此，那为了公平起见，就等收徒大典开始，征求他们的意见吧。不必麻烦，你们想要周青羽，却不愿意浪费收徒名额招收虾仁，可我可以满足周青羽的要求，将他们3人一并收了。而且我已经打下烙印，虾仁已然收归我门下，你们来晚了。战尊，你如此心境是否太霸道了？不服，我打到你们服。战尊是要以武力镇压我等，当真一点道理都不讲。道理？好，那今天我就同你们讲一次道理。事已至此，我也懒得废话。他们3个乃是我外出时候收入门下的弟子，现在他们拜入了神霄宗，归入我门下，有何不妥？卧槽！战尊顾千钧是你的师傅？我怎么知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就见过我师傅一次，而且还是10年前，我当时就8岁，鬼记得他长什么样。战尊莫要开玩笑。知道你们不信，天意可在。师傅，我终于找到你了。什么鬼？师兄是被收买了，还是被夺舍了？虾仁，他真是你师傅？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没见过他。虾仁呐，我走的时候你还小，记不住不怪你，可我真是你师傅。师弟，快来拜见师傅。我都当自己师傅死了，现在说那是我的师傅，开什么玩笑？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真的，那战尊是我的师傅，岂不是之前打的也是？事情错综复杂，一群人不知所措。虾仁此刻也想起了老祖说过的话，说自己在神霄宗有天大的靠山，难不成真的是这样？与此同时，周青羽感受到师傅的气息也出关了。师傅，所见所闻，虾仁现在不得不信，眼前这人就是自己那个杀千刀遭雷劈的便宜师傅。可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你们还有话说吗？既然无言，便回去告诉神尊，我的3个名额满了，收徒大典便不去了。虾仁，过来，就走了。虾仁不愿，下意识的又往后退出了一段距离。师弟，跟师傅走吧。二师兄，你是不是受他胁迫了？还是大师兄被他下了禁制？你在胡说什么？他就是师傅。小师弟，走。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仅是看了眼残缺的卷轴，便领悟了师尊穷极半生未达到的境界。虾仁，过来啊！我真是你师傅。师弟，这是怎么？这件事怪我，我把他带回宗门以后就离开，从来没管过他，都是你大师兄把他带大的，是我愧对他呀。师傅，究竟是怎么回事？2年前你去了呢，怎么成了战尊？说来话长，我本来就是战尊，后来受了伤，神魂受损，记忆丢失，被苍云老祖救回，就留在了那里一段时间。收了你们3个，后来想起了什么外出云游，突然有一天被召回，花了2年时间才恢复了部分记忆。要真是有心，之前怎不见去寻？现在来这跟我讲鬼故事，凡间话本子都不敢这么写。其实我去找过你们，不瞒你们说，你们所处的空间中有一名掌舵人，名为白江，他算是你们的师兄。因为身份原因，我不能公然动手，因此让他庇护你们。可后来空间出了问题，一名贼人将他打出去，而且他盗走了一件重要之物，还试图打碎空间壁垒。除了师尊被虾仁揍出去的事被省略，其他基本对得上。原来当时你打的是你师傅啊，缘分真深呐！闭嘴！好在你们都来到这里，从今以后我为你们护道，再无人敢欺你们半分。我也会好好补偿虾仁，教导他修行。原本还在不忿的虾仁，在听到补偿时，眼里眸光生出变化。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如果钱到位，也不是不能原谅；如果钱比较多的话，也可以没有原则的。
随后，顾千钧带着他们来到一座洞府前，对三人这些年的修炼情况有了大致了解。青羽，没想到没有人督促你依旧达到这个地步，为师很欣慰。虾仁眼看他那欣慰的表情，就一阵无语。为了周青羽这点事，他这些年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不过你师弟，师傅，夏师弟与平日看起来不同，其实他已经到了巨灵9层，而且修到了3层剑道。当年我遇见你师弟的时候，他还是7、8岁大的孩子，又黑又小又瘦，还有点丑。没想到现在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郎。嘿，你才又黑又小又丑。其实当年你师弟的天赋很非凡，还未修行便一身空灵，数十经验，这些年独自成长，能够这个地步实属不易，也怪我耽误了他。以后我必然好好教导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想和虾仁单独聊聊。你我师徒，我已经从你师兄那里了解到你的事了，不用再担心，以后只要有我在，天大的事为师替你扛着。你先别和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之前说好的补偿呢。好，不管你想要什么，为师替你寻来，就当补给你的拜师礼。那我要10枚圆珠。圆珠需要稳固空间，整个宗门都没几颗，我说10颗，1颗也给不了你。那算了，不为难你了，那就给我1000万灵石吧。闻言间，整座道场一片死寂。1000万灵晶，岂是玩笑？你不是战尊吗？这点积蓄都没有，不是你说的想要什么都行吗？阿拉，你早点休息吧。不是，我是认真的，没有1800也行啊，难不成500都没有？100也不是不可以。没想到你小子对自己师尊下手也挺黑的。不过他既然是你的师父，那你也不需要回越国了，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庇护。之前听过一些名头，可他真的有这么强？而且之前你不是看不上神霄宗吗？在你们眼里，神霄宗是一方庞然大物，可放在整个南域，他的确算不上什么，有的是古教圣地。不过顾千钧不同，很少有人愿意招惹他。这一夜，虾仁都在修炼，别忘了他身上就有一颗圆珠，达到元婴2层只是时间问题。小师弟，随我走。昨夜师傅说，今天让我们去挑选适合自己的经文术法。随后三人来到师尊的私人藏宝阁，这里有着成百上千卷经文，最低也是0级上品的功法，其中不乏王级，甚至存放着神级功法。周青瑜也感到心惊，看着手里的冲虚剑经，1度失神。虾仁更是一口气挑了大罗剑经、明经、赤炎天功3本神级功法。也就在这时，虾仁见到了不远处的桌案上摆放着一卷卷轴，看那样子时常有人翻看，他不由上前，发现这经文并没有名字，内容更是繁奥晦涩，隐约间好似有大道秩序交缠其间。这是一卷了不得的经文，只可惜只是残卷，并不完整。这是我偶然所得，只有上半篇，虽然非凡，却错综复杂，并不适合你。以你现在的境界，挑选一部王级下品最为合适。等以后结单再换其他。如果这里没有合适的，你可以带上令牌去藏经阁挑选。那是战尊令牌，持令牌可以在宗门内随意行走。东边那座灵山也是我的宝库，你有什么需要自己去取。如果没有，拿着令牌去宗门藏宝阁拿，没人拦你。此时应声，虾仁回到之前的僻静地盘膝而坐，脑海里自主回忆着刚才的经文。随着经文运转，炙热的温度在经脉中游走，一抹古老的气息出现，充斥在身体中，映照着每一寸血肉。这是太阳古经，太阳古经位列上古10大经文中至人族2部起源古经之一，其价值无法估量。虾仁随即闭目沉思，陷入了顿悟状态，一点点的揣摩观测着这卷经文。某一瞬间，有一缕古老的道韵流淌而过。刚走出藏宝阁的顾千钧，仿佛触碰到了那一缕道韵，眼中一惊，豁然来到经文附近。哪来的太阳道韵？难道是我研习太过，生出了错觉吗？可这里只有虾仁，总不会是他吧？毕竟那是人族5金，我都研习的吃力。虾仁一个巨灵境的小修士，而且只看过1遍，又怎么可能领悟？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仁刚拜入战尊门下，宗门就传出他是战尊私生子的言论。之前是我为难这糟老头子了，原来他真的很穷，整个宝库才30多万灵石。就在刚刚，虾仁洗劫了师尊的藏宝库。你师父也是，你不想认他，非要勉强。现在好了，引狼入室，尸干抹净还未嫌弃，就不怕我把你那些事昭告你师尊，让你没地方藏？看来你最近不仅膨胀，还有点健忘，不记得你发过的誓了。你是要断子绝孙，还是天打雷劈？话说回来，这糟老头子肯定还有小金库。顾千钧这时正巧回来，只见他英俊儒雅的脸上带着几分凝重，身上还带着伤势。
他不是战尊吗？怎么还这么狼狈？怕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人家和他拼命吧？平日里的虾人倒也平静，毕竟没人敢来顾千钧的地盘上闹事。这般少年郎着实罕见，但是看着也赏心悦目啊。要不你跟我走吧？你是谁？你可以唤我月尊。我允许你踏足了马，出去。哼，战尊这是作甚？你昨夜毁我大阵，闯我道场，击杀我圈养多年的风灵兽，我还未与你计较，你倒是先不让我进门了。切，杀了就是杀了，你想如何与我战一场？我并非来寻仇，战尊何必这般态度？这月尊的性子真软，要换成是我，早和这糟老头子拼了。总感觉这两人有事啊。如果她是传说中的那个女子，或许就能说通了。你或许不知道，当年你师父曾是名动南域的天骄，力压同辈，多少古教向他抛出橄榄枝，只要他愿意，圣地也可入。可最后却选择来到了神霄宗。然后呢？我听长辈说过，她似乎是因为一名女子，所以才舍弃了更好的去处，来到了神霄宗。看那月尊的态度，或许是她。这不就是个冤种吗？不过照你这么说，他应该是爱惨了，又怎么会张嘴就要和人干一架？会不会是月尊始乱终弃，抛弃了你师父，所以因爱生恨？有道理，只不过有一点让人疑惑，要是被抛弃了，潇洒离开不就行了？怎么还要留在这？莫非是爱恨交叠，纠缠不清？两人有着什么羁绊？甚至说有了个孩子，所以……虾人，你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那个孩子就是你？我去你大爷的！只是猜测，你不是说你是孤儿，无父无母吗？万一月尊生了你，然后把你丢了，你师父找到你，所以才要收你为徒。死鸟，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拿你去换灵晶！一人一鸟吵闹了一会儿，远方的月尊终于开口了。我来是为找周青羽，你以前没有弟子，现在周青羽便是你的首徒。按照规定，你该带他前去洗礼认证，日后也需要让他代表神霄宗前往战场，争夺疆土。和你有什么关系？用得着你提醒？好，那就说说点和我有关系的事。我想让周青羽与小星结为道侣。月尊首徒穆小星，没想到月尊竟然是来结亲的。此事我会征求他意见的。有件事还得提醒你一下，因为周青羽的出现，恐怕会有人不乐意了。把你这小徒弟给我吧，我十分喜欢，反正你留着也没什么用。你现在还可以体面的离开。无趣，少年郎，若是在你师尊门下待腻了，就来找我，我那可比这里热闹多了。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啊！家人，明日收徒大典便会结束，后日藏兵山脉开启，所有新进弟子都可以去挑选一件兵器，切莫忘了。师弟，走吧，该去藏兵山脉挑选兵器了。大师兄不去吗？师父已经给师兄选了一柄利剑，他便不去了。临近藏兵山脉，一道倩影出现，来人正是之前虾人放海送进神霄的柳青城。师姐看起来容光焕发啊，莫不是给我找了个姐夫？从小虾人没爹没娘没师傅，除了周青羽，就柳青城经常来看他，两人感情也还不错。拜入战尊门下，都敢打趣师姐了。师姐说的哪里话？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要是真关心我，那以后可就换成你照顾我了，别让别人欺负我就行。那是自然，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让老头子去灭了他。交谈之际，又一道身影来到了这里，来人正是叶清晨。叶兄，多日不见，可还好？我得知你拜入了战尊门下之后，就来找过你几次，只是没见到你。不可能啊，我就没离开过，你是不是走错了？主要是我不敢去战尊道场。言归正传，两位，随着你们拜入战尊门下，青羽兄便是战尊首徒。有什么不妥吗？原本没有什么，可之前战尊一直没有收过徒弟，因此首徒之位空缺。而神霄宗对于四尊的首徒有着大量的资源倾斜，因此灵尊的二弟子便一直顶替着那个位置。现在位置被归还，只怕他会心生怨恨，尤其那本就是个心胸狭隘之人。名额本就不是他的，现在只是物归原主罢了。他鸠占鹊巢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不满？先别急着谢，还有两件事。还有，我们仇人这么多吗？差不多。你还记得之前与我一起的赵欢吗？不管是赵欢还是之前的赵阳、赵静，他们都是灵尊赵公明的后辈。灵尊的二弟子就是赵阳的亲弟弟，而赵阳死在了苍云宗。这么巧？还有更巧的，看守藏兵山脉的就是灵尊二弟子赵荣。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是他看守？藏兵山脉本就是灵尊负责的地界，外部有大阵守护，因此里面只有一名元婴长老和赵荣看守，你们恐怕会被他为难。虾人当然不在意，反正赵荣不到元婴，大不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干掉他，一把火烧干净，死无对证，谁也不知道谁干的。至于还有一个元婴，听说是元婴4层，我打不过就把阿坤放出来，2打1还拿不下他。
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原本藏兵山脉只允许带走1件的地兵，这个老六硬是将整个山头薅秃了，而且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嫁祸他人。你们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不管找没找到契合的法器，都得退出来。山脉内部，目光所及，无数兵刃法器散落四方。在远处，一柄雪亮的天刀插在不远处山巅，刀芒阵阵，冷冽而霸道。天呐，这是什么神仙地方？这么多好东西，越国各宗门拿来当正宗法宝的东西，这里却烂大街，任人挑选。此时，一名青年站在远处山巅，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的俯瞰着虾仁，眼里的敌意竟丝毫不加掩饰。不出意外，那多半就是赵荣了。二师兄，快看！看什么？你看那个人像不像一条狗？虽然隔得很远，但赵荣却听得真切，知道说了什么。师弟慎言。二师兄啊，这里和苍云不同，到了神霄宗，你也得适应一下这里了。适应什么？你师傅可是战尊，一个人就能大战灵尊和月尊，神尊来了都得挨2下，这样的存在谁不怕？拿出你的气势来！你从哪听来的？你没听说过吗？果不其然，即便虾仁的话满是挑衅，远处的赵荣依旧没有动。算他识相。很快，众人开始四散开来，各自找了个方向寻找契合自己的武器。按照外界所说，兵器属于双向选择，你看得上兵器，兵器也要看得上你。王八看绿豆，对眼了才能取走。而虾仁仅仅是释放一点隐藏的气息，那些法器当即发出清明，一个个欢呼雀跃，就连王级法器都放下了矜持。原来我这么受欢迎，那就把你们全带走吧。别傻了，带不走的。你以为这些宗门傻？让你们想带多少就带多少，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光练气算了。不是说双向选择吗？你看他们都想跟我走，那又怎么样？出口处有法阵，你带走超过1件，自然有人会知道。我看未必。小黑，我感觉你挺傲娇的，还有点急事愤俗的感觉。不过只要我想带走，便没人能拦住我。血灵镜也能入神霄宗，倒也可笑。不过他那位师兄的确惊艳，一来便占了你的位置。那又如何？我的东西可没那么好拿。这下人也是可恶，知道你无法对他出手，便如此挑衅你。黄口小儿，就算有顾千军护他，也要付出代价。你想怎么做？山高水长，慢慢来。现在先给他一些惩戒吧。虾仁这边也找到了一柄王级上品的长剑，也不是没有神级的，不过在更远处的山脉，那里压根就不让靠近。算了，就他吧，将就着用2年，等修为提升再来也不迟。可是就在他触碰到长剑想要拔走时，无形中出现了一股力量牵引着长剑，根本无法拿动。怎么回事？看不上我？长剑发出轻鸣，不断和他共鸣，显然剑是愿意走的，只不过有一股力量限制着他。看来有人在捣鬼，故意针对你。随后一道身影站在那里，正是赵荣，他镇守在此，他的手里一块令牌握在其中。就凭你还想拔走王剑？今天你1件也别想带走。你可以仗着战尊当众嘲讽我，当然也能借令牌搞鬼，反正没有证据，只要不承认，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哎，这个傻孩子非要自己作死，哟呵！忍不住要出手了吗？少年人应当如此。只要你展现自己的修为天赋，保证整个神霄宗都会把你供起来，谁也不敢找你的麻烦。阿坤，你这么期待干嘛？又不是没见过我出手。说实话，我挺期待世人见到你的天赋修为时会作何反应。人生在世，何必苦苦相逼，冤冤相报？这一次我忍了。虾仁也不再多说，收回目光，转身朝着另一处走去。看样子他也不傻，不过现在才明白，已经晚了。可就在他回头的一瞬间，身体周遭一片法力袭来，落在四周，他的身体猛然被禁锢，无法动弹了。随后更是被隔绝在一片空间，感知彻底和外界隔绝。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谁说没有意义？方才那把剑当即挣断了无形的羁绊，长剑入手。你把它禁锢在那，为了这柄剑？谁说我只是为了这柄剑？在他疑惑的目光下，只见虾仁一跃而起，落在了一片山腰处，抬手间法力卷动，抓起一件法器直接塞进了炉子里。诸般兵器与他共鸣，走到哪收到哪，不管是灵兵还是王兵，一股脑的全都倒进炉子。你这家伙是打算洗劫藏兵山脉？放眼看去，这座山上兵器原本不少，却被他生生薅秃了一块。直到那名元婴朝着这里靠近，虾仁才适时收手。他们手上有着令牌，能清楚地感知到兵器数量。随着虾仁的消失，萦绕山巅的法力也散去了。赵荣恢复了行动。谁？哪个王八蛋？路过的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完全不知道这是发什么疯。
你这边怎么回事？刚刚有近40件法器感应不到了，哪怕是被那些弟子取得，只要不离开藏兵山脉，数量便不会少。可现在已经追寻不到任何踪迹，不好，出问题了！赶快去禀报！丢失了这么多法器，这不是一件小事，要是宗门追责，会出大问题。你这是打算让他给你背锅？那不然呢？谁让他为难我？当然，也就是我心闪，换个人来，他早死了。别说我没提醒你，出口有大阵存在，炉子在这里有用，可是踏入大阵，他也无法顶住探查，终将会原形毕露。没事，我有办法。虾人心念一动，一卷卷轴出现。没错，那正是苍云图。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人仗着师尊的威严，不仅没有被揭发偷取法器的行为，反而还坑了灵尊一件王级兵器。这是什么？一卷普普通通的法器罢了，现在大阵应该探查不到了吧？阿坤也自诩有着阅历，见过不少神器，可这图卷给他的感觉比起那些神器还要可怕。虾人，你从哪里得到的此等法器？我站在那里，他从天而降，直接砸我脑袋上。我站起来之后就被我捡回来了。你不想说便算了，何必这样戏弄我？这样拙劣的谎话骗得了谁？不信算了，时间快到了，该准备出去了。以虾人贪得无厌的性格，哪怕收走了这么多法器也不会罢休，可以光明正大的取走一件。可这家伙怎么两手空空？走出山脉，众人需穿过眼前这处阵法，身上每一寸地方都会被检查得干净。随后，虾人等人被传送至藏兵山脉入口处，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异常。与此同时，入口早已聚集了一大波人，顾千钧也来到了这里，生怕两个徒弟有什么事。赵荣究竟是怎么回事？藏兵山脉法器丢失近40件，其中有着6件王级法器，一件少说几十万，但是这些便是价值200多万灵石，还有30来件灵级法器，又是100多万灵石。我不知道，我站在那里，突然有一道法力禁锢了我，那力量很强，我根本抗衡不了。等法力散去，马觉长老已经法器丢失了。马觉他说的属实吗？我持令牌感应，在某一瞬间发现法器的踪迹不断消失，找不到去处，这才发觉出了问题。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法器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还是说你们两个搁着监守自盗呢？丢失了这么多东西，他们作为看守，必然难逃罪责。赵荣，你说凭空出现的法力禁锢了你，能做到这一步，那出手的人至少是结丹8层，甚至元婴。可整个山脉除了我们在场弟子，连一个结丹都没有。马具，赵荣最后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再不说实话，便交由神尊处置。这时赵荣猛然看见了人畜无害的虾人。是他，都一定是他虾人搞的鬼！我除了动用令牌对那些法器落下羁绊，针对过他之外，再没做过任何事。一定是他怀恨在心，因此盗走法器来陷害我。他当时的确挑衅过我，说我今天一件法器也带不走。说着，他摊开双手，确实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莫影脸色很难看，整个宗门谁不知道他虾人是撞大运进来的？再者，照着赵荣的供述，虾人可是受害者，这么诬陷受害者，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可那赵荣还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长老，一定是他，快调查他！来人，将他2人镇压，带去神尊面前。等等，来人正是4尊之一的灵尊赵公明。赵公明摆手，他伸手间将莫影手上的令牌收了过来，探入神识开始查看，再探寻着山脉中的每一处。灵尊如何了？还是没有寻到。既是如此，那我等便押解2人去见神尊了。不必去惊扰神尊，将他们放了。此事我会负责到底。给我3天时间，我去追寻真凶。如果找不到，所有损失我来赔。我操，400万眼皮都不抬一下，真有钱呐！既然赵公明这么说，他们也不想得罪这位灵尊。这样的话，3天后再来叨扰。站住！无形中一股威压席卷而来，朝着4方压落。莫影等人心头一沉，生出不好的预感。我已经担下所有责任，战尊还有什么不满？你担不担责关我屁事！刚才那小畜生已经说了，他滥用职权，针对我徒儿，不让他取走法器，导致我徒白跑一趟，这件事还没了结。众人噤声，看向顾千钧时心中一颤，他们竟然有些期待战尊和灵尊对峙。战尊以为该如何？道歉认错，赔偿法器。好，我赔他1件法器。说着，他的掌心一闪，一杆黑色的长枪浮现。突然间，一声轰鸣炸响，顾千钧当着无数人面抬手崩碎长枪，无数碎片横飞击穿山体。
一件0级法器便想打发你当我顾千钧的弟子是什么人？拿王级上品来！王级上品，战尊胃口未免太大，就算赵荣不扰，他能拿得出王兵来？我徒儿有逆天之姿，不说王兵，神器也拿得。好，我给你。一个紫金色的葫芦出现，稳稳当当悬在了虾人跟前。又白嫖一个葫芦。赵公明收回目光，看向赵荣，认错，道歉。对不起。赵荣咬牙，身体都在颤抖，仿佛承受着天大的屈辱，眼底的恨意根本无法掩饰。围观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就在下一秒，一个巴掌直接扇在了赵荣脸上。顾千钧，你欺人太甚！欺你又如何？记住了，打的不是你滥用职权，而是你针对我的弟子。再有下次，我灭你一族。你若不忿，大可出手，我随时奉陪。若你惧怕，可以去请神尊，我不在意与你们一战。可若是再敢动我弟子一分，我掀了你们全部。我们走。一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战尊究竟有多强，竟连神尊都不惧？岂止是不惧，他要是发起疯来，太上长老都能拖出来打一架。整个南域南部的那些宗门听到顾千钧的名字，哪一个不犯怵？战尊的威名传得这么远，现在去拜师还来得及吗？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如今这个老六居然在研究易容术。灵尊对虾人依旧怀恨在心，准备趁其外出将虾人斩草除根。日后不管任何事、任何人，哪怕是面对神尊还是宗门那些老不死的，都不要怕。谁若动你们，我平了他们山头。叶天意觉得师傅和之前有点不同，虽然以前也很霸道，却也没霸道到这种地步。会不会太嚣张？用不用低调一点？不用低调。师尊，我感觉你和灵尊是不是之前就有仇？一个跳梁小丑还不配与我结仇。我以前懒得和他们计较，往后若是敢动你们一下，神尊来了都要灭他。师尊，既然看不惯他，不如直接平了他的道场。看他那样子，宝库里应该很富足。傻人，看来你个小家伙也挺记仇的。这不是怕他在背后耍阴招，针对你吗？你也不用撺掇我了，想杀他也不容易。我若动杀心，月尊、神尊必然会出手阻止。动静太大，那些老不死也会被引出来，的确不容易杀他。不过你既然对他的宝库感兴趣，找个机会，等宗门里没那么多人，我试试。虾人眸光一闪，这话说的太让人心动了，心里还隐隐生出了几分期待感。你们去休息吧，你要是不喜欢这葫芦，自己去宝库里挑。如果你们觉得修炼太枯燥，也可以在宗门里找个差事做，一直埋头修炼也不好。是师傅。有看管要田的差事吗？这个就算了，以前在苍云宗干的那些事我也听说了，缺什么去宝库拿就行，不用再这样做，我供得起你们3个。似乎有这么一个师傅也挺不错的。沉寂片刻，虾人回到了自己的洞府。虽然这次受了一点委屈，不过收获颇丰，7件王级，32件灵级，加起来也是400多万的巨款。还好来了神霄宗，不然这么多灵晶上哪去找？之前还担心元婴难修，现在有了这些东西，别说元婴，化虚都指日可待。现在就等找个机会把这些全卖了。随后就见虾人径直来到了宗门藏书楼。你师傅那里明明有许多经文术法，无不精妙，还省得你挑选，为什么还要来这？来到神霄宗以后，我觉得以前学的东西不够用了，得研究一下更高级的东西。你的觉悟倒是挺高，懂得与时俱进。我也见识过许多术法，对许多大宗门的东西有着见解。你想学什么，我可以为你参谋一番。你说神霄宗有没有那种改换容貌，连亲妈都认不出的那种术法？阿坤陷入了沉思，片刻，虾人还真找到了一本名为《掩天诀》的卷轴，那是专门改换自身容貌的秘术，连同气息、体型都能一并变化。可惜修炼难度很大，需要一些珍稀罕见的材料配合修炼。唯一的缺点是，一旦改换了容貌，下一次变化依旧是这样。想要再改，需要一株幻形草，这种东西太难找。不过这趟没白来。收集完秘术需要的材料，虾人美滋滋地回到了洞府，开始着手修炼。如果说真让他修成了这类的术法，那以后他就可以顶着另一张脸行走在世间。一想到这里，小黑当即毛骨悚然，仿佛遇见了一个祸害冲进修仙界，游走在各大宗门之间为所欲为。家人，有件事和你说一下，明天我要带你大师兄出去一趟，大概半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你有什么事就去找白江或者吕师恩，你安心待在宗门。我回来以后正式开始教导你修炼，将之前欠缺的慢慢给你补回来。正好找个地方突破去了。随后找到叶清晨了解了一下情况，要了一张地图便离开了宗门。灵尊，下人离开了宗门。因为之前那件事，他也被赶出了那里。藏冰山脉的一切事宜全都交由月尊管理。
他倒是会给自己找死路。只要虾仁待在宗门里，我的确没有任何办法。可是，一旦离开宗门，灵尊，那现在你去吧。宰了虾仁，我很期待顾千居事后的表情。打不过顾千居，怎么着也得杀个徒弟出出气。而且他死了，宗门外便是死无对证，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只是突破小境界，便引动了传说中的99道雷劫。马爵等人前来寻死，虾仁被迫展示实力。为了不被人打扰，虾仁再度远遁3000里，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深山中。正如阿坤所说，圆珠里蕴含大量的灵气，换算成灵石足足有着60万还要多。不过他也没有着急突破，而是运转太阳补金。然而相当于60万灵石的灵气依旧没能让虾仁突破，无奈虾仁只好拿出家底。顷刻间，灵石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突然，1丈粗的雷霆径直砸在了虾仁身上。他不是突破小境界吗？怎么还有天劫？原本银色的雷霆交错化作了9色光辉。这是9色雷劫，别说他只是突破小境界，哪怕许多天骄渡元婴劫时，也未必能引来这么强大的天劫。喵的，太欺负人了！不是修炼折磨我，就是雷劈，贼老天，你劈死我算了！话音响起，原本已经退散的雷云，愣是挤出最后一道雷光劈在他的脸上。欺人太甚！来，接着劈，劈死我，小爷不活了！你个贼老天，总有一天，你给我等着，早晚。最终雷云还是散尽了，只剩虾仁还在那里，浑身被劈得外焦里嫩。不过他也成功踏入了元婴2层。突破元婴2层，花费已经超过150万。想想后面突破需要这么多，把我卖了也不够啊！与此同时，马爵与一名中年男子正朝着这里靠近。马兄跟丢了虾仁，不去找他，为何要往这里来？就在那边，刚才有人在渡元婴天劫。这有什么稀罕的？我曾听神尊讲到，提过天劫一说。刚才那人渡的并非结丹他入元婴的天劫，是小境界的天劫，而且还是9色雷劫，所以必然是个罕见的天才。将他招揽回去，归入灵尊门下，便是如虎添翼。要是能把这样一个绝世天才带回去，必然能将功补过。有人来了，还是你的熟人，你还不跑？我查过了，就2个。今天心情不好，嘎个人泄愤。那可是2名元婴4层，实在不行，你一个，我一个。两人议论了一会儿，那2人也在此时来到了这里。虾仁，这么巧，在这都能遇到，看来他也是在附近被天劫吸引来的。不也好，斩了他，再去找那名天才也来得及。赵公明没来，杀你还需要灵尊出手。越阶一战，我还是第一次。越阶一战，听你的意思，还想负隅顽抗？阿坤，你看着点，我要是打不过，你记得出手，别把他们放跑了。元婴4层，你没问题吧？没问题。小黑倒也果断，经过这段时间养伤，虽说没有完全恢复，出手多半也没问题。也就是在这瞬间，马爵豁然而起。这小子身上有鬼，全力出手，别给他机会。看着那厮手里的玩意儿，虾仁皱了皱眉，竟然只是0级上品，当即他有些不满。在我面前耍什么剑啊？刚才在这里渡劫的是你，不对，若是你，那藏冰山脉的人也是你。你竟到了元婴，我们走。去哪？说罢，无数剑气纵天而起，斩断了所有退路，封住了整片区域。你这修成了9层剑道。哟呵，果然是禁气。虾仁，没想到你隐藏得如此之深。藏不藏的，讲这些。你破不开的，不如你我讲和，放我离开，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任何人，从此之后互不相扰，如何？你是觉得我傻，还是觉得自己太聪明？看来不用全力是不行了。什么？这还不是全力？这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就在下一刻，漫天剑气哗然而起，剑气流转，诸天轻动，一股浩荡的威压席卷而来，在所有人眼里化作了一条巨龙盘踞。剑气化形，这怎么可能？能够修成9层剑道的，无疑不是万中无一的剑道天才。9层之上便是剑心通明，可剑心通明之上还有剑气化形，已然是传说中的境界。不要，虾仁，别杀我，我脱离灵尊，奉你为主。我要你有何用？
哎，高估他们了，应该施展到剑心通明就够了。你竟修到了剑气化形，多少前辈大能穷其一生都未必能触及的境界，你这么年轻就达到，还是个人吗？家人离开宗门后，来到了一座城池中的酒楼，点了一桌子菜。你们听说了吗？罗元山脉开启了。什么罗元山脉？就是500年现一次的那个地方。据说那里曾经是一位神灵的道场，死后化作了秘境，里面奇珍异宝不计其数，有着那位神灵的毕生收藏。对，我也听说了，而且传说还有神灵传承没有背的去。我祖宗一位长辈说过，神灵死后有时候会留下本源，那东西可以逆天改命，一旦得到一飞冲天也说不一定。整个南部许多大宗门都已经赶去了。若非我修为不济，定要去那里为自己博一份前程。如果想去，也不无不可。罗元秘境有27重山脉，虽说谁都能踏足，看似讨不到便宜，可是每越过1重山脉，修为就会被压制1分，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什么意思？最外围的山脉能容纳化虚9层，可是随着不断递进，化虚9层踏入第26重山脉，也只剩化虚8层。一旦到达最后1层，所有人的修为便只剩结丹1层。都是结丹1层，未必没有机会争一份机缘。吃饱了，不再吃点了。这么大一桌子菜，一个人全吃了，也不说给他弄2盘。这叫什么话？我来这又不是专门来吃饭的，我是来打探消息的。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罗元秘境正式开启，南域所有势力齐聚一堂。虾人使用异人术，势必要将这里搅得天翻地覆。嘿，穷逼，2个人就能凑出10几万灵石，就这还是神霄宗的长老，镇守藏冰山脉，贪污了这么多年，就这点身家，活着也是浪费空气。吃饱了骂厨子是吧？虾人，你实话跟我说，你现在究竟什么实力？元婴2层啊，你看不到。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你的剑道。话行啊，阿坤，你问题怎么那么多？不如你直接拜我当大哥，随便交个1800万的学费，我什么都告诉你，传授你剑道都可以。你当真愿意传我剑道？我虾人，人送外号诚实可靠小郎君，岂是浪得虚名？只要给钱，不出卖灵魂，其他什么都可以。当然，如果你要我出卖灵魂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那是另外的价钱。我要你灵魂干嘛？不过你想要多少灵石才肯教我剑道？那就要看你想学到什么境界了。如果我想到你这个境界呢？不是不行，主要是看天赋，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修成的。如果只是剑心通明的话，花点时间应该不难。话说那罗元山脉是时候该走一遭了。你不是怕危险不去？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少年热血，自当鹏程万里，披荆斩棘，不畏艰辛，怎么能贪生怕死？再说了，那里可以压制修为，不用担心被那些强者碾压。只要这家伙去的地方永远不会太平，不出意外又要有一批人遭殃了。随着他们踏过2000多里的路途，远远见到一片又一片绵延的山脉浮现，一阵阵的神光涌上虚空，神性的力量充斥着天穹。这就是罗元山脉，死了的那个神境是不是叫罗元？之前你没听他们说吗？这片山脉本就叫罗元，只是那位神境强者作化在了这里，化作了秘境。我就光听他们说里面有机缘，还有神灵本源什么的。也罢，这些不重要。阿坤，你不太对劲啊！要是换成平日，你早对我冷嘲热讽，然后瞎逼逼了。今天怎么异常的温和？就因为想和我学剑道？对，阿坤没有犹豫，直白的让人意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阿坤，我对你很失望，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并且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就算你态度变好了，收你的学费也不会少，严师出高徒，你这个道理应该懂吧？你想说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反正零食1块都不能少。我从未见过如此视财如命的人。人和鸟的悲欢并不相通。对了，那边山脉入口好像围了不少人。只见不远处不知道汇聚了多少势力。神霄宗有几名长老，月尊也站在那里，却不见顾千钧和周青羽。一名老人捻须而立，平静地看着那片山脉。那是天星门，你认识？那是与神霄宗接壤的一方宗门，也是南部的大势力，实力不输你们。等一下，彭族竟然也来到了这里。什么彭族？金翅大鹏一族，他们身上流淌的是上古大鹏的血脉，在南域是一方庞然大物。看你情绪波动挺大的，你和彭族有仇？没有，只是这一族中有一人与我是宿敌，只是不知道他这一次有没有来。阿坤，其实我还挺好奇你是什么品种。
是种族，不是品种。好，你是什么种族？我乃吞天雀，振翅而起，可吞天地9万里。我还以为你就是普通品种的野鸡。对了，阿坤，你觉得青衣剑君和夏日天哪个名字比较好？这2个名字有一点可比性，用得着挑。然而也就在这时，虾仁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改变，身形也在变化，除了保留了原来的熊猫头之外，完完全全的变了一个人。你不是说那个易容术没修成吗？是啊，没有完全修成。那你怎么变坏的？修成了，可以随心所欲，长时间维系。我现在只能维持1天，不算修成。虾仁则是在纠结2个名字，换个身份也得换个名字。之前黑夜狂魔是大家对他的称赞，他个人不是很喜欢，不符合自己的气质，就用青衣剑君这个名字了。夏日天等以后再用也来得及。说罢，虾仁消失。正如阿坤所说，接下来整个罗园秘境必然是腥风血雨。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刚入秘境的虾仁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只因他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就想暴揍彭族最有天资的后辈。诸位，真的没有人帮我这个忙吗？事成之后，我族必然会奉上50万灵石以表谢意，可有人愿意？什么忙，竟然给50万灵石？奇怪的是，周围人非但没有丝毫同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写满了无语，完全不想搭理他。这家伙在搞什么鬼飞机？我看他挺急的，不像搞鬼的样子，而且都没一个人上去帮忙，实在过于冷漠，让人心寒啊！明明就是看上了人家的灵石，非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这位靓仔，敢问你需要帮什么忙？一句话引来了所有目光，那群人纷纷皱眉看向了虾仁。彭族男子见状也有点意外，没想到还有人理他，一时间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这小子疯了，一看他就是刚来的。原来如此，难怪呢。少年人，去寻你的机缘吧，不要多管闲事。我被修士修道炼心，岂能坐视不理？说得好，不瞒小友说，我此次带着族中年轻人来此历练，可这后辈从未出过门。哦，原来是没见过世面啊，所以是打算请人带他去见世面吗？众人诧异，原本还厌弃的神情露出笑容，仿佛就在等着看笑话。也不完全是因为被骄纵惯了，他的心性太过高傲，所以想请一位少年英才去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阴。你的意思是花钱给他买个教训？在场这么多人，没人愿意出手？自然是有，不过我这后辈资质也不错，至今没有遇上对手。在你之前，许多人都失败了，所以只能继续求助，给他一点教训，受些挫折，也好静心修炼。说到这里，任谁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如此啊！如何，少年人，你是否愿意帮我这个忙？看得出来，你对后辈寄予厚望，才会这般费心。我见有脸，自该应你。好，少年之人就该有此风骨。这小子是不是傻？这都听不出来。愣头青一个。说起来，彭族之人还真是阴损，真恶心。你那后辈姓甚名谁？我去给他教训。就在这26丛山脉之中。等我好消息吧。彭九，你何必如此？需要这么证明展示吗？道友这是何意？我可是诚心想给迎风一个教训，省得他骄傲自满，耽误修行。你倒是好手段，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彭族出了个人物。道友，你们的后辈做不到，你也不必恼恨吧。那少年人过于单纯了，不了解情况就这么冒进，看来得吃苦头了。不知是他傻还是狂妄自大，在场这么多人，谁都不信，他还敢站出来，只怕也是刚出宗门的弟子，不知世间险恶。管我们啥事？别得罪彭族，等着看好戏就行。与此同时，虾仁径直来到了第10重山脉。这彭族还真是有意思，这种炫耀方式倒是少见。不要把人心想的这么丑陋，我看得出来，那是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爱，是想让他成才。是吗？现在恐怕那些人已经把你当成一个笑话了。世间安得两全法？既然选择了助人为乐，承受一些流言蜚语也无可厚非，我不在意，灵石只是顺带。你说的对，不过你也要注意些分寸。那迎风是彭族重点培养对象，而且我那宿敌是他的姐姐。哟，看来有故事啊！你们到哪一步了？看你让我注意分寸的样子，何其关切！莫非是你未来小舅子？大哥，你知道宿敌是什么意思吗？因爱生恨成为宿敌的也不在少数。话又说回来，听闻彭淼血肉鲜美，骨骼坚硬，彭宇用以炼制琴扇，更是一件威能非凡的法器。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第9重山脉中，虾仁站在一座孤峰之上远眺。这里将修为压制到了结丹9层，许多人看不出深浅，或许有着原因，甚至有着化虚的强者，也未可知。
道友，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你可知这迎风是谁？小鹏王迎风，道友，你若是为了彭族说的那件事，我劝你不要再找了，倒不如在这山脉之间寻找一番机缘。那小鹏王天资惊人，且极其凶残，年轻一辈无人能及，哪怕是那些前辈高人压制了境界，也在他手上接连吃亏。当真如此？我劝你收手，莫要上了彭族的当。他们假借帮忙之名，实则是为了给小鹏王扬名。看吧，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你偏不信。我信不信的又有什么影响？一重一重山脉的找，太浪费时间了。我得找到什么时候？这里可是神境强者作画留下的秘境，说不得遇上价值远超50万的东西，未可知。教训不是谁都能给的，可机缘这东西，谁得到都一样。最后，虾仁索性也不找了，而是昭告秘境所有人，让迎风自己来第9重山脉找他接受教训。昭告一出，当即掀起了轩然大波。虾仁自然是有狂妄的资本，一旦压制境界，同境界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我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彭族请来的托？看来彭族当真要如愿了。然而虾仁在第9重山脉等了半天也没消息，这小鹏鸟会不会是怕了？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来到了这里。那些消息就是你放出去的？你就是小鹏鸟？那是小鹏王，怎敢胡言？不是小鹏鸟，你来这干嘛？也想花钱买教训？我名宋清，天星门亲传弟子。什么天星部门的？没事一边凉快去。你这家伙，先是挑衅小鹏王，嚣张无度，现在又轻视于我，怎敢如此张狂？我是帮彭族花钱请来教训小鹏鸟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在这不分个什么劲？我与小鹏王相交莫逆，你却口出狂言，如你这般，怎配挑战小鹏王？由我清理再合适不过。原来是只舔狗啊！我说难怪呢。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仁直接暴揍了挑衅的天星门，还以绑架为由威胁他们交赎金。途中虾仁带着新身份再遇大师兄，竟被大师兄当成了世外高人。到底是谁？怎敢口出狂言，这般辱我？你可以叫我青衣剑君。什么青衣剑君？装神弄鬼？不急，等我教训完小鹏鸟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名扬天下，无人不识。扛吗？一时间，宋清挣扎着看向虾仁，没想到自己一招就被制服。如果对方愿意，自己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别怕，我一般轻易不杀生。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生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你要是不愿意回答，我直接搜你的魂也行，也省得麻烦你张嘴。告诉我小鹏鸟在哪？他在第3重山脉寻到了一缕神灵本源，正在争取。难怪半天不见，原来如此。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你是天星门的亲传弟子，如此说来，你应该指点前了。什么意思啊？虾仁抬手直接封了他的法力。半个时辰后，你找人给你的长辈送封信，告诉他们带上20万灵石来，第3重山脉属你。要是不来，我就撕票。我的手段，刚刚你也见识到了。随后半个时辰之后，虾仁故意挑了个人多的地方。天星门的同门见状，恨不得殊死一搏，却在宋清绝望恐惧的眼神里退走了。你还挺识相，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提醒他们，我就算把他们抓了，也会找人送信的。天星门无非就是多准备1点灵石而已，影响不大的。宋清师兄并不差，年纪轻轻已经结丹，超越了无数同辈人，结果还是败了。这不是山脉入口的那个少年人，这么看我怕那小鹏王未必能赢。就在这个过程中，虾仁还故意拖延半个时辰，也是不想让人觉得宋清败得太快。这样的话传到迎风耳朵里不好，怕对方心生忌惮不敢来，这样可就得不偿失了。你为了那点灵石，还真是煞费苦心啊！示众之后，虾仁把宋清扔进了紫金葫芦，而后径直朝着第3重山脉赶去。此时山脉入口那些人还在遥望，他们很清楚神灵本源并不容易得到，这一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历练年轻一辈。长老大事不好了，宋清师兄被绑了。什么叫被绑了？就是被绑架了，有人把宋清师兄镇压，让我们交钱放人的那种。此话一出，四方失神，老者呆愣当场。没想到竟然有人敢绑天星门的弟子，好歹也是雄踞一方的大教，那人怎么敢的？谁这么大胆，敢绑我天星门的亲传弟子？就是先前口出狂言要教训小鹏王的那人。是他，宋清本就是个天才。如此看来，那名少年的确不简单，并且事情闹得越大，而后小鹏王战败他，收获就越大，真是天助我也。他已经放话，让你准备20万灵石去赎人，要是不给，他就要撕票。混账，竟然敢勒索我！现在上哪去找20万灵石？长老这是要去镇压那家伙，救回师兄吗？镇压？你告诉我怎么镇压？你知道为什么外面那么多高手，却很少有人进去吗？弟子不解。
因为同境界他们未必能胜过那些天才，哪怕有着多年的经验，带着法器，结局也未必。我现在去和他讲价，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打不过又没钱，只能去讲价。要是和别人借，肯定能借到，却注定会沦为笑谈。我告诉你一件事，天星门的弟子为了下小鹏王示好，主动去挑衅别人，结果反被镇压。人家讨要赎金，他们没钱，找人借了钱才把人赎回来。很快，虾人来到了第3重山脉，一身修为只剩结丹3层，却依旧没有见到传闻中的小鹏王。本以为宋清骗他，刚想拉出来教育一下，却在虚空中捕捉到了一缕不同寻常的气息。看来他也没说谎，或许是我来晚了。就在临近第2重山脉时，远远的便感受到了一道道剑气冲入琼霄，而且就在那剑气之间，他感觉到了熟悉的剑意。大师兄，他这是在和谁交手？只见半空中2道身影交错而过，男的正是周青雨，另一方则是一名24、25岁的女子，样貌秀丽出尘，也是少见的美人。一道道剑气纵横交织，随着长剑碰撞，鸣音刺耳，星火四溅，刺打到了难舍难分的境地。这2人怎么回事？怎么打得这么不可开交？这个不清楚，是什么风流债也说不一定。风流债，你张嘴就来，他还是你师兄吗？一码归一码，世事无常，我都几天没见他了，他要是变了，也未可知。哼，你以为全都和你一样？你有时间说风凉话，还是想想怎么帮你师兄吧。这女子骨子里透着非凡，你师兄多半要输了。那女子的确不同寻常，剑道惊人，竟有着剑道8层的境界，在这个年纪极为少见。什么仇什么怨，小姑娘出手一点，情面都不留。与你何干？若无深仇大恨，何必咄咄逼人？哼，少管闲事。虾人无奈，要不是他师兄，他就算去逆天，自己也只是看热闹。这位年轻人剑意修成，并非就事摆设，他不仅仅是代表境界，衍生剑气，亦能杀敌。此时放空心神，凝剑一语，手中长剑之上运转经文。周青雨闻言，眉宇间生出些许犹豫，尝试着按照他的说法去做。在衍生剑气的同时，一股力量就此爆发，女子当即被那剑意杀退。多谢前辈指点，虽然这人看起来年轻，却能指点剑道之事，想来剑道修为在我之上。刚才也是一口一个年轻人，小姑娘的，多半是个驻颜有术的前辈高人。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居然想争夺自己嫂子的机缘。虾人和彭族天骄初次交手，没想到竟连对方一招都没接住就歇菜。究竟是谁？为何要阻我行事？青衣剑君，你和他什么仇怨，至于如此不死不休？前辈误会了，我与他为同门，刚才只是切磋，因为一些事他的戾气重了些，并非不死不休。同门切磋？等一下，你不会是月尊的弟子穆小星吧？你认识我？虾人无语，感情是人家小两口在切磋剑道，培养感情，自己这是自作多情了。是我冒昧打扰了，你们继续。站住！你既然出手了，岂是想走就走？那你想如何？你既敢自称剑君，剑道必然不凡，可否与我切磋一番？还是算了吧，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哼，还未交手，怎知我不如你？我也是为你好，要是打击到你，影响到你的道心，那就不好了。可恶的家伙，看不起我是吧？虾人轻叹，装都懒得装了，好歹是自己未来的嫂子，打伤了怎么办？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也罢，那就与你一战吧。随即穆小星施展8层剑意，诸天动荡，四方云动之时，无数剑气瞬间爆发，卷动虚空。反观虾人却无动于衷，抬手间捏起剑诀，一缕剑意显化，当即化作无数剑气，一缕剑意化作一片剑海，笼罩四方，将穆小星困在其中，始终无法踏出半步，就像是一座牢笼一般。剑气化海，这是9层之境。即便是这样，穆小星依旧不甘，眼看着剑海不断收拢，他的手中结印，眉心处一道符文显化，远远望去如同一柄小剑一般，那些剑气泛起赤光，缩小的剑海停下了，双方竟在此刻抗衡，有点意思。呼！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响起，眼前所见，整片虚空都为之而颤。这不是属于他的剑气。紧接着，虾人抬手一动，剑意显化，原本松散的剑海再度凝聚，这一次仿佛铜墙铁壁一般密不透风。这个是传承。什么意思？他身上有着剑道大能的传承，赤色的剑气多半是守护传承的力量。一些强者即将陨落，却又心有不甘，因此会将传承留下，寻找有缘人，想将自己一身手段流传下去。只是这很少见，而且能到这一步的人，必然是极强的存在。
原来如此，怪不得之前月尊会想让两人结成道侣，那是看中了周青羽的剑道天赋，想让两人共同参悟传承。难怪师尊没有直接拒绝，想必他也知道传承的事，想来这传承肯定不简单。这小姑娘气运还真是逆天，这种东西都能得到。你还没他大呢，一口一个小姑娘，年轻人的。再者说，你已然修到剑气化形，还需要传承？这就是你不懂了，需不需要是一回事，有没有是另一回事，不能相提并论。说罢，虾仁也散去印法，剑海缓缓消散。不必再斗了，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不必执着于一时。这一次穆小星也没有再说什么，刚才的局面已经说明了一切，他的确技不如人。多谢赐教。那赤色的剑气是守护传承的力量，用一次少一分，不到万不得已，你最好还是不要动用了。穆小星震惊，他身怀传承的事从未提及，哪怕是在宗门内知道的人也很少，这件绝非小事。紧接着，虾仁又回到了第3众山脉寻找小鹏王，巧的是小鹏王也正好在寻找他。你就是金翅小鹏鸟，就是你扬言要给我教训。对，我受你的长辈所托，特地来教训你，不对，是来给你长记性的。迎风冷笑，他是金翅大鹏一族的天才，资质惊人，身上还流淌着高贵的血脉，的确有狂傲的资本。之前已经不知道败下了多少妄想给我教训的人，其中不乏老一辈的强者。请问你算哪根葱，该如此明目张胆的来挑战我？既然如此，那也别废话了，大家时间都挺紧的，我赶紧教训完你，你该干嘛干嘛去，不耽误你找机缘。附近来看热闹的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本以为金翅小鹏王已经够狂了，却没想到来了个更狂的。那你倒是别让我失望，让我感受一番你所谓的教训。放心，收钱办事肯定让你满意。你要是一直扛得住，我也可以一直打你。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小鹏王动了，眼看着无尽法力席卷落下，好似重重山岳落下，朝着一处镇压。不愧是鹏族天骄，难怪有着小鹏王之称。是啊，如此威势，只怕已经是同阶无敌。这少年要吃大亏了。吃亏又怎么样？谁让他如此狂妄呢？四周言论全都倒向了迎风，哪怕大家都觉得他不可一世，看他不顺眼，也不得不承认，这小鹏王的确非凡，是个强大的天骄。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仁为了50万灵石，不仅当众羞辱了鹏族天骄，甚至还想拔光人家的灵羽炼制法器。看来也就是个不堪一击的挑梁小丑吧。然而待烟雾散去，虾仁居然完好无损。配合你演一下，还真以为自己无敌了是吧？一瞬间，所有人感到吃惊。迎风自然是不服，再度出手，两人身影如同幻灭出现在虚空中。小鹏王的攻伐越发凶猛，看似不断的开始占据了上风，虾仁竟又被击退到了后方。眼见如此，旁人泛起轻笑，这才是小鹏王才对。不过这少年人倒是有点实力，只怕同阶之中很难有人胜过他了。你的确出人意料，同阶能战败你的看来也不多了。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我不喜欢你刚才的那般狂妄自大，终归要你付出点代价，不可能安然退走。你看，刚夸你2句，你又找不着北了。看来你的长辈说的对，的确该给你教训，长记性。此刻一击，虾仁五指凝拳，一道金色的拳印轰然砸落。这一次迎风的灵力不在，整个人被震飞出去。只不过不等众人反应，虾仁却再次来到跟前，抬手压下，再次把人打落虚空。迎风脸色极为难看，没想到自己竟然接连吃亏，一种屈辱涌上心头。是不是受不了这么大的落差感？看来你还是不服，没能给到你教训啊！我发现你是真的扭曲，明明早就可以镇压他无数次，偏偏要放水，这样戏耍他有意思吗？我这不是怕他们赖账吗？你懂什么？我是有职责道德以及操守的，毕竟是要收人家50万灵石，怎么也得尽心尽力才对得起那么多钱，让人家觉得物超所值，随便敷衍一下那能行吗？你的意思就是虐他，尽可能的往死里去虐，最好是虐到他怀疑人生，这辈子想起你都毛骨悚然。话虽然有点糙，不过差不多是这意思。你还没胜，狂妄早了。突然他脚下猛然一跺，虚空竟荡起了一圈金色的涟漪，在他的身上也伴随着金芒笼罩，一股气势不断涌现出来，迎风的力量明显变强了。怎么回事？那是天蓬博楼术，乃是这一族与生俱来的强大神术，传闻中修到极致可搏杀真龙。这么厉害，旁人也感到震撼，许多人更是第一次见过这种术法，却深知恐怖。世间传闻，上古之时，大鹏鸟以真龙为食，便是以此术搏杀，有着难以言喻的威势。能让迎风施展这种术法对敌，足以说明眼前少年人也的确非凡，只可惜应该也是到此为止了。我看未必，你们看那少年哪有一丝惧怕，甚至我感觉他好像还有点兴奋。
迎风起身，身后一道巨大的虚影浮现。天蓬博龙术非同小可，现在是同阶对敌，切莫轻视他。你是第一个能在同阶让我施展此术，当作真龙搏杀的人。这么荣幸。天蓬博龙。小鹏王一声长啸，手中演化杀伐落下，要镇压眼前少年。双方搏杀，鹏影震天，竟生生将虾人震退出去。众人惊呼，眼中满是异彩。这种上古宝烛实在惊艳，有莫名的威势显化。这样也好，这应该就是你引以为傲的手段了。你什么意思？让你施展，就此挫败，这样的教训肯定更好。你的意思是能破我术法？我试试。无数剑气凭空出现，豁然间斩向前方。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剑气斩落，鹏鸟虚影竟在一点点被割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开来，整个人被杀得落荒而逃。小鹏王这是跑了，竟然就这么落败了。跑，今天跑到天边都给你揪回来。他不敌败走，你也达成目的了，还要追他做什么？他要是跑了，彭族不认账怎么办？不要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修到了结丹5层。青衣，你从何而来？此前怎从未听闻过有你这般人物？别问，问了也不告诉你。你知道以后带人去报复，灭我满门，那还了得？我一生光明磊落，从不行那肮脏之事。我彭族也不屑于去做那种事。少废话，今天给完你教训，以后我们永不再见。说完，就见虾人坐在小鹏王身上，伸手不断把人家的灵羽薅了下来。你拔他的毛干嘛？炼制法器啊！听说彭宇炼制的琴扇格外强大，我拔点毛回去试试，练一把出来。你是不是傻？炼制琴扇需要唯一真羽，一头琴类只有1根，而且需要元婴以上你才能凝练出来。你拔这些回去有什么用？你不早说，浪费我这么多时间。不过这次的教训应该是够了。眼看胜负已定，突然一道劈链横空，径直朝着虾人的头颅杀来。随后就见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那里，居高临下，正俯看着他。小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已经败了，何故还要镇压折辱？你过了，关你屁事！莫要仗着几分本事就得意忘形，这世上有的是你得罪不起的人。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人将彭族天骄镇压，可彭族非但一点脾气没有，甚至还要给虾人50万灵石作为奖励。小子，莫要仗着几分本事就得意忘形，这世上有的是你得罪不起的人。老头，说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你有没有照一下镜子？虾人冷哼一声，这里可不是外界，他忌惮的永远只是高境界的强者，同境之中他谁也不怕。七叔，这是我自己的事，哪怕真的战死，也是我技不如人，我自己会承担，不用任何人替我出头。我与你父亲相交多年，怎能见你落难？不劳烦，不管如何我都认。也罢，那就随你。我说让你走了吗？虾人抬手，无数剑气冲霄而起，朝着男子斩落。男子眼中露出惊异，自己竟生生被杀退出去，转眼化作流光，朝着第4重山脉而去。老贼休得猖狂，有种别跑，这仇我记下了，你给我等着。说罢，再次看向小鹏王，着实没想到这家伙倒是有着一身傲骨。一声轻斥，小鹏王被镇压，一个少年人竟然镇压了不可一世的小鹏王，因此聚集了不少人围观。有没有好心人帮我通知一下彭族，就说任务完成了，3天之后就在这里，麻烦让他们进来结一下账。说完便是要带着小鹏王离开，易容术法很快就要失效，得走了。道友等等，你是天星门来赎人的？正是，之前宋清无知得罪了小友，还望见谅。不知我没时间和你胡闹了，灵石拿来，我立马放人。小友其实没带灵石，想来强抢也行，我陪你一战。不是没带灵石，而是没带够。出门在外，着实没有这么多。小友，你看。哦，原来是来砍价的，好歹是一方大宗门，连这点灵石都没有，天星门没落了吗？老者尴尬，尤其是被这么多人围观。小友不要误会，不是没有，是没带。也罢，看你态度还不错，你有多少全拿来，要是差不多就把人还你。老者大喜，赶忙掏出灵石，虽然只有12万，虾人也不想和他纠缠，把人随手丢了出来，转身直接消失在了山脉尽头。这少年太过惊人，小小年纪便有结丹5层的修为，难以想象什么样的实力才能培养出来。也未必是少年，一个18、19岁的少年踏入结丹5层，还修成这样惊人的剑道，未免太恐怖了一些。或许他只是长得比较年轻，或许是个老怪物，也说不一定。青衣剑君之名被人热议，也算得上一战成名。
与此同时，山脉之外，众人始终在观望。短短1天时间，因为虾人的推波助澜，这件事引起了所有人关注。照这么下去，只要迎风战败虾人，那么必将名扬四方。也就是在这时，山脉中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朝着众人赶来。彭族前辈，有何事？可是事情有结果了，不急，慢慢说。前辈，小鹏王战败了。你说什么？战败了？败给了谁？青衣剑君。众人茫然，因为从未听过这个人的名号。唯有月尊眉头一蹙，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穆小星。关于这个人的事，他已经听说了。青衣剑君是谁？就是之前口出狂言，扬言让小鹏王过去领取教训的那人。是他。不过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除了彭九，绝大多数人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恭喜彭九兄了，你心心念念的愿望终于达成了，不值得恭喜吗？对呀，小鹏王受到了教训，以后肯定会潜心修炼，只待鹏程万里，名扬四方了。没想到这少年人还真是言而有信，真的做到了。彭九兄，说起来你得好好去谢谢人家了。谢谢他，真谢谢他。八前找人把小鹏王打了一顿，以后整个南域恐怕都要成一个笑话。那迎风人呢？被镇压了。我只是让他去教训，怎么还给镇压了？他只是说让彭族3天后去找他结账。难道是他怕彭族不给事先说好的临时，所以把人给镇压了？毕竟谁接了这个事不是冲着那50万灵金去的？3天之后，还是老地方，彭九按时到场。不过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公开处刑。没想到你还挺准时的。小友，我彭族迎风呢？在这。说着，虾人从法器里把迎风拖了出来。迎风，你没事吧？没有。我办事你就放心吧，只给他教训，不会伤他根本的。真好，那就多谢小友了。说出这话的时候，彭九后槽牙险些被咬碎了。不用客气，助人为乐嘛，应该的。解开他的禁制吗？那个钱还没给呢。当然。彭九手里拿出一枚戒指，里面有着50万灵石。随着小鹏王解封，仿佛是恢复了生机。青衣，我与你的事不会就此罢休，你我之间注定一战，下一次必定会胜你。以后再说吧，不过下一次要还有这种事，还可以找我，我很愿意帮忙的。那要怎么找你？如果是找我打架那就算了，如果还是这种事的话，你们就直接放出消息，我收到消息就会来。说罢消失在了山脉中，并且朝着最后一重山脉赶去。因为在那虾人感受到了很强的战斗波动，还有便宜师尊的气息。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师尊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秒杀炼神公主的青衣虾人，居然是自己那个曾经被公认废材的徒弟。很快虾人踏入了最后一重山脉，没想到正碰上便宜师尊和那男子对峙。去流沙，你活腻了吗？敢抢我的东西！这是神灵作化地，并非你神霄宗，这东西怎么就成你的了？原来这老头叫屈流商。炼神宫公主，人徒曲流商。炼神宫是南域南部的势力，距离神霄宗很远，却也是一方大势力。传闻炼神宫初建之时，其公主炼了一尊神境强者，镇压教中气运，因此得名。听你这意思，这老东西还挺狠。确实不是凡人，当年他曾一人屠了一座城池的魔修，因此得了人屠的称号。与此同时，屈流商看着手上的金色流光，那正是一缕神灵本源。吴千钧，你费尽心思得这一缕本源，听闻是为了你的徒儿，关你屁事！将如此珍贵的神灵本源给一个巨灵境的废物，你还真是暴殄天物。倒不如让给我，我记你一个人情，如何？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和我谈条件？顾千钧，你当真以为世人都怕你不成？然而虾人看着这一幕，眸光低垂下来，他没想到顾千钧找本源竟然是为了自己。顾千钧对自己徒弟是真的好，不惜冒险来这夺取本源。这老壁灯本来就看他不爽，如今竟然还敢说我是废物，这根本忍不了。虾人一步踏出，速度快到了极致，如流光一般，转瞬即至。老东西，找到你了！还没等屈流商反应过来，一道人影已经来到，一只脚已经踹在了他的脸上，整个人横飞出去。顾千钧也愣在了那里，抬起的手上那一缕本源落在掌心。混账！反应过来的屈流商超级无敌暴怒，可还没来得及动手，甚至都没能多说一句话，直接被一巴掌再次扇飞出去。也是到了此时，屈流商才看清来人，正是之前遇见的虾人。混账！你想做什么？我今天只想打死阁下，或者被阁下打死。虾人再次杀向跟前。这少年人脾气真大。这是有多不共戴天，下手这么狠，刚见面就是一顿暴揍。少年，是否需要我帮忙？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看得很过瘾，也想上手试试这种打法。你帮我盯着点，别让他跑了。老东西，你还真抗揍啊！孽障，你对我动手冒犯，一点不顾后果。干掉你有什么后果？我劝你想清楚，这并非我的真身。你就算仗着这里斩我分身又如何？一味的与我为敌，你会为你还有你身后的所有人带来弥天大祸。不是真身。少年，别被他骗了。虽然只是他的分身，可只要杀了他，他的本体将会重创，修为大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原来如此，顾千钧，你当真要和我为敌？你先出的手，现在和我说这些。再者说，一个连真身都不敢进来的垃圾，也配和我说这些？孽障，你们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代价。他的真身好歹也是化虚强者，只要逃出秘境，届时虾人再也奈何不了他。顾千钧也未必能留下他来。堂堂炼神公主，竟被一个小辈杀得落荒而逃，你倒是把你炼神宫的脸彻底丢尽了。老东西，上次就让你跑了，你觉得这次还能如愿吗？此时天空中一柄巨剑落下，瞬间侵入他的身躯，斩断了他的生机神火。声嘶力竭的声音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那可是一位化虚境的强者，现在却被人吊打，到现在为止甚至没有还过一次手。这位青衣剑君究竟是什么来头？打完小鹏王又来打炼神公主，太强了吧！大教之主竟然毫无招架之力，这要是等他修为有成，谁还治得住他？青衣，你杀我分身，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事到如今，你还敢逞凶？我不惜代价也会找到你，杀你全部。老东西，你可比我好找多了。什么意思？你还敢杀上炼神宫，斩我不成？你的话我暂时打不过，可你有徒弟吧？他们会走夜路吧？以后出门让他们多注意一点，不然一不小心摔死可就不好了。去刘商眼瞳轻颤，没想到自己竟然反过来被威胁了。行了，老家伙，赶紧上路吧，再拖赶不上投胎了。我先送走你，等我修行有成，再把你真身一并送走，让你们团聚。随后虾人从那炼神公主那里搜了不少东西。自穷逼，就这还炼神公主，身上加起来才70多万灵石，说出来我都替她丢人。顾千钧倒是对这个果敢的年轻人颇为欣赏。战尊何故如此看我？你识得我？在这南域，谁不认识战尊顾千钧？小友倒是客气了。而且我与战尊的弟子也有过一面之缘，算是一种缘分。我的弟子谁？虾人那个小家伙，虽然只是见过一面，可令图却让我记忆深刻，甚至可以说惊为天人。那般样貌，世所罕见，可谓是帅得惨绝人寰，整个人的气度亦是超凡的存在，宛若一尊少年谪仙，至今都无法忘怀。听着这些话，顾千钧沉默了很久，不知道说什么。除了相貌的确无可挑剔，俊美非凡，可其他的和自己那个小徒弟有一点关系吗？难道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各大势力围剿虾人。阿坤展露真身逼退众人。虾人在干掉炼神公主之后，竟然还跑到了第5重山脉大放厥词。炼神宫的人听着，你们的公主已经伏法，被我活活打死了。给你们1天时间，要么来第5重山脉奉我为主，否则等我踏出山脉，便将尔等统统镇杀，一个不留。炼神宫的人立马炸，在山脉中自己绝非对手，谁也没敢去。可一旦出了山脉，势必能将虾人诛杀，带着他的尸体回去。你知道你在这里叫嚣，把人全都聚集在出口，等同于封死自己的路。他们堵我，又没说堵你，你带我出去不就行了？让你也体验一次镇压我的快乐。再者说，他们堵的是青衣，关我虾人什么事？阿坤，要不你再帮我一个忙？说来听听。等会你出去的时候，帮我喊2嗓子呗，就喊神霄宗的人听着，你们的人再敢对我不敬，便不是杀2个人这么简单。你这是想让我替你背马爵2人的黑锅啊？咦，这么聪明，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的行踪一暴露，势必会引来那些人，会有大麻烦，你不怕？你我兄弟讲这些有什么麻烦？我们一起扛。我是那种关键时刻抛弃你的人吗？帮你背黑锅可以，不过之前说你传我剑道的价格，我们得重新商量一下。你我兄弟肯定可以给你便宜一点。这样吧，你突破境界似乎需要大量的灵石，不如这样，你先教我剑道，往后我供你突破1个境界的灵石，如何？你我兄弟成交。可正因为他的果断，阿坤感觉有什么不对，却又说不出来为什么。罗源山脉之外，无数目光凝视着出口，炼神宫所有人汇聚在此，目露凶光，眼含杀意。
我听说公主分身被斩，而且听说被斩之前还被人按在地上打到不敢还手，愣是一点尊严都不剩。只是等了许久不见人来，山脉的灵光也开始收缩，秘境将要消失，却只见山脉中一头巨大的禽鸟振翅而来，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凶厉的气息，弥漫开来，久久不散。这是凶禽？不，这是吞天雀。在听到吞天雀的名字时，所有人脸上顿时露出凝重，哪怕金翅大鹏一族都皱起了眉头。他什么时候来的？之前怎么不见？神霄宗之人可在？道友，神霄宗之人已经离开，你所为何事？告诉神霄宗，若是他们的门人再敢对我不敬，便不再是杀2个元婴这么简单了。事情办完了，赵公民只会觉得是他们招惹了我，所以被杀。你已经洗脱嫌疑，可以安心了。之前的承诺别忘了。知道了，我是那种不守信用的人。说罢，两人返回了神霄宗。就在他来到了顾千钧的道场外，一阵银铃般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虾人一怔，就见一名少女朝着他跑来。虾师兄，你来到神霄宗真是太好了，我又可以经常看见你了。仙灵，我听神霄宗的人说，你不是要闭关很久吗？你竟然知道？若仙灵露出一抹笑意，没想到虾人这么关注他。我提前完成了任务，师傅让我出来放松一下。虾人笑了起来，总感觉这小丫头长不大。虾人，你去了哪里？怎么不在宗门？我出去转了转。胡闹！以后不要随意离开，出了事怎么办？日后再是如此，便要对你责罚了。顾师兄，虾师兄只是出去转转，不用这样吧？听着这话，师徒两人莫名感觉奇怪，对视一眼，越发感到别扭。仙灵，以后你还是别叫我师兄了。虾人，你先随我来。道场外的赵公明见到完好无损的虾人，脸色难看。他派出了2名元婴4层去杀他，不管怎么看都是万无一失。结果虾人一点事没有的活着回来了。大人，查到了，马爵两人招惹到了一头吞天雀，被镇杀。神霄宗还被放出狠话威胁了一番。那2个废物没能杀虾人，居然还招惹到了吞天雀，难道说吞天雀和虾人有什么关系？大人，虾人只不过是一个从贫瘠之地而来的巨灵境小修士，有什么资格请动一头吞天雀出手？我只觉得是马爵他们活该找死。夜色渐浓，虾人坐在了一座山巅，眺望着灵尊的道场，尽是愁容，指尖还握着一枚拇指大小的丹药，上面充斥着浓郁的神性。那丹药是顾千钧带回来的神境本源炼制而成。之前他冲到月尊道场，撕开大阵，捕杀风灵兽，也是为了取精血炼药。这药极为惊人，甚至能改善修士的先天体质。顾千钧为了你还真舍得下血本，凝神丹都能炼出来。我当然知道，这完全就是有价无市，100万灵石都未必能买到的好东西。那你在叹什么？我在考虑这丹药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当然是吃啊！你不想改善自己的体质啊？我觉得我不用改善了，还是给仙灵那丫头吧。也对，你确实不需要了。不过既然有了决策，你在这狼嚎什么？你刚才没听老头子说吗？往后一段时间要带我们去一方神山洗礼。以你的资质，根本不需要洗礼吧？虾人不禁又看了一眼灵尊道场。你有所不知，我看过地图，那处神山附近就是天元城，方圆几万里最大的城池了。那里可以把先前的法器卖了换灵石。那不正好废了你的愿？所以你到底在叹什么？这一次灵尊那个老家伙也去，难得他离开道场，多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可以去把我的龙脉带走。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几天龙气涣散的越发厉害了，晚一天都要损失很多。等一下，你是说想要卖法器换灵石，又想谋夺灵尊的龙脉，结果分身乏术？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人盗取宗门龙脉之时，居然发现了灵尊不为人知的秘密。等一下，你是说想要卖法器换灵石，又想谋夺灵尊的龙脉，结果分身乏术？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不过得花一点钱。要花多少钱？有一种符篆，名为咫尺万里，锁定坐标，催动此物，可以瞬间跨越上万里。这里距离天元城4万里路，你买个8张就可以实现瞬间往返。多少钱一张？大概1张10万灵石。1张10万，往返8张就是80万，抢钱呐！你想好，买了这幅，你就算偷了龙脉，也有不在场证明。年轻人，格局要打开，不要被蝇头小利所羁绊。那可是一条龙脉，价值必定远在80万灵石之上，怎么算你都有的赚。阿坤，你又开始怪怪的了。那能怎么办？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还要你传我剑道，姿态肯定得放低一些。你倒是变得通透了。接下来几天，虾人一直在传授阿坤剑道，毕竟阿坤开出的条件实在过于诱人，那可是整整一个境界的灵石，这比交易时间越长越是划算。
同时，虾仁将凝神丹给了洛仙灵，叮咛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则是假装服下丹药。为了不辜负顾千钧的期待，他也把自己的修为提到了明元境界。半个月后，神霄宗正式准备启程神山洗礼，除了神尊闭关不去之外，其余3尊纷纷动身。一道流光自远处而来，瞬间来到了战船前。太上长老有何事？这丫头非要吵着随你们一同去洗礼，拗不过她，只能让她去。劳烦诸位替老身照顾她一番了。洛仙灵顿时喜笑颜开，一溜烟来到了虾仁身边。原来竟是如此俊美的少年郎，难怪这丫头念念不忘。只是可惜空有一副皮囊，任你风华绝代，100-200年也只是一抔黄土罢了。战船起航，2天半时间，众人抵达天元城。各类势力鱼龙混杂，不仅有大宗门驻扎，还有地下势力盘踞。神霄宗的众人安定下来之后，虾仁就迫不及待地外出了。师傅，就让师弟这么出去没事吗？天元城中不允许争斗，所有踏足这里的生灵都必须遵守这条铁律，否则会触怒天元城主。天元城主很强，很强。虾仁这边也找到了天机阁的分店，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以700万灵石的价格将之前的法器全部售卖，顺便购买了8张符篆，花了90万灵石。做完这些，他重新回到了住处。二师兄在修炼，大师兄去谈恋爱了，师尊也不知所踪。仙灵去外面找我，始终没回来，此时正是最好的机会。说着改换容貌，开始催动符纸，片刻便来到了神霄宗灵尊的道场。道场里有几位元婴坐镇，一旦交手动静太大，恐怕会惊扰四方。不用入道场，准确来说是在道场下，大地蕴养出灵脉，获得机缘，或沾大道，蜕变成为龙脉，而龙脉必然被镇压在地下，也是因为这里的地势适合豢养龙脉，才会出现在这。那要如何找寻那龙脉？镇压龙脉，要么以大阵镇压，或是强大的法器，是有迹可循的，找到源头并不难。说着消失在原地，借助土遁之法没入大地，循着大阵脉络来到了灵尊道场下，一片空旷的石洞呈现在眼前，脚下尽是纹路交织，那便是镇压龙脉的大阵。这龙脉已经呈现龙形，想来之前也是酝养了许久岁月，可惜现在龙气散而不宁，最多还能坚持30多年就会彻底干枯，剩下的元气不多了。丝丝缕缕的气韵流光溢彩，难以估量究竟蕴含着多少灵气。看来那90万灵石没白花，着实不亏。只不过当他刚准备动手的时候，却发现那龙头下竟盘坐着一道身影，样貌不算多英俊，却有着结丹5层的修为。怎么回事啊？难怪之前我看那龙气涣散的厉害，原来有人捷足先登，在这里汲取本源之力。没想到有人下手比你还快，不过就凭他这点修为，能够无声无息的潜到这里不被发现，我也没想到啊。不对，你说之前龙气就开始涣散，看样子他来这里也不是1天2天了。既然没被赵公明发现，恐怕就和赵公明有关。难道是赵公明的弟子？哎，我说阿坤，你怎么能胡猜呢？灵尊乃是4尊之一，为了神霄鞠躬尽瘁，怎么会做这种事？一定是这个贼人趁其不备偷跑进来的。那直接干掉他。我和他无冤无仇，怎能徒增杀孽？这人潜入宗门龙脉，谋夺我神霄宗资产，一定得让宗门长辈对他进行发落。我先把他镇压，以防他跑了。说话间，一片法力猛然落下，青年察觉，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整个人被镇压封禁，武士尽散，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坤看去一阵无言，他大概明白了。这虾人不是转性，而是龙脉被他抽干，要找个人背这口黑锅。如果这个人和赵公明有关，那就再好不过。毕竟龙脉极为重要，哪怕即将干涸，也不允许如此去做。这是以整个宗门来供养一个人，是大忌。虾人也没闲着，来到那人身边若有所思。这人脚下有着一座灵阵，为他汲取引导龙脉之力，只不过他没能尽数吸收，大部分都溢散出去了，简直是暴殄天物。这些天不知道被他浪费了多少，别人求而不得，结果他们摆面前都不会用，这群家伙真是可恶。别人就是暴殄天物，你就是物尽其用是吧？虾人懒得搭理，拿出了那枚圆珠，直接置于阵法上，一时间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其中，反正都只有几十年寿命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虾人，或许你不信，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世间万物凡事都有着因果，你窃取了神霄宗的龙脉，日后终归是要还的，否则因果缠身，终究会对你产生影响。若是神霄危难，我会尽力出手一次，还了这份因果。很快周围的灵气被一扫而空，虾人收走圆珠，转身准备离开。那这个人怎么办？龙脉枯死，很快这里的情况会被发现，有人会来管的。老六每次突破都会引来天道降下神雷，这次更是差点又被9色雷劫劈死。虾人借助符篆行了2万里，
寻了一处孤峰盘坐，身上的气息不再压制，豁然朝着四方扩散。不是，这家伙才刚突破到元婴2层，这才多久？顶天1个月，结果又要突破了，还是个人吗？这叫什么话？我不是人，难道你是？旁人修行，循序渐进，将整个境界感悟透彻，汲取足够的灵气，积攒充盈的法力，才会尝试突破。可你左右不过1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操之过急？我只能说天才的世界你不懂，难怪年纪轻轻便能剑气化形，你的悟性让人难以置信。虾仁并未说什么，而是取出了方才汲取龙脉之力的圆柱。随着这一切发生，他的身体中正在快速的积攒法力，原本将要垂落的晨光被乌云遮蔽，滚滚雷鸣轰然而起。居然又是9色雷劫！随着雷霆淹没这一方山脉，在虾仁骂骂咧咧的声音中，雷霆不断斩落，这些就当是磨练肉身了。骂泪自然踏入了元婴3层。要是不被劈得浑身漆黑，就更惊人了。真的有人可以这么逆天？你是弟子吗？阿坤，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仙子，我来到红尘就是为了肃清世间，还这天地一片清明。虾仁，你总有一天会被雷劈死。您猜怎么着？这次消耗的灵气换作灵石有着300多万，虽然比起上一次翻了1倍不止，不过龙脉中得到的元气还剩下1半，而且身上还有600多万灵石。照你这么说，那剩下的元气灵石也足够突破4层。阿坤，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想我嘎，然后继承我的财产，先休息几天，等哪天皮痒了，我再去突破元婴4层也不迟。第二天，虾仁又恢复了人畜无害的模样，正在天元城闲逛着。远远的赵公明和他的徒弟朝着这里走来。咦，这是发生了什么？怎么灵尊脸都绿了？赵荣捏紧了拳头，原本见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现在更是觉得晦气，遇上这么一个煞星。然而在他们身边，月尊和叶清晨也在。虾兄，今天别去招惹他了。哦，发生什么事了？就在今天，天元城一处店铺里，有人在售卖大量法器。这么大个城池卖几件法器有什么不对？至于这么大惊小怪，莫非是卖的太贵，他买不起，所以生气？不是，那些法器正是之前宗门丢失的那批。哦，我想起来了，是之前在藏冰山脉那个贼人盗取的是吧？不过依我看，那贼人怎么也在天元城，还恰巧在这个时候售卖那些法器，好难猜啊！难怪灵尊脸这么绿。阿坤在一旁听着，差点没忍住。这虾人自导自演，有一套的说。还没结束，灵尊前去打探是谁卖的，店主死活不说，还出言讥讽，双方差点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他被天元城主震折了。月尊倒是平静，反正亏空已经有赵公明补全，和他关系不大，反倒是笑盈盈的盯着虾仁看。小虾仁，我们又见面了，果然是越看越觉得俊俏，后悔当时没有早点下手，被战尊收了去。过来，让师叔好好看看。月尊自重，我还小，再者说我不是那种人。18两，已经不小了。师尊，你收敛一点，还有这么多人呢。师叔看看师侄有什么不妥，倒是你，为师早知道当初就不收你了。什么？要是不收你，位置就能多一个出来，就可以收小虾仁了。叶清晨哑口无言，这种话真的可以当着本人的面说吗？一点都不顾及自己的感受，太伤人了。这女人太可怕了，都一把年纪了，还在讲鬼故事，比师傅还不正经。难不成师尊真的被她给抛弃了，所以才因爱生恨？灵尊冷哼便要离开，现在不想搭理虾仁，结果还没走出几步，只见天穹之上一道灵光落下，这是神霄宗特殊的传讯手段。灵尊这是什么意思？赵公明的脸色由绿转黑。师尊，怎么了？就在昨夜，宗门生出异样，龙脉干枯了。什么？宗门龙脉不是说至少还能维持几十年吗？这就得问灵尊了。神尊前去查看，赵凯正在那里修炼。话音落下，所有目光纷纷看向赵公明，而赵凯正是赵公明的大弟子。这件事我做得密不透风，除了我自己，根本没有人察觉。就算以此供养赵凯，也不会有异常，怎么可能在昨夜就被查获了？灵尊对赵凯的培养还真是格外注重，竟以龙脉元气供养，难怪不来参加此次洗礼。这个混账干了什么？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给宗门一个交代。咦，灵尊的脸怎么又黑了？这么精彩！收子，你……灵尊怒斥，虾仁却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天元城不允许出手，赵公明一旦动了，有的是人制裁他，而且他要敢当面动虾仁一根毛，顾千钧能活撕了他。虾仁，你如此挑衅，当真就如此有恃无恐？瞎了你的狗眼！你问问月尊，我什么时候挑衅过？关心一下灵尊的脸色变化，也是挑衅。面对一个能指天道骂街的人，灵尊他们根本占不了便宜，打碎了牙只能往肚子里咽，很快离开了这里。小虾仁学会仗势欺人了。虾兄，你这嘴还真是一点不饶人。真的，祖上18代，但凡少一代人不是罪大恶极，都不会遇上你。
阿坤啊，既然你遇上了我，看来你祖上也不怎么样嘛。阿坤也不想理他了，自己人都看不下去，再和他待下去，自己恐怕也得被带歪。不过话说回来，神山洗礼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必然是群魔乱舞。只因师父年轻时仇敌太多，刚入神山洗礼的虾仁便要替他承受这份因果，惨遭众多天骄的合力嘲讽。虾仁又是一次夜不归宿修炼，回来被二师兄和师父逮个正着。小师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昨天太晚，我就在外面睡了。小师弟啊，以前你还小不懂事，师兄不说你，可你也长大，是时候把心思放在修行上，那些地方该少去了。虽然年轻，也得节制一下才是。还真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话说，是不是得给他物色一个道侣啊？不是我干了啥？怎么这些人都这么不纯洁？其实也不是不让你去，只是洗礼快开始了，这次来了许多势力，大部分年轻时和师傅结怨，怕对你暗中下手。师傅人缘这么差，怎么到处都是仇人？你师父年轻的时候蓝玉无双，风头无两，许多人曾和我争锋，均是大败。有些人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所以这次就想从我徒弟身上找面子。话虽如此，师傅不是徒弟说你行走江湖，还是得收敛一些，人缘太差总归是不行的，以后注意些的好。虾仁沉稳的像个长辈，差点给顾千钧说成了孙子。就你的人缘也好意思说别人，说的好像你的仇人很少似的。准备一下，过2天就开始入神山。不过好在元婴可以踏足，宗门长老会跟随。如果不想挨打，就躲在后面。有什么仇先记一下，以后修为上来了再去报。如果实在忍不住，我去揍他们的长辈一顿，给你出气也行。2天半之后，天元城外，各方宗门汇聚一地，眺望等待神山开启。灵尊站在那里，身边有着数人聚首。赵荣似乎也继承了自己师父的优良传统，和各方势力的天才打成一片。各位，那位就是虾仁，进去之后你们可要帮我照顾一下。虾仁感受着周围人异样的目光，虾仁碰巧看见了天星门的宋清也在其中，一脸欠揍的模样。这小子好嚣张啊！好了伤疤忘了疼。不时，各方势力之人相互对视一眼，顾千钧、岳尊、赵公明以及那些势力的强者纷纷出手，滔天的法力席卷苍穹，天地轻动，风云失色，也是随着他们出手，神山动荡，化作一条路径指引着所有人，就好像打开了一道门户。众人在宗门内的元婴长老带领下，朝着神山入口踏进。我原以为是什么神奇的地方，隔多少年才出现一次，结果却是一群化虚境的强者强行撕开的。这原本是一处秘境，乃是神境强者所留，为的是给后人洗礼用的。可惜宗门覆灭，这里也成了无主之物。什么？所以外人每次进去都需要强行打开？倒不是强行打开，而是你见到的这些势力均分此地，合力设下结界，每次需要多位化虚才能开启。这样说，你能明白吗？明白了，就是说人家宗门灭了，大家想独吞，不让其余人沾边，所以用结界把这里围起来，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是这意思吗？莫云哑然，这话说的好像没什么不对，就是听着怪怪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宗门该不会是你们合力灭的吧？家人啊，这些都不重要。进去以后，因为你师父的一些原因，你很可能会被针对，你就跟着我或者其他长老。随后众人纷纷动身，倒也没有什么前后之分，毕竟每个宗门都有着自己的固定区域。在神霄宗各方长老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处山谷前，眼前所见，一口口淡金色的池子呈现在眼前，能够淬炼修士肉身，使其蜕变。每人一方池子，各自修炼。你们开始洗礼，我等推到洗礼之地外等待。若是洗礼完成，可以四处转转，这里时常会有一些机缘。如果出现问题，来找我们。可是切记，此地不可杀生，否则将会生出异变，后果不堪设想。说完，莫影、白江等人纷纷离开。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洗礼，他们退让，还说不能杀生，是不是想说你们可以互相争，但是不能打死人？对，目的是为了磨砺弟子。原来是这样，难怪师傅一点不担心我的生命安全，他也不早说。虾仁目光扫过那些池子，毫不犹豫地挑了一个最大的坐了进去。赵荣原本朝着这口池子走来的脚步停顿了。看什么看？想要啊！虾仁，你给我等着！既然元婴都退出去了，我便出去转转。去吧。随后虾仁试着将池水里的物质汇入身体时，竟发现效果比起灵石还要好上许多。难道是上天开始垂怜我了吗？也就是一念之间，虾仁几乎在一瞬间抽干了整个池子，他是一点不浪费，剩不下一滴。一时间他起身看去，那些个池子在他眼里仿佛在发光，感觉简直不要太美妙。忍住，毕竟是同门，无冤无仇的，就这么直接抢也不太好，出去转转。临走时看了一眼周青宇几人，想起了自己师父差到没朋友的人缘，留下了已经有着结丹6层的傀儡。
只不过走到半路的时候，虾仁却又停下了脚步，眼里多了几分纠结。不对啊，我和那些人也无冤无仇的，直接去抢，我成什么了？如果这样做了，我和那些狡诈恶徒还有什么区别？可要是不抢，对得起自己的修为吗？然而就在这时，远处有人朝着这个方向而来。宋清师兄，我们不如等洗礼完再去，来得及的。等洗礼完还去个屁！早就人走茶凉了。他们又不会跑。他们是不会跑，可盯上他们的人太多了。你是不知道当初顾千钧得罪了多少人，这一次又有多少人下了死命令，要揍他的那些弟子一顿，找回面子。顾千钧就3个徒弟，去晚了就被人揍完了。此时闻声，虾仁呆愣在了原地，神识朝着四方落去，发现朝着那里赶去的不止天星门的人，炼神宫也在朝着那里赶，天道宗也有人靠近。这些人竟然想对我的师兄图谋不轨，实在太过分了，必须给他们一点惩戒。谁能想到，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随着这些人的来到，掩盖了虾仁为数不多的一点良知，一场惊天阴谋也开始酝酿。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这个老六故意激怒各大势力，来掠夺自己宗门的资源，然后苟在后方将各大势力的资源洗劫一空。虾仁眨眼间已经来到了天星门的洗礼地，由于那些人都去围困自己师兄了，所以眼前只有寥寥几人在洗礼。忽然间，虾仁化作青衣的模样，盘坐在了半空，直接演都不演了。所有池子的灵液朝着他汇聚，化作磅礴的灵气涌入身体。不好，有人出手掠夺，快把师兄找回来！咦，你们洗礼完成了，那剩下的也不要浪费，这样很可耻的。洗劫完天星门的物资之后，虾仁重蹈覆辙，将炼神宫洗礼地也洗劫一空。大胆狂徒，你怎敢来此掠夺？找死不成！你什么你？你们公主面对我的时候都没你声音大。虾仁没有多说什么，随即收手朝着下一处奔赴。与此同时，那些人围聚在了神霄宗的山谷外，莫名的力量阻碍了他们，就连声音都无法传进去。该死，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顾千钧预料到了这事，留下了后手？不对，那虾仁压根不在。可恶的赵荣，这种情况竟然没有提前告诉我们。现在根本无法进入，想打那师兄弟3人也得等之后了，还是先回去洗礼，完成之后再来吧。可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却见到自己的同门朝着这里飞奔而来。你们不好好洗礼，来这里做什么？师兄，刚才有一个人来到了那里，卷走了所有池水。什么？那你们跑出来，不是等于拱手相让了吗？师兄，那人法力极强，我等自知不敌，所以只能暂时撤退。族兄，我们炼神宗也没有幸免于难。谁能想到，他们才离开一会儿，家就被偷了。看来你们是得罪人了。得罪人？谁有这么大胆，敢动我们宗门的归属之物？天星门炼神宫很强吗？能让所有人都畏惧，只能说明你们不够格，不然也不会被人盯上。像我天道宗一般傲然于世，传承万古，谁敢染指？你们还是趁早退走吧，说不定还能找到人把池水追回来。顾千钧的弟子留给我们自己来揍吧。说话间，远处一道灵光闪耀而起，正是天道宗的人。族兄，不好了，我们的池水被一个人族洗劫了。什么？原来这就是天道宗的威者啊！果然惊人，这威慑力果真是大，竟然把你们放在了最后，实在让人意想不到。道兄，还不赶快去把池水追回来？宋清笑着，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好笑吗？你们和我有什么分别？还是说笑完以后你们就有池水洗礼了？现在不该是怎么考虑怎么追回那些池水？与此同时，虾仁收完3家池水，继续朝着前方而去。一路上零零散散也见到了一些，只不过他没有动手。原本这些就是留给那些小宗门散修的地方，对于天星门、天道宗这人来说，只是一次洗礼机会，没了这次，还有其他办法补救。可是对于小宗门，尤其是散修而言，这或许是他们这辈子唯一能翻身的机会。哎，我这个人就是心善。站住！我吗？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你有事？没事，我叫你站那做甚？我今天心情好，可以回答你一下，说吧，什么事？小汉，看样子你挺狂啊，还心情好，就不怕我让你心情不好？青年说着，磅礴的法力随之涌现，伴随着威势压落。现在已经开始不好了。虾仁身边有剑气涌现，所谓的威压顷刻崩散，席卷的法力被尽数碾碎。等等，你是青衣？你认识我？青衣哥，我终于见到你了。你是不知道，自从听过你在罗源山脉的事迹之后，你就已经成了我的偶像，是我修炼路上的标杆。你是我的偶像啊！你还真是识时务啊！你是不知道，我从小受到金翅小鹏王欺压，他打我，往死里打，简直就不是个鸟。听说你暴打他，我打心底里对你感激。
刚才你想镇压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不瞒青哥，刚才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个混账，竟然洗劫了三教的池水。我只是有事来晚了片刻，就被他全带走了，所以才会产生刚才的误会。要是被我逮到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虾仁听着不禁沉默了，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青年。青哥，你怎么不说话？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混账。青哥，那什么，我不知道是你，我可是把你视为偶像。没事，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反正都这样了，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把你镇压，然后找你的长辈要20万灵石，要么你自己给我20万灵石，然后就可以走了。你自己选一个，毕竟我也不能白让你骂半天。青哥，你可能不知道，自从听过你的事迹以后，我就被你所折服，与你神交许久，这一次就是决心要投奔你的。你是第2个想追随我的人，第1个给了我1000万灵石，我才勉强同意。不过看你这么有诚意，我就只收你20万吧。青哥，我身上只有123456块，你看够吗？那行吧，剩下的你就先欠着，等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给。不过时间不要拖太长哦。行了，你去忙吧，我还有事。随后虾仁找了没人的地方。剩下没有吸收的亮属石是不少，在我身体里起不到洗礼的效果，时间一长也会自动消散，吸收不了又存放不住，在这完全就是暴殄天物。要不我炼成丹去卖一波。虾仁自语，可想了想却又发愁，这要怎么卖？正想着，就听见宋清带着人朝远处而来的声音。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老六不仅偷摸洗劫了三教的资源，还将多余的资源炼成丹重新卖给他们。三教之人被卖了，还帮虾仁数钱。宋清，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宋清见到虾仁和白天见鬼了没什么区别，一幕幕不好的回忆重现。青衣，师兄你怎么了？怎么见到我这么激动？青衣道兄，许久不见。确实挺久了。道友，我们还有事，就先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去拜访。你知道去哪拜访我？宋清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他就是客气一下，谁会真的想去拜访这么一个煞星？你是何人？为何不依不饶？闭嘴，别乱说话！他就是暴打金翅小鹏王、镇杀炼神公主分身的青衣剑君。众人愕然，可否借一步一叙？走不了，打不过。这种情况，宋清知道最好不要忤逆他。不用这么怕我，上次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向来不记仇的。看得出来。而且我回去以后也自我反思了一下，我做的也的确有些过分，内心一直惶惶不安。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见到你，道友，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我对上一次的事感到抱歉，恰好我这一次进来偶然得了一些机缘，送你一些，就当是对你的补偿吧。虾仁也不废话，掌心法力涌现，很快一枚拇指大小的药丸出现，递到了他的跟前。那正是虾仁窃取池水中的物质凝聚而成。这种物质能够洗礼，达到蜕变的效果，你试试。宋清咬牙吞下了药丸，当即转身离开，趁着没消化，说不定还能吐出来。不过片刻，丹药化作一股暖流，朝着他的身体各处流淌而去，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涌上心头。虾仁见状，则是欣慰的点了点头。多谢道兄。不必如此，本就是补偿你的。这种东西，道兄身上还有没有？哎，我还想要。年轻人别太贪心，道兄不要误会，并非向你讨要。如果道兄有多的话，想和道兄再买一些。不瞒道兄，我们此次前来洗礼，结果池水却被歹人洗劫一空，正愁不知道如何向宗门交代，因此想和道兄买一些。说实话，我的确得了不少，原本也是打算带出去售卖的。既然道友准备售卖，不妨卖我一些可好？不知一颗需要多少？你也知道，这东西非凡，售价自然要贵。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3万灵石一枚，如何？确实不贵，道兄先卖我2颗。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不烦请道兄等上一等，我的师弟应该也有需要。看着他的背影，虾仁的笑意再也无法掩饰。他也没想到宋清这么快就被收买了。不过也是，他都白嫖1颗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再者，这些东西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实打实的可以洗礼升华。很快，宋清带着药丸离开这片区域，找到了教中长老，将事情经过讲述了一番后，几名老者陷入了沉思。这人究竟想做什么？竟然送了宋清一枚，莫不是想害人？
此人极强，今知小鹏王在他手上都无招架之力，炼神公主都大败，他若想害人，不必用这些手段，宋清他们也根本不是对手。虽然丹药中的物质与池水中洗礼的东西同出一处，各个宗门曾带回去过池水研究，尝试过各种方法，想要将其中物质分离出来，却没有任何方法成功，唯有化虚境的强者才能分离。然而这里又不允许化虚踏足，或许那人真想换些灵石也未可知。既然此次池水被盗，不如先买一些回来，让一部分弟子完成洗礼，回去也好交代。于是众长老让宋清带着灵石再次购买，不过都是在小心翼翼进行，好像是生怕别人抢了这份机缘。然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这个丹药的效果甚好，很多人纷纷要寻找虾人购买。就在宋清刚离开之后，虾人却见到了大师兄周青羽。拜见前辈，我们又见面了。我不算什么前辈，你别这么客气，你还是叫我青衣吧。来这有事吗？我听说这里有卖洗礼的物质，我想买一枚。你不是已经完成洗礼了？不瞒青衣兄，我有一个小师弟，他底子薄弱，修行尚浅，因此想为他买一枚，让他再洗礼一次。这个我和你师父也算有着交情，也见过你师弟，属实有缘，你拿去吧。送走大师兄之后，虾人觉得此地已经不宜久留，有的东西知道的人太多未必是好事。结果不等他走，一名青年来到了这里。道友等等，我名山河，是炼神宫公主座下弟子。拘留生的徒弟。是的，听闻道友有丹药可以蜕变，我炼神宫想与你做笔生意，也买一些。和我买？你不知道我是谁？不知，我也是跟随宋清才找到的道友。道友这是不想卖与我？这倒不是，开门做生意，谁给钱卖谁。只不过你真的确定要和我买？虾人站在那里和山河对视了许久，最终他痛心疾首的以每一颗4万的价格卖了20颗，血赚80万。就凭我和拘留生的仇，一颗多卖他1万，很合理吧？不仅如此，我还罔顾誓言，没动他的徒弟，真是太仁慈了。送走山河，天道宗也有人来到了这里，买走了剩下的8颗。至此，所有东西全部出手，含泪血赚180万。突然，一道流光一闪而过，直接落在了他的跟前。咦，阿坤，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你含泪血赚炼神宫80万的时候，你都看见了是吧？哎，你知道的，我也是被逼无奈。所以把本来就是他们的东西又卖给他们，含泪血赚。现在随我走一趟，带你去看样东西，或许你会心动。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人发现罕见的剑道传承，却不料引来各大势力觊觎。老六之前坑人的事更是当场败露。虾人借助地理优势，再次将众人戏耍。阿坤说是带虾人去看点好康的。不久，两人来到了个洞穴深处，放眼望去，一条长河流颜色非凡，竟伴随着剑气沉浮。我试过了，河水很非凡，一旦碰触，法力被不断侵蚀，能够抹去灵性，而且这里有剑气顺着河水而来。此时不远处，一张金色的纸张悬在河水之上，刺刻画着纹路字符，一丝一缕的剑意萦绕在上。阿坤出手，费了半天力气才把金纸射来。我的剑道修为不高，能感觉到不简单，却说不出来为什么。何止不简单，这东西恐怕能逆天。上方记载的是一篇剑经，其中蕴含剑道之理。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是完整的经文，恐怕是个了不得的东西，或许能指出剑道至高奥义，也说不一定。何为至高奥义？我不知道，我能见到的记载有限。9层之上便是修得剑心及剑心通明，再往后便是剑气化形、剑意化形，再往上就是传说中的不朽境。何为不朽之境？剑意不朽，即便生死道消，剑意依旧不朽不灭，长存世间。可这只是记载，或许不朽之上还有更强的剑道吧。虾人说着，目光望向了那里，只见河水不断冲击，突然好似冲破了结界，一道剑气从水中飞出。虾人抬手间法力轻涌要挡下这些，可是河水碰触法力，一切消散，那道剑气直接没入了身躯。虾人感受到剑气涌入身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是生出一条条细密的纹路，朝着身体各处蔓延。怎么回事？之前光想着经文，忘了和你说，一旦去靠近或是触碰金纸，便会有剑气跃起没入身体。这河水不能碰，很邪门。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我身上已经留下了痕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目前来说没什么影响。不对，阿坤，我怀疑你是故意的，你自己中招了，心理不平衡，所以拖我下水。你以为我是你？这么丧良心，我是真的忘了。虾人也没有再开口，仔细感知了一番，当即手中结印，一缕缕剑意涌现，自身体中爆发，生生斩灭了那烙印。你能斩去那东西？这是剑咒，一旦入体便会生根，化作烙印。不过剑咒这东西纯属旁门左道，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那你帮我斩一下。
阿坤，我感觉我之前说错了，你不是自己中招了，心里不平衡要拖我下水，而是把我拖下水，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解决。要是我也没办法，还能拉个垫背的，你好狠的心呐！话虽如此，毕竟人鸟相处了这么久，也有感情了，而且吞天却可是大族，资产必定雄厚。行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剑咒虽然邪门，可金纸上的经文的确非凡，对我有大用，对你也有莫大的裨益。我想去找看看还有没有。只不过随着河流冲刷涌上大地，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阿坤所感，悄然没入炉子。天星门、炼神宫、天道宗均有人来此。大人，是你？他怎么了？就是他抢走了所有池水。一呼百应，其他两教均有人指认。你为何要夺我等池水？有规定说不能抢吗？而且本来就不是你们的。胡说八道，怎就不是我们的？本就别人留下的，你们抢，把这里围起来是你们的本事，可我能抢走也是我的本事。大家都是巧取豪夺，你们抢别人的，我抢你们的，我们之间彼此嘛，有什么不妥吗？所以你卖的那些物质是从池水中分割出来的，不然呢？三方势力，一个脸色比一个难看，尤其是天星门，他们买的最多，自己花钱买自己的东西，这种感觉和吃了半斤没什么区别。可恶，你掠夺我们的东西，然后再以3万1枚的价格卖还，你欺人太甚。什么3万？为什么我们买的是4万？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针对我炼神宫？谁让你们不会砍价？而且买之前我可是问过你，确定要买吗？是你自己执意的。现在是反过来要怪我了。山河语塞虽然很气，却感觉他说的好有道理，竟不知道怎么开口。青衣，你未免太过分了。等一下，你就是青衣？没错，我就是活活打死你师傅分身的青衣。怎么样，你师傅现在还好吗？山河的杀意再也无法克制，他没想到眼前之人就是仇人，而且在此之前自己还被他戏耍了一番。原来他就是青衣，难怪他卖炼神宫4万一颗。这样来看，卖贵一点也很合理。兄我同样的境界，你师傅都被我打死了，你境界还没我高，就别送死了。你这个混蛋！你什么你也别指望身边那些人了，再看不惯我，他们也干不掉我，好好待着吧。你这家伙，连我听完都想帮忙给你2拳，太气人了。你站哪头的？我不好过，你只会更难过。闲着没事就给我多祈点福，保佑我就是保佑你。虽然众人的目光依旧凶狠，恨不得把下人千刀万剐，却也没办法。目光落向河水，隐约间一抹金色流淌而过，只见一张金色的纸张出现。虾人也注意到了，刚准备出手，炼神宫、天星门等人已经同时动了，将金纸率先引渡上去。山河等人率先抢到，眼神里带着几分挑衅。只不过虾人无动于衷，不明白他那眼神是什么意思。这是一段经文，很是非凡，我能感觉出这经文有天大的来头。莫非这地方的源头有什么了不得的存在？然而就在他们大喜时，河面激荡，有水花溅起，一道道剑气破空而来。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老六故意让众人碰触黑水沾染剑咒，自己却在上面冲浪挑衅，还扬言可以帮助众人解除剑咒，前提是要5万0石一个人。随着河流中剑气倾泻，必如虾人一般，三教之人以法力阻挡，却被河水破开，一道道剑气没入了他们的身体。怎么回事？那是什么？一个个脸上露出惊恐，可为时已晚，剑咒已经成型的纹路根本无法抹除。虾人抬手将那金纸射入了手中，坐享其成。你知道会这样？知道啊。你既知道却不提醒，故意害我们。你说这话好没道理，我和你们很熟吗？知道就得告诉你们。再者说，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们直接就抢，问过我了吗？抢东西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手快，现在出问题来怪我，你们脑子没事吧？此时水中溅起剑气再次袭来，虾人有着经验，只见凝聚剑意直接抹除。人群中一名花里胡哨的青年冲了出来，二话没说，直接扑倒在地，抱住了虾人的大腿。青哥，救命啊！是他？怎么，你认识？看那样子，你和他也认识？刚认识不久，他一见面就抱着我的大腿，哭着喊着要追随我，拜我当大哥，怎么劝都不听。不过连你都认识，看来他来头不小啊。说起来，他和我还有些关系，他应该算是我的堂弟。什么叫算？血缘这玩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算是什么意思？他的父亲是我一位族叔，出自吞天雀一族，而他的母亲则是孔雀族的一名女子。我等种族最看重血脉传承，并且谁也看不上谁，因此2族都不同意这件事。他生下来只能跟着他母亲去了孔雀族。原来他是个串儿啊！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人，因为他的血脉，我族许多人并不接纳他，孔雀族也不待见他。他母亲死后，待在孔雀族日子多半越发艰难了。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串又怎么样了？孩子毕竟是无辜的，你们的血脉真就高贵成这样，那他爹呢也不管。正因为这件事，他爹被镇压了，困在了族中绝地。你们真没鸟性，连我听了都不忍心，这孩子得受多少苦啊！说着便轻松斩断了金女身上的剑肘。多谢亲哥，你就是亲哥啊！你竟能斩下这东西，即是能，何不连我等的一起斩了？大家行走世间，自当相互扶持。你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没和你计较。现在你既然有这能力，怎能袖手旁观？不错，我辈修士怎能如此？你既然能帮他斩去，为什么不能帮我们？虾人有些意外，也感到吃惊，这不是道德绑架吗？可他虾人有道德吗？显然没有，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怎么可能被绑架？青衣，行走世间，不必如此决绝。我们不和你计较之前的事，你自该投桃报李。是吗？那你们还是来和我计较刚才的事吧。你们以为我是什么好人？说两句有的没的就想驱使我？说句实在的，你们就是死了，和我有半点关系，又不是我害的。你世间怎有你这样的人？你们这样的人都一大把，有一个我这样的不过分吧？小友，何必如此？你我皆为修士，在这世间争斗，何必彼此为难？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是孤儿，没朋友。那你要怎么才愿意帮我们斩去这东西？早这么说不就结了？5万灵石一个，是不是感觉价格很便宜？那是5万块灵石，又不是5万块石子。就算是石子，5万块都不知道得捡多长时间。你这家伙欺人太甚！小家伙，话别乱说，你情我愿的东西，我可没逼你们，而且你得搞清楚，现在是你们在求我。与他废什么话？将他镇压，禁锢神魂，就不信他不肯就范。镇压我，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天星门和天道宗之人并未开口。说实在的，他们不想动手，也不愿意得罪虾人，敢这么肆无忌惮，只怕身后有什么大靠山。诸位莫怕，只要将他镇压，不杀他，便不会生出异变。上一次你们公主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她就死了。此时，一名炼神宫老者凝视着虾人，心念间，一缕流光悄然从他的指尖朝着洞穴外飞去。他将讯息传了出去，片刻，虾人便感受到有元婴9层的人朝这里靠近。这么快，看样子镇压这些人，然后卖去炼神宫的想法破灭了。小子，若你识相，束手就擒；若是镇压，镇压你大爷！虾人当即展出一道剑气，诸般剑气并非杀向老者，而是劈向了身边的黑河。同时，一把薅起金羽，剑意涌现护住周身，一溜烟消失了。这个疯子，还喊什么？快跑啊！河水倾泻而来，场面一度混乱，各方势力四散而逃。发大水了，快跑哟！然而就在此时，迎面一名老者朝着这里飞来。发生了什么？你是炼神宫的人？不错。黑水被青衣引动，炼神宫的人被困住了，就在那里，你快去，再晚就淹死了。老者说着，当即动身，朝着那里靠近。就在老者靠近案发现场，临近地面黑水时，虾人再次向河水展出一道剑气，顷刻间，黑水彻底暴动。原本逃出升天的炼神宫众人，也被浪潮一并卷向远处。无论是天星门还是天道宗，全都愣在了原地。这要是慢一步，他们也要遭殃。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在折磨完炼神宗的人之后，虾人在阿坤的协助下进入元界。传闻掌握9杆战旗便能掌控元界，一切因少年的到来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炼神宗的人经过黑水的侵蚀，已经半死不活，神情萎靡。因为神山突发状况，神霄宗的人在洗礼完后都离开了。这些人算是废了。为何？那黑水自一处远古遗迹而来，在很久以前便沾染了诅咒，一旦碰触，灵性侵蚀，道基崩溃，不死也没什么救了。不好，草率了，就算是人废了，低价卖出也能赚一笔。你克制一下，炼神宫有化虚境存在，别到时候真把自己搭进去。秋月，师父，怎么了？有件事与你说。就在不久前，我感应到元界重新开启了。回到宗门后，你便入元界修炼，对你的剑道有很大的注意。顾千钧说着，看似平静，眸光却闪过莫名。虾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结果阿坤却不淡定了。回到神霄宗之后，虾人清算了下这次入神山的收获。这一次，池水中剥夺的灵气顶过了他半个境界所需的灵气，还血赚了近200万。阿坤，元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感觉你们都挺兴奋的。元界重开的确让人很难平静。怎么个说法？难不成里面有数不尽的灵石？你眼里除了灵石，还有其他东西吗？那不然呢？这世上还有比灵石更美好的事物？有，而且不计其数。就比如元界，上到大教圣地，下到普通赛修，那是所有人趋之若鹜，无数岁月、无数生灵都在追捧的地方。这么邪门，该不会是什么不正经的地方吧？你到底还听不听了？
元界很古老，传说是上古大能沟通大道构建出的一方精神世界。也有人说元界其实是一件法器演化的世界。不过所有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元界诞生了属于自己的规则秩序。生灵修行本就是逆天而为，修为之路何其艰难。是挺难的。我修了这么多年，没人比我体会更深了。阿坤看着这货，一时间竟不知道说点什么。修士修行大致3种：修法、修身、修魂。最难的便是修魂。修士的神魂跟随着境界提升而不断变强，想要单独修炼，缺少经文。毕竟能够修炼神魂的经文实在罕见，哪怕圣地也少之又少。原来神魂还能单独修炼，竟然没人告诉我。苍云宗所处过于贫瘠闭塞，修炼都艰难，更别提修魂了。当然，如果没有经文，也有其他方法，修阵法或者修剑道。可无论哪一种都太难。有剑道天赋的人不多，修到5层之人已经很少了。剑心通明更是凤毛麟角。不过剑修的可怕不仅仅是剑道，剑道修炼过程中神魂随之增长，境界越高，神魂越强。你说的这些和元界有什么关系？咋的？那里能修剑道？元界存在着一种物质，若是汲取，可以不断强健神魂。相比各种方法，那里无疑是最简单的，因此才让各方势力趋之若鹜。而且越是强横，能够汲取的物质越多。那元界在哪？我看看去。元界存在于无形中，需要特殊法才能到达。以神魂沟通那个世界，随后进入那里就好。而且你的剑道如此惊人，神魂强大，进入元界便是占尽了先天优势。正好在剑道上，我也很久没有进境了。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元界分3层，第1层为结丹，第2层是元婴，第3层化虚，对应着修士的境界。不出意外，第1层你已经无敌了。至于第2层，只要你不作死，几乎没有人能威胁到你了。既然如此，那你可以尝试帮我沟通元界了。保险起见，我先去突破元婴4层。不是，这个家伙这才几天又要突破了。2天半之后，虾人突破元婴4层之后神采奕然。阿坤此时也打开了元界入口。阿坤，接下来怎么做？你先这样，然后那样，只是第1次进入，需要的时间会很长。有了第1次，往后也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不过元界初开，化作4个区域，暂时无法跨越，只能处于南部。如果非要跨越，一身力量将会被削减，很危险。阿坤，你不一起吗？我暂时去不了，想要进入元界，我就得从炉子里出来，届时那些人就会找上来。你进入元界，也没有办法斩断这些联系。那我就先去了。等等，帮我个忙，元界重开，各方势力必定涌入，麻烦你帮我去一趟东方区域，把我的消息告诉他们。去东方的区域？阿坤啊，你这个事我很难办啊，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我也不是纯粹为了我自己，不联系族群，我也没办法给你兑现灵石。好的，没问题，我们这种交情，生死患难，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肯定给你办好。很快，虾人按照阿坤的方法开始沟通元界，那种感觉就仿佛在浩瀚无尽的宇宙中寻找一枚星辰。终于在第3天的时候，阿坤感应到虾人的变化。你去到元界切记小心，虽然在那里被斩杀，神魂会回到身体，可神魂每被斩杀1次就会孱弱1分，理论上只要次数够多还是会死。当虾人再次有感时，已经站在了一座圆形的祭台，宽达1000丈，屹立在悬崖边上。这就是元界。一念间，他化作了青衣模样，莫名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一次变化不再受控制了一般。不过片刻，暗处似乎有个人正在虎视眈眈看着虾人。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世人眼中不可撼动的战旗，竟被少年轻松拔起，甚至因为用力过猛，直接将整座山踩坏崩碎，引得众多势力猜测其真实身份。虾人初入元界，却感觉周围物质异常稀薄。这要是靠他修炼神魂，我需要多少万年的寿元才行啊！此时，一名男子在不远处注视着他。小小年纪便到了结丹，有些惊讶，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弟子。年轻人，看来你对这里的规则不熟悉啊！你现在处于外围，灵性自然稀薄，只有不断靠近中央区域，才会不断浓郁。哦，你这意思，如果到最核心的区域，那灵性就最浓郁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过最核心的区域已经被南部各大势力宗门占据，你要想去那里，面对的可是不少勾手。的确是这个道理。双拳难敌四手，这些大势力也是可恶，不管到哪里都要多吃多占，难不成还得一个个去横扫一遍？这是什么虎狼之词？横扫南部这些势力，未免太猖狂了一些。少年，你是真敢说啊！在这里，就算被打死，又不会真的死，怕什么？对了，你的宗门叫什么？为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给你的宗门留下来。不用客气，你尽管去扫。面对虾人的话，男子没有感觉狂妄，只觉得好笑。
不过，如果你真能横扫各大势力，倒不如直接去夺一杆战旗。只要战旗在侧，便能汇聚这一层1/10的灵性。你说的这种战旗有多少杆？一共9杆。也就是说，我只要夺来9杆战旗，我就能一个人占据这里90%的灵性。理论上是这样。那东西在哪？就在那边。不过9杆战旗分散在9个不同的地方。大叔，那就再会了。哎，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可爱了。我甚至有点好奇，这年轻人挫败之后是什么样。不过为了防止男人骗她，虾仁在赶路之余，还是联系了阿坤确认情况。我看过记载，每一片区域的确是都有这样的9杆战旗。他说的那些全是实话，没有骗你。现在这种世道，竟然还有好人，这年头遇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只不过想要得到战旗，需要人呢。就在虾仁临近一座山岳时，远远便见到了一杆比人高的赤色旗帜飘扬在空中，就这么赤裸裸的插在山头上，看来想得到战旗，多半是有条件的。要么过关，或者路上就有什么考验，总之不会轻易得手，不然肯定早就被人取走了。当然，一旁有人也在凝视着，那是一名28、9岁的青年。你也是来取战旗的？我今天只是来看看，或许有朝一日我会成功。还等什么有朝一日？现在就去试试呗。现在的我扛不起这杆旗，再等上一段时间，或许有机会。虾仁完全看不懂，这东西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等一会儿是什么意思？既然你不去，那我就去了。有点意思。你笑什么？不笑什么，你去吧，把战旗取下来让我看看。就在下一刻，虾仁一跃而起，径直朝着山岳而去。我已经试过了，想要取走旗帜，又岂是玩呢？虾仁落在了山峰上，就在落地的瞬间，直接踏碎了半座山岳。这么不精彩？一切看在眼底，青年骇然。接下来的一幕，他彻底懵了。虾仁看着面前比他还要高出一头的战旗，伸手握住了旗杆，一身力量随之运转，不遗余力的出手就要拔出，可就在拔起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往后翻了下去，后背撞在了地上，剩下的半座山岳被他彻底弄塌。本想着这件事必定困难，因此我用尽了全力，没想到旗杆几乎没用什么力气就被拔起来了，好像也不怎么难嘛。而他却因为用力过猛，整个人直接翻下去，砸碎了山岳。青年彻底傻眼，呆愣当场。虾仁纵身而来，回到了刚才的位置。你下次登山的时候轻点，这些山看起来挺雄伟的，可质量实在是不行，一脚就被我踩碎了。青年语塞，什么叫质量不行？一踩就碎，这是人话。不说话，我懂了，你是要摸一下吗？青年依旧语塞，一个年轻人一脚踩碎了山峰，随手拔出了战旗，瞬间打击到了自己。要是不摸，那我就走了，还得去拔下一杆。虾仁横过大地，朝着下一处进发，内心多少有点小激动。神魂要是增长起来，说不定真能撼动许久不见进展的剑道。直到虾仁离开了一会儿，青年才回过神来。他是谁？哪个势力出现的天骄？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过？当即朝着虾仁离开的方向追去。与此同时，虾仁已经来到了另一座山峰，一杆战旗插在那里，和手里的不同，流淌着别样的道韵。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过程还是没想象中的难，一拔就起来了。妈耶，这也不难啊，竟然没人来，我会不会是拔错了？而第一层中心区域内聚集着不少人。杨明兄，听说贵宗又得了一位剑道天才，传闻资质极佳，倒是让人艳羡啊。算不错，却比不得你们那些弟子。杨明兄过谦了。不过听说天眼宗白南在挑战赤色战旗，上一次险些撼动，说起来那才是真正的经验。小孩子玩闹怎么都比不得孔雀族的孔方，哪有？他怎么及得上金翅小鹏王？一群人在互相商业吹捧，已经吹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突然间，极目之处，一道赤色的灵光冲天而起，化作一道光柱涌入琼霄。原本还在有说有笑的众人，神情骤然一顿。是那杆战旗被拔起了。没想到啊，元界重开不过数日，便已经有人撼动了战旗，真是惊艳。不出意外的话，恐怕是天眼宗白南了。他几次都没成功，或许另有他人也说不一定。不等旁人反应，一道橙色的光辉再次破入天际。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仁夺取了元界全部9杆战旗，将90%的灵气全部吸收，让所有势力误以为出现了9个不同的天才。可就在第3道光出现的瞬间，这些人不淡定了。紧接着第4、第5道光出现，一道接着一道，此起彼伏，整片天穹变得绚烂，无尽的光辉映照惊动了所有人。第6道了，这一次是出了多少天骄？这么短的时间被拔起了6杆战旗，一时间众人坐不住了，各自动身朝着想去的方向赶去，想要看看究竟哪些人。杨明也在看着6道并起的光辉，整个人难以平静。难道是他？
小小年纪结丹，的确惊艳，却还不至于惊艳到这种地步。此时他正欲去探查一下，不料远远的一道身影迎面而来，正是虾仁。虾仁也注意到了杨明，略微改变方向，迎了上来。大叔，好巧啊，这么快又见面了。虾仁落地的时候，杨明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就在少年肩头，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扛着6杆不同颜色的战旗。你是？怎么才这么一会儿不见就结巴了？你是见鬼了吗？对了，大叔，我刚好有个事想问你。你说，之前你告诉我有9杆战旗，我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找到，另外3杆在哪里？你能再给我指个路吗？杨明此刻万分确定，刚才泼天的动静都是因为眼前这少年。少年，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一人竟拔起了6杆战旗。虾仁仔细回忆，陷入了沉思。杨明见他认真思索，当即开始期待起来。这不是有手就行，很难吗？什么叫有手就行？杨明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说的像谁没个手似的。大叔，你还没告诉我剩下的旗在哪呢？杨明下意识地指了方向，刚想说什么，虾仁已经消失了。他也反应过来，赶忙追去，还是要眼见为实。就在他的眼前，虾仁伸出一只手，随意就薅起来，拎在了手里，上下打量了一番。这玩意儿这么容易得手，真的有用？这句话险些让杨明一口老血喷了出来。杨明继续带着震撼，一路尾随，眼睁睁看着虾仁拔走了所有战旗。这究竟是个什么妖孽？要是这个消息一出，肯定足以轰动整个元界。难不成又是一个罪无尘不成？杨明没有多言，很快便离开了这里。很快，虾仁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着肩膀上9色的战旗，眼里满是激动。忽然间，抛出9杆战旗落在了四周。希望这些东西能有用吧。可就当虾仁想要静下心来吞耐时，不对啊，这些物质怎么炼不化？神魂力量也没有丝毫增长的迹象。想到这里，虾仁又试了试，却还是不见效果。难不成阿坤在骗我？几乎同时，元界第1层中，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尤其是在核心区域的人从修炼状态醒来。怎么回事？为何灵性大量流失？是啊，这才多久？我感觉已经流失了大半，而且还在不断流失。有人得到了战旗，我亲眼所见。不对，此时灵性这么稀薄，十不存一。就算有人得到了战旗，也不至于如此。你们在此修炼或许不知道，就在刚刚，9杆战旗都被得了。不是，这也太荒谬了！等了50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元界重开，结果刚开，我们屁股还没捂热乎，9杆战旗就被人全带走了。要是1、2个还好，现在战旗全被人得了，9成灵性被赢走，我们还修炼个屁！诸位，现在怎么办？鬼知道会一次性出现9个这样的人物，这些人中有没有你们的后辈？四周鸦雀无声，就连天眼宗的老者都在摇头。在此之前，白南可是最有希望撼动战旗的人。神霄宗一方，赵公明来到了这里，他们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占据了中心一片区域。不是各方势力的弟子，那这9人是谁？从何处而来？一起出现这么多，不可能一点没收到消息。然而就在此时，远处一名老儒朝着这里而来，可老儒来到后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全都不淡定了。不是9个，是1个。什么意思？不是9个人得到了9杆战旗，而是9杆战旗都被同一个人得了。顷刻间，所有人的脸色纷纷变了。怎会如此？一人夺9旗，莫非是罪无尘重现了吗？众人纷纷感到不知所措，仿佛尘封多年的阴霾再一次重现，弥漫在眼前。掌控9杆战旗，几乎等于直接掌控了整个第1层的所有灵性，任你滔天手段也夺不回来。或许那个人是用了什么手段才带走的9杆战旗，其实并不是那么强。那就劳烦炼神宫去试试。有人不禁冷笑，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就算那人真的强到一个人打破了9种极境，可他终究只是一个人。就算身后有大势力支撑，难不成还能抗衡我等所有不成？你的意思是我们联手与他谈判，让他分出一些？他一个人占据9成，这算什么事？就算他不怕，可他身后的势力，难不成敢同时得罪我们所有势力？既是如此，我们便一同动身。这么多的灵性朝着一个地方汇聚，想要找到位置不要太容易。家人这边情况依旧不太好。不是说可以修炼神魂吗？我这是上当了，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他看向四周，发现有个人躲藏在暗中，那人正是鲸羽。鲸羽，过来！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各大势力以众生威胁虾仁交出战旗，将吸收的灵气全部归还原界。虾仁杀鸡儆猴，为了自保，众人纷纷临阵倒戈。青哥，是你吗？是我，你在这里修炼，然后把感受告诉我。鲸羽吃惊，下意识打量了一下周遭，心有余悸。方才他已经知道了一切，虾仁夺走了9杆战旗，惊世骇俗。很快他盘膝而坐，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如何？
这里灵性太浓郁，我才修炼了这么一会儿，已经感受到了神魂明显的增长。长此以往，难以想象其中好处。神魂增长了？是啊，而且我的身体似有承受不住的迹象。不是，为什么别人有用，我却没增长？与此同时，各方势力之人，他们循着汇聚之处朝这里靠近。什么？就是他？面对不少人的疑问，彭族之人解释道：“他就是青衣，就是那个战败金翅小鹏王，打死炼神公主，洗礼之地坑害炼神宫一群人的那个青衣。早就听到南部出了个人物，没想到竟然是眼前之人。真会记。”炼神宫之人看了身边众多势力，仿佛是有了底气。青衣，你几次三番犯下众怒，是要和所有人为敌不成？拘留商统治整个南域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既然没有打死他，就是犯了众怒。还是你炼神宫统治了4域，你们代表了所有人，不顺你们的意，就是和所有人为敌。胡言乱语，无稽之谈。如果都不是，那我就想问问，我怎么就犯了众怒？现在你还冥顽不灵，元界本就是为了众生修炼神魂而成，你却巧取豪夺，一人占了90%灵性，不是与所有人为敌是什么？听着这话，众人都觉得合理。你炼神宫又在放什么狗屁？元界是你家开的，你说什么是什么？你们占据核心区域，不让其他人踏足修炼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大义凛然？我等占据又如何？其他人若想要，自己也能占。我们说不允许了吗？所以啊，战旗就在这，你想要来抢啊！如今9杆战旗在手，何人能杀他？小友，我们并不是想要指责你什么，只是你一人占了太多，你让出一些，不该自己独占。我们也只是想给众生谋些福祉罢了。哪来的老泥鳅，口出什么狂言？你们占核心区域的时候，怎么没想给其他人留点，拿众生来压我？我让出来，然后好人给你们当。千一，你是否太猖狂了？我师尊与你好好说话。你话音未落，虾人猛然掷出赤色战旗，当着所有人的面洞穿赵荣的身体，赵荣被击杀，消散离开了原界。真是的，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青衣，你过来。虽然灵尊大怒，却不敢轻举妄动。青衣，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你们又是什么意思？逼我就范，还是用苍生大义来压我？你一个人占了90%，是否应该？我占90%不应该，你们占中心区域就应该，想要就来抢，不敢就滚，和我在这说什么鬼故事？你虽是经验能夺9杆战旗，可你想过自己与身后的势力吗？废话真多，你们无非就是想着全部一起来，能够对我施压嘛，可惜没用。话音落下，虾人踏上虚空，身后战旗尽数飞出，径直朝着炼神宫所有人杀去。诸位，你们在做什么？还不出手吗？出什么手？对啊，出手干嘛？我们不是听说出了个天骄，所以来见识一下的吗？炼神宫道友，你们怎么和这位小友打起来了？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当时可没说话。我当时提议，你们可是点了头的，现在出尔反尔，眼看我等蒙难。道友，此言差矣，这是你们炼神宫和青衣小友的恩怨，我们实在不应该插手。说的不错，我们怎能插手别人的事？这对小友不公平。再说了，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当时点头同意，只是因为年纪大了，站太久脖子不舒服，活动一下而已。短短几句话，炼神宫众人彻底懵了。虾人则是打量着他们，这群人的不要脸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和他有上一拼。这么丧心病狂的话都能说出来，这一群老狐狸比谁都精，一个个都留着心眼。之前一直不表态，眼看不对劲，立马见风使舵，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行了，还看不明白，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顷刻间，剑吟回荡，生生将那些人杀灭干净。小友果真无伤，难怪能连夺9杆战旗，今天着实是开了眼界了。如此天骄世所罕见，日后必将鹏程万里，扶摇直上。艳羡实在太让人艳羡了。一道道彩虹屁接连响起，要是平时虾人可能也就算了，可惜现在刚好赶上他心情不好。我们也见识过了小友的风采，就不过多打扰了。对，我们先行离去，小友得空来我教中做客。众人正欲离开，却发现周围已经被封锁起来。来都来了，别着急走啊！小友还有事吗？诸位，大家心知肚明，要说你们一点动我的心思都没有，说出来恐怕自己都不信。小友这是何意？小友有所不知，自从罗源山脉迎风与你战之后，发愤图强，整日沉浸在修炼。对此，我族极为欣慰，因此族中一直在探听你的下落，为你准备了10万灵石，想要再感谢你一番。
其余人一脸不可置信。彭族的操作让他们着实没有想到，不仅摆脱了虾人，还能保住面子。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当各大势力为了战旗尔虞我诈之时，久感战旗在手的虾人直接开启租赁生意。虾人好不容易联系到吞天雀族的女子，关键时刻却忘了阿坤的名字。小友，我此来也是想和你说这件事。我们族中弟子对你十分钦佩，想着改日请你去指教一番，也备了10万灵石的薄利，表表心意。对啊，我也是为此来的。刚才就想说，只是没来得及。加一，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原来如此，看来刚才是我错怪你们了，抱歉啊。既然误会解开了，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自然自然。那就麻烦诸位让人把灵石送去蓝城吧，我在那里收灵石就行。能让南部各大势力主动赔款的，估计也只有他虾人了。青哥，我这辈子就只跟你混了。你见我的灵石还没给呢。青哥，之前那些已经是我所有积蓄了，你给我点时间想想办法。不用了，你去帮我办件事。你想办法帮我联系一下吞天雀一族，就说我找他们有很重要的事。吞天雀，你找他们做什么？这种秘密怎么能告诉你？当然了，都说是秘密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懂，全懂，肯定不让这件事外泄。去吧，事情办完以后你就来这修炼。青哥，保证完成任务。随后虾人继续忙着修炼，虽然修炼不了神魂，好歹也能转化为灵气。而虾人的英勇事迹很快在原界人尽皆知。此子竟如此惊艳，此前竟一直默默无闻，莫不是哪个老怪物调教出来的弟子？小小年纪就已经剑心通明，有几个能教出这样的徒弟？或许他的修为不止结丹5层，回去查一下他的来历，看看是否有机会将他收归麾下。虾人在等金羽消息的同时，天星门的人再次找上了他。青衣小友，我有件事想和小友商榷一下，不知可否？说吧。就是我天星门想向小友租借一杆战旗，不知可否？租借？我们愿意以每个月10万灵石的价格租借一杆战旗。借是可以借，不过价格低了些，这可是1成的灵性，怎么着也得20万1个月才行吧？好，没问题。一听这么果断，虾人皱眉，心中一紧，又要少了。现在20万租给天星门，其他人来租，他也不能多要了。很快，其他势力闻讯而来，纷纷租借。不过片刻已经租出去了6杆，再想往外租，他却犹豫了。远处许多人眼巴巴地看着他，那是各方小宗门以及一些散修。因为他的原因，倒是堵死了这些人唯一的路。最终，他还是落下了2杆战旗，围出了一片区域，让那些人可以去到那里修炼。做完这些，虾人就暂时离开了原界。回来了，看来这次好处不小啊。还好，也就赚了200万，而且每个月还有120万进账。怎么赚的？你出卖灵魂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原界那些灵性我压根吸收不了，我是不是病了？这个你恐怕得去找一些前辈才能解答了，毕竟我连原界都没去过。原界关闭了500年，阿坤还没500岁，自然没去过。我拜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我已经让鲸鱼去找了，估计过几天就有消息了。你让孔雀族那小子去？我没空啊，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忙，现在回来都是抽空，只能让他替我跑一趟。你别急，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去一趟。2天半之后，虾人重回原界，鲸鱼已经带来了消息，四处找他。事情办得怎么样？已经联系到吞天雀一族，好说歹说，他们才愿意来这里一趟。好，你就在这修炼吧。鲸鱼大喜，虽然只是一杆战旗，却也代表了1成的灵性。虾人也按照鲸鱼说的，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只见一名25、6岁的女子站在那里。哎，就是你寻我？正是。你让鲸鱼来告知，说有重要的事要告知我族，究竟是什么？吞天雀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不起鲸鱼，不然这女子也不会来这。其实也不是我，是一头吞天雀想找你们，他不方便出面，所以苦苦哀求我帮他找族人。吞天雀谁？就是阿坤。阿坤是谁？阿坤就是，糟了，阿坤的名字我给忘了。虾人想了半天，愣是没想起来。明明记得阿坤自我介绍过的，好像是在第10几集的时候，关键时刻却忘了。你等我一会儿。很快，虾人返回了身体。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有了，我已经见过了，是一头母的。然后呢？那什么，阿坤，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意思啊？阿坤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最近太忙了，他问我你是谁，结果我把你名字给忙忘了，所以你是回来问我的名字的？差不多这个意思。阿坤气炸了，原本以为自己和那厮待了这么长时间，好歹也算共患难了，结果却是自作多情，人家压根就没记住过自己的名字。别激动，有话好说，我这不是忙啊。
我再说一次，我叫叶弥天。果然是个好名字，一听就威武霸气，这么震撼人心，难怪我没记住。其实这也是你的问题，不能怪我。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为寻得强大的剑经传承。阿坤带着虾人回归族群，乍到的虾人便遭到吞天雀后辈的出言不逊。阿坤当着所有人的面立威：“你怎么这么自私？”弥天，别激动，现在是解决问题。你看人还在那等着，我也想早日回归族群，不是？哼，你是想早日拿到灵石吧？别这么说，太伤感情。你将我的处境告诉他。阿坤说着，从身上拔出一根金黄色的羽毛。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唯一真语，你将这带给他，你说的话，他自然会信你。原界只有神魂能进去，我要怎么带这根毛？我将唯一真语炼化进你的神魂，便可以跟着你一起进入原界。还能这样？炼化麻烦吗？有些麻烦，需要。既然麻烦，那就算了，你自己进去找他吧，面对面的也好说清楚。我出来进入原界，不就暴露了吗？我不用法器，可以让别人感知不到你的气息。你说什么？我可以用剑气隐藏你的气息。无视，你竟然可以做到，你怎么不早说？你知不知道，我拔下唯一真语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也没早问啊，而且不就是拔了根毛吗？再插回去不就行了？阿坤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遭了他虾人的毒手。好了，阿坤，别生气了，我运转剑气护住你周身，你尝试联系原界吧。随着阿坤进入原界，除了维持剑意运转，也没再做什么。话说他手上的灵石，加上刚刚挣的，差不多也有1000万了。再有2个月，把租金收上来以后，倒也差不多了。突破元婴5层的也够了。等阿坤一回去，6层可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坤回来了。他已经知晓了虾人在里面干的缺德事。虾人，你要成为第2个最无尘。最无尘是谁？我在原界的时候也老听人说道。一个狠人，比你干的那些狠10倍。先不说这个了，接下来我可能要去神藏山脉。神藏山脉又是个什么东东？还记得之前沾染剑咒的黑河吗？神藏山脉正是那里的源头。我联系到了族群，他们告诉了我一些事。500多年前，有人得到了一篇惊世经文，大概率是上古几篇最强大的剑经之一。最强大？这话可不兴乱说。那人得到经文，短短10数年，一身剑道便踏入通明之境，因此遭到各方觊觎，最后逃进了神藏山脉。而当初那人大概率也是从那里得到的经文。听着挺刺激的，不过势必会引来许多人。确实，尤其是闪电鸟，还有吞天雀，都会为之而来。人族也会蜂拥而至，因为得到传承那人拥有以上3族的血脉，所以你去不去试一试？你直说让我带你去和吞天雀会合不行吗？非要问我去不去？天意，虾人，我要带你大师兄出去一趟，你们在宗门好生修炼。这次也不是顾千军偏心，那里鱼龙混杂，不知汇聚了多少势力，结丹都只是打酱油。天意，你看好你师弟，别让他到处乱跑。是师傅。虾人啊，你就老实待在宗门。为师已经给你物色几个道侣人选，个个沉鱼落雁。等我这次回来，就带去你相亲。他也不给辩解的机会，转身离开。叶天意也拍了拍虾人的肩膀，脸上露出笑容，眼神格外的坚定。当天晚上，虾人就和阿坤溜走了。跋山涉水之后，也是真正见到这片山脉。传闻中央的神山藏着一柄绝世神剑，有逆天的剑道传承存在。一人一鸟很快来到了阿坤之前约定好的地方，远处站着一名50、60岁的年纪大叔。阿坤也化作了人形，25、6岁的样子，容貌英俊。我去，阿坤还能化成人形吗？老实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阿坤化作人形。族叔，阿坤，你终于回家了。放肆！你族叔，他是我的好友，之前这是他一直庇护我。小友莫怪，都是自己人，客气了。随即，他们朝着吞天雀的据点而去。见到阿坤时，许多人露出意外。一名青年注意到了阿坤身边的虾人。弥天，这是谁？你新收的随从？莫要胡说，他是我的朋友。你什么时候和人族交上朋友了？莫不是想攀附我吞天雀一族？休要胡言！随口一说罢了，不必在意。我以前出门游历，想攀附的人族太多，他们这种卑贱之人。闭嘴！小子，我警告你，在我等面前，你……我让你闭嘴！阿坤脸色一变，抬手一巴掌直接扇在了青年脸上。别在意，这些人被族里宠惯了。你打他干嘛？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阿坤深知得罪谁都别得罪这家伙，炼神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究竟有多惨，提都不用提。叶弥天，你为了一个外族与我动手。阿坤再次出手，法力涌现，青年再次被镇压。
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震惊，叶弥天竟然为了一个人族对自己的族兄出手。弥天，就算你族兄有些冒犯，你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毕竟是外族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就敢招惹，以后谁再招惹，便是与我为敌。哎，阿坤，你怎么要插手呢？也罢，我先走了，记得把我东西给我。夜晚他是暴揍老祖的黑夜狂魔，白天虾人和阿坤短暂告别后，大荒殿反手花费100万雇佣虾人，只为在接下来的资源争夺中占据上风。这是120万灵石，之前说好的100万，还有20万就当是我那位族兄的补偿。至于剩下的，说太大，我得和族里讲清楚。行了，你才回来，和你族人团聚去吧，我四处转转。等等，还有事。我的炉子。什么炉子？就是我一直待的那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虾人还在装傻充愣，这家伙明显是想黑他的炉子。算了，留给你当做纪念了。阿坤，我突然发现你这一族果然很有钱啊！虾人，我求你了，别杀手行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哼！与此同时，从2天半前开始，许多人已经尝试朝着神藏山脉进发。虾人倒是不着急，先让他们去探路。话说眼前的这黑水能不能收走？必要的时候放出来，绝对是一件大杀器。此时远方传来泼天的动静，只是虾人也不打算去争，但是那里他就感知到不下5尊的化虚，去了也是白给。阿坤之前说过，那个3族混血似乎很了不得，就是不知道如今他的剑道究竟到了什么境界。沉吟间，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了不远处。小友不必紧张，我没有恶意。你是谁？大荒殿季书，我大荒殿身处东部，也算有几分实力。找我何事？我知道小友不久前在南部元界有着赫赫声名，听说小友天资经世，已然到了剑心通明的境界。是啊，怎么了？不瞒小友，我特意为了你而来，想与你合作。此地特殊，有惊人的剑道传承，也伴随着许多机缘。正如远处那道机缘，哪怕化虚都在心动。别绕弯子。这些机缘有着剑意守护，寻常修士争夺起来很难靠近，却能与修有剑道的人相合。剑道修为越高，越是容易，所以我大荒殿想和小友合作，事后收益平分。如果得到剑道传承，也和小友共享，如何？既然你都说了，剑道越高越容易，那我自己去岂不是更好？为什么还要和你分？话是如此，可小友可知此番妖族人族来了多少势力，化虚强者又有多少？你虽然惊艳，修为却太低，没有人协助，很难在这此谋得机缘。所以你们打算找个化虚强者贴身保护我？倒也不是，毕竟化虚争夺的机缘也并非我们能干涉。不过你与我大荒殿合作，无论你得到多少机缘，都能护你无忧。我听说小友的仇敌也是不少，当然也能给你足够的庇护。说的这么让人心动吗？现在唯一的不确定就是大荒殿会不会卸磨杀驴。如果没有化虚强者的话，虾人见到尽显，苍云图现，元婴9层也拿他不下。小友考虑的如何？要不你们先给个定金吧，也算个保障。毕竟我也是去给你们卖命，风险这么大，给个100万灵石不过分吧？100万可不是小数目，能供养好几个元婴了。老兄，叶弥天之前可已经找过我了，他们开价也是100万。要不是我比较相信你们的实力，我就直接去那边了。而且你知道的，我涉世未深，怕被人骗。好，我应你。不过我身上没有这么多，得离开一趟。季书离开，来到一座峰峦之上。他答应了，不过他要100万灵石。100万？这小子倒也可笑，即便他拿了灵石又如何，依旧成不了任何保障，终归只是鱼肉罢了。给他吧，此人小小年纪便有剑心通明的境界，这般天赋实属罕见，看看有机会收入麾下。若是不能招揽，又该如何？那就先等这件事过后再议。如果他真有本事，那就想方设法；若是没有这本事，也没有必要留。不过在此之前，先得稳住他。剑心通明之人并不多，有大用。虾人依旧悠然地坐在河边，心情还不错。一道惊呼突然响起，打破了寂静，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杀机。这练神功还真是阴魂不散，走哪跟哪！我不就是宰了拘留商一道分身，坑了他们几个人，沾上诅咒，元界随便打崩他们势力而已，而且人都没死，一点格局都没有，还真是冤家路窄啊！冤家路窄，我们寻了你多时，原来是蓄谋已久。少废话，今日要你死，我就站在这，要是能打死我，算我输。庶子猖狂，我看谁敢！是大荒殿的人。借书道友，这是何意？你们不能动他。
为什么？老友，你们莫不要被他骗了，这人狡诈的很。我大荒殿行事需要向尔等解释。看这样子，大荒殿地位很高啊，连练神功这种大势力都要退让。技术道友，我练神功与此自是不两立。还没看明白，大荒殿是我现在的靠山，你们要是打不过他们的话，那就拿我没办法了。或者你们可以联手干掉他，然后再干掉我，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要是你们早就跑了，现在得罪我可就是得罪大荒殿了。当然，如果你们要是觉得大荒殿狗屁不是，你们也可以留在这里。青衣，你给我等着。